我放弃清北招揽，只为辅佐4位姐姐成为各个行业里的佼佼者，可他们功成名就时，却将我一脚踢开，只因我是被报错的假少爷。可真少爷沈长清并没有打算放过我，故意开车将我撞死。此时我的灵魂漂浮在沈家别墅上空，看着屋内沈长清与姐姐们谈笑风生，对我的惨死毫不在意。这一刻，我的愤怒达到了极致。就在此时，沈家大门猛地被踹开，一群气场十足的黑衣保镖鱼贯而入，在众人的讶然注视下，一名坐着轮椅的绝美女人被推了进来，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上位者独有的威严。悬浮在空中的沈川看着女人冷艳的脸，莫名感到一丝熟悉，但奇怪的是，他并不认识此人。这位小姐，你不明分说闯入我沈家是什么意思？他的骨灰呢？沈川骨灰早撒在海里了，他这种下等人也配？话未说完，沈长清直接被黑衣保镖踹飞出去。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跟沈川是什么关系？我要为沈川讨一个公道。沈长清，你为了将沈川赶出沈家，还真是费尽心机。你污蔑他在外面花天酒地，染了脏病，辱了沈家名声，甚至不惜盗取沈氏机密贩卖给对手公司，以此嫁祸给沈川。沈家众人正要反驳，保镖将提前准备好的资料甩了出来，上面全都是沈长清犯罪的证据。他们这时才意识到错怪了沈川。小川，对不起，原来你一直都没变，是我们错怪你了。呵呵，晚了，迟来的道歉比草轻贱。你们沈家找回亲生血脉，便如此对待沈川，你们不要他，为何不还给我？吩咐下去，今晚我要沈氏集团在雪城商界中除名。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随后我的灵魂跟着他来到了我的房间，看着他拿起我的照片如是珍宝的抚摸着，冰冷的面容多了一抹温柔。阿川，对不起，是我来迟了，没关系，我陪着你好不好？说完，他亲手点燃了整个房间，静静地坐在轮椅上面，向着火海，眼角溢出一抹晶莹泪花，低喃着：都说神明能断人生死，神明你若在，我将执意愿以灵魂为祭，生生世世饱受焚身之苦，只求沈川下一世平安无恙，可好？你不言，那我便当你同意了。不要，快走啊！下一秒起来，带着吞噬一切的红光，顷刻间便将江之意包围住。不要了！沈川用尽全力的怒吼一声，却猛地弹坐了起来。他气喘吁吁看着周围熟悉的景象，背后一片冷汗。这不是我的房间吗？我没死。下一秒，放在床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沈川拿起一看，瞳孔猛地一缩。幸运的重生者，你可以想象我是无处不在的神明，只要完成我发布的任务，便可改变你冤屈惨死的结局。几乎是本能反应，沈川一下就想起那个毅然葬身于火海的神秘女人，甚至不惜以灵魂焚烧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来世无恙。江之意，这一世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丁，当众退婚陈明珠，任务成功后，你将获得特殊奖励。哟，陈明珠，我的好青梅，前世的债你也该还有。小川，明珠已经来了，你怎么还躲在房间不出来？大姐，小川应该是昨晚通宵看长腿主播，不是，是昨晚工作太晚了，所以没起来吧？咱们要不等一会再来叫他？堂堂沈家少爷，竟然去给什么女主播通宵打赏，他到底有没有将订婚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沈长清看似为沈川说话，可沈风琴作为沈家大姐，又是商业奇才，怎会听不出来沈长清话中意思？就在这时，沈川从房间走了出来，俊美的面容让沈长清眼中闪过一抹嫉妒，可脸上笑容不紧。弟弟，你总算起来了，爸妈他们都要等着急了。可沈川丝毫没有搭理沈长清的意思，径直将手中资料递给大姐。大姐，听说你公司最近在研发新项目，恰好这方面我略懂一二，连夜给你做了一份详细资料，应该对你有所帮助。小川，你有心了。对了，长清哥，毕竟你现在是沈家真正的少爷，有空还是多学学技能，为家里分担一下，别以为一熬夜就是在看擦边主播，你说呢？听着沈川的话，沈风琴内心闪过一丝自责。前世沈川为了亲情主动跟沈长清搞好关系，却被他不断设计陷害，如今重生归来，论起茶里茶气，谁还不是一把好手？沈川，你今天怎么回事？订婚这种大日子竟然下来的这么晚，看看明珠等你多长时间了？叔叔，是我不合规矩来的太早了，您就不要责怪阿川了。川儿，你还不赶紧谢谢明珠？本来明珠应该跟着他爸妈待在酒店，他这是专门过来接你的。闻言，沈川心中冷笑不止。前世订婚宴上，他的酒里被陈明珠下了药，之后被他安排了一个脏病女人，自己百口莫辩，只能承受一切污名，最后被他跟沈长清联手害死。您说的没错，我是该好好感谢明珠。沈川这眼神怎么这么吓人？难道我的安排被他发现了？这不可能，他就是个舔狗，根本不会怀疑我的。阿川，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先走吧。订婚宴上还有一些事需要你我安排呢。对，小川，你跟明珠先走，我跟爸妈等会就来。沈川现在有什么事比你订婚还重要？有事回来再说。当然有，陈明珠，你听好了，我要退婚。沈川，你在开什么玩笑？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呢。我发现有些东西没得到的时候还挺有趣，得到之后就索然无味了。就比如你。此话一出，陈明珠简直如雷轰顶，就连一旁沈家父母也瞪大眼睛。沈川，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你在这么重要的场合闹脾气，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跟我好好道个歉，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沈川，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自从长青接回沈家后，你就坐天坐地，变得爸爸都不认识你了。小川，听妈的话，别闹了，赶紧跟明珠去订婚现场。沈川，你好得很，我们俩玩完了。陈明珠见沈川一直没有反应，放下一句狠话，一脸怒意离开。弟弟，你也太任性了，这不是打陈家的脸吗？这事要是传出去，外人该怎么想我沈家？小川，之前妈妈不信外人说的基因决定性格，我一直认为能把你养好，
可终究是妈妈错了。你不是沈家的血脉，骨子里就是不好的基因。你这段时间害得沈家鸡飞狗跳还不够吗？沈川听着基因这2个字只觉得可笑，他眼含悲伤的看向养育自己20多年的父母跟姐姐们。妈，如果我说陈明珠跟我订婚是想害我身败名裂，你信吗？如果我说前段时间那些错事并不是我做的，我是被污蔑陷害的，姐姐你们信吗？一旁4位姐姐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在沈长青心虚的注目下，沈父沐浴怒色恨铁不成钢的阐述道：孽子，你真的不知悔改！你二姐现在是当红明星，你居然偷拍她的泳照卖给狗仔，到现在风波还没有平息，你还敢说你是污蔑的？我给你2条路，要么现在去将明珠哄回来，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要么你就给我滚出沈家，我们沈家没有你这种混账儿子。20多年的感情比不过沈长青接回沈家短2年。既然你们从来都不信，只信他，那么从今以后我与沈家再无关系。您的养育之恩我会报答的。看着沈川走远，潜伏在人群中的沈长青不动声色地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终于把他赶出沈家了，今后沈家每一个钢镚都得是我沈长青的。另一边，沈川刚走出沈家别墅，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只见一名绝美女人昏倒在地上。江之意，怎么是你？我放弃清北招揽，只为辅佐4位姐姐成为各个行业里的佼佼者。可沈家真少爷害怕我夺他家产，故意开车将我撞死。就当我灵魂消散时，一名绝美女还不惜以灵魂为祭，生生世世饱受焚身之苦，只为换取我重生一世平安无恙。如今我重生归来，再次遇见这位熟悉又陌生的绝美女孩。江之意，你怎么晕倒在这里了？双腿怎么流了这么的血？沈川下意识想将江之意抱起，就在要触碰到对方的那一刻，江之意双眸骤然睁开，迅速掐上沈川的脖子。嗨，是我，江之意。江之意听到沈川的声音，像是如遭电击，掐在脖间的手倏然一松，再次晕了过去。我记得前世江之意出现的时候是坐着轮椅，难道是因为这次受伤才导致他无法行走？沈川把我家小姐放下。你认识我？女保镖并没搭理沈川，走过来将江之意抱起，用着怜惜和无奈的眼神看着江之意。小姐，您这是何苦？拖着重伤日夜兼程的赶来这座小城，就为了看他与那个女人订婚？您连命都不要了？有话以后再说吧，先把之意送到医院去。之意是你叫的吗？你一个已经订了婚的男人，离小姐远一点。沈川望着那道渐行渐远的身影，不知怎么就是想解释一下，我退婚了。还有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退婚了又怎么样？就你还不配得知我家小姐身份？江之意，不管你是谁，我都会找到你。丁，幸运的重生者，恭喜你完成退婚任务，善良的神明赋予你的奖励已到达，黑客技术初级。另一边，江家私人医院病房内，阿川，不要订婚，不要离开我。下一秒，紧闭的双眸倏然睁开，江之意看着四周熟悉的场景，再次恢复到往日波澜不惊的样子。小姐，你醒了，我这就叫医生过来，让他给你检查一下。不用，今日应该是阿川和陈明珠的订婚宴，为何我晕倒的时候他会在我身边？难道他跟陈明珠订婚出现了意外？江之意声音一如往常冰冷，但只有他知道此时的心情有多么波涛汹涌。一旁女保镖愣了几秒，劝道：小姐，您知不知道，就因为见沈川您耽误了治疗，换句话说，您以后只能坐轮椅了。以您的家世身份地位，就是京都顶级世家的太子爷都要低头尊您一声江小姐。沈川他不过就是不入流的世家，还是一个假少爷，哪里值得您这般？话没说完，江之意猝然瞥了他一眼，狭长的美眸中饱含冷意和杀机。对不起小姐，属下僭越了，下次再让我听到说他不好的话，你自行去组里领家法。对了，我昏迷的时候，沈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据打探来的消息，沈川和陈明珠并没有订婚，沈家对外说因某原因导致订婚宴无法如期举行，暂时取消了。你现在去让王叔以长辈的身份帮我给沈家下联姻帖，我要与沈川结婚。我知道了，这就去通知沈家。阿川，这次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我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另一边，沈川看着三姐沈雪棠打来电话，尹梅接了起来。小川，你现在回来一趟。沈川下意识就要拒绝，毕竟他和沈家已经断了关系。这时候沈雪棠给他打电话，无非就是让他给陈明珠和父母道歉的陈词老调。就在他挂断前，电话传来沈长青笃定的声音：上次我好像看到了沈川，这次不会又是弟弟做的吗？沈长青呀，沈长青，我都脱离沈家了，还想方设法的要毁了我，这一世我也让你尝尝身败名裂的下场。随即沈川利用刚才获得的黑客技术，手指快速在屏幕上按动着。三姐，这是我从陈明珠手中拿过来的面霜，这盒子上还印着你实验室的名字。不过三姐，你还是先问问小川吧，万一这是误会呢？这确实是我研发的那款面霜，本打算小川订婚宴结束后再仔细测试，哪成想就离开实验室，这么一会，测试面霜跟实验数据都丢了。沈雪棠为了能静心研发新型面霜，甚至将实验室从学校搬到了家中。若是研发成功，她不仅能在学院内声名鹊起，到时候国际高企都会闻名而来。一旁沈长青注意着沈雪棠的脸色，继续添油加醋。姐姐，我只是猜测啊，弟弟盗取这面霜是为了讨好陈明珠，他之所以突然要提出退婚，就是让陈明珠暂时不要跟咱们接触，防止暴露。可能等风头过了，他就又要跟陈明珠订婚了。哎呀，我就是随口一说，我可不想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毕竟我才来了不到2年，他可是陪着你们20几年。这个孽子，我说他怎么突然要离开沈家，原来是做错事情心虚。沈长青，这般弄是非挑拨离间这一套，你还真是用得淋漓尽致，弟弟我佩服。只见沈川宛若闲庭信步般走了进来，脸上还是往日那副漫不经心的神情，只不过眼底多了一抹讥讽之色。沈长青见此，佯装委屈地道：小川，我知道你怨恨我揭发你，可我是为了你好，作为哥哥，我不能看着你越错越大。装弱伪善是沈长青一贯的招式，可偏偏沈父就爱吃这一套。沈川今日若不是长青及时发现，我们都被你蒙骗了。今天你必须给你3
三姐跟长青道歉。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道歉？沈长青，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偷窃的，有证据吗？若是你能拿出证据，我愿意负起全部的法律责任；若是你拿不出证据，我要你向我道歉，去自首，承认曾经污蔑我的种种罪名。怎么样？原本沈长青还有几分对沈川的忌惮之意，但听到这话，顿时化作无尽的讥讽和不屑。哎，小川，我不是真的想跟你赌，只有你碰到南墙才会回头，我也是为了你好。随即，沈长青拿出手机递给三姐沈雪堂，因为我患有梦游症，为了监控自己的行踪，所以就在自己房间门口安了一个监控。巧合的是，三姐将实验室搬到了我的对面，所以意外拍下那天沈川神色慌张从三姐的房间走了出来。妮子，铁证如山，现在你还能诡辩什么？沈长青，你这是提前保存到手机的视频吧？你进入监控系统内重新调取一下监控，既然要判我死刑，也应该让我死得心服口服吧？长青，现在你将监控系统调出来，让他彻底死心。沈长青忐忑不安地接过手机，调出监控系统，可这一次画面明显出现了不一。画面上沈川走后，陈明珠也进入了沈雪堂的实验室，出来时手里拿着正是那瓶面霜。爸，三姐，在你们心里我真的就这么的不堪吗？那天我是看三姐工作太累，经常揉眼睛，特意送的明目茶，怎么就被人断章取义变成偷窃了？另外，沈长青，你故意截取片段，不仅诬陷我，甚至还误导爸跟三姐，你就这么怕我跟你争沈家财产？此话一出，沈家众人都神色复杂地看向了沈长青。只见沈长青满头大汗，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是确实他是故意诬陷沈川的，不止如此，就连陈明珠去偷面霜也是他指使。该死的，我不是把这段视频删除了吗？怎么恢复了？长青，小川说你是故意针对陷害他，这是真的吗？行了，你们这么逼长青干什么？他才回来沈家多久啊？哪里懂得什么监控？不过就是后半段没有看到才误会了沈川，长青也不是故意的。另外，我们有愧于陈家，这件事以后谁也不准再提。爸，都是我的错，谁让我从小就没钱缺爱，从来都没有碰过监控这东西，下次我肯定不会了。知错就改，真是个好孩子。老三这面霜应该没怎么动，你用来检测应该是足够的。要是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爸爸出面帮你摆平。三姐沈雪堂眸光幽深地看了一眼沈长青，这好端端的提以前过的惨做什么？而且这么大的事情放在沈川身上就追究，怎么放在沈长青这里就算了？这是不是太寒小川的心了？不好意思，我要打断这温馨的一幕。沈长青，我提醒你一下，刚才的打赌你输了，现在你不仅要道歉，还要去自首承认以前污蔑我的种种事情。沈川，爸爸都说了，这不过是个误会，你这么咄咄逼人干嘛？长青是什么性子，爸很清楚，他怎么可能污蔑你？我咄咄逼人？父亲啊，你还要偏心到什么程度？罢了罢了。沈川痛苦地闭上眼睛，在立下这个赌约的时候，他就很清楚沈长青最多就给他道个歉，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平安无恙，因为沈家一定会保住沈长青。当沈川在睁眼时，累积了两世的怨恨与失望在此刻倏然爆发，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是吧？不然你还想怎么样？小川，不是爸爸怀疑你，更不是姐姐们误会你，而是你之前做了太多的错事了，是你一步一步让我们丧失了对你的信任。爸别说了，是我的错，你不要因为我和弟弟争吵。小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心里会这么误会我。沈父看到沈长青如此越发坚定地护在沈长青身前，一旁三姐沈雪堂动了动嘴唇，怎么也说不出让亲弟弟去自首这种荒唐话。沈川面上流露出一抹讥笑，深深地看了沈家人一眼。也罢，这20多年的感情就这样吧，您的养育之恩我会报答，其他的就此断了吧。小川，你干嘛？回来啊！你喊他干什么？他不是喊着要与沈家断绝关系吗？让这个逆子走。沈川，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是你抢走了属于我的家世与亲情，如今我只是抢回来而已。沈川刚走出沈家大门，手机就传来神明任务：丁与江之意结婚，任务成功后奖励医术初级。这茫茫人海我该怎么去寻找？就算找到了，凭我现在一穷二白的，拿什么跟江之意求婚？总不能靠着自己的厚脸皮吧？沈川不知道的是，他要找的人就在他身后。雪城王家携10吨黄金，特来沈家与沈公子下订婚帖。话音未落，整个大厅金光四射，这泼天的富贵把沈家人直接吓得亚麻呆住了。这等手笔足够买下整个沈氏。没想到本少爷魅力这么大，竟然吸引雪城首富王家跟我订婚。也是，毕竟哪个女人能拒绝一个身穿背带裤还会打篮球的男人？我这次是以长辈的身份替江小姐对令公子下喜帖，东西准备的不充分，沈少爷你见谅。等2位结婚之日，我会再补上的。江小姐，您这不是替您女儿向我下喜帖吗？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江护卫明确下令，让自己只管带着聘礼来沈家，对方自然知道江小姐是谁。难道这小子已经知道江小姐腿部受伤，今后可能站不起来，所以才佯装装傻，以此来拒绝自己？果真好算计，小子，你可考虑清楚了。江小姐虽然双腿残疾，但依照现在发达的医术，说不定她还是能站起来的。到时候你就是想要追求她，也没有机会了。沈长青一听，原本眼中的热切顿时淡了下来。他是穷怕了，妄想着平步青云，可让他一辈子守着一个残疾女人过日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雪城3大家族中并无江姓，想必只是个不出名的小世家。王首富，你知道我的，人称雪城第一深情，只不过我真与这个江小姐并无来往。我要是真爱一个人，别说是残疾，就算他是植物人，我也会守他一生一世。这话说得十分冠冕堂皇，若不是王志伟敏锐地察觉到沈长青变幻的眼神，恐怕真的要相信他了。沈少爷，你永远都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王志伟看都不看沈长青一眼，大步离开。沈长青心底涌出一股莫名的空荡感，就好像自己真失去了一个很恐怖的机会一般。另一边，沈川通过黑客技术已经找到江之意所在位置。小姐，王家传来消息，说沈家拒绝了喜帖。你再说一遍，他为什么要拒绝我？还是说他始终放不下陈明珠？江之意此时浑身散发着戾气，不等女护卫反应过来，做事就要下床。小姐，您的腿还没有
恢复，现在下床，您的腿可就真的再无治愈的希望了。你觉得我在乎吗？我付出这么多就是为了回到他身边，若是没有他，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就在女护卫无措到快要崩溃之际，保镖突然敲门走了进来。小姐，沈川先生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江之意闻言动作立即停了下来，身上的低气压也骤然消散，然后优雅坐在一旁，仿佛刚才一切都没发生一般。让他进来，你帮我处理一下地面，别让他发现。不是，您这变脸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些？此时沈川忐忑不安地抱着花走进了。之意小姐，这是给你的花，这是送我的。原本江之意因为沈川拒绝了自己还有些端架子，可当他收到沈川的花后，什么高冷什么怒火通通没了。你是不是不喜欢这花？那你跟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现在给你买。不用，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不过我让人去沈家下了婚帖，你为什么拒绝了？是不是你还喜欢陈明珠？如果沈川亲口说出他还是爱陈明珠，他真的会控制不住心中的占有欲，亲手嘎了他。我与沈家断绝了关系，这件事我并不知道，应该是沈家的人拒绝你的。沈家的人将你赶出沈家了，是我主动搬出来的。如今沈家真正的少爷已经回来了，我一个假少爷又何必赖着不走？20多年的感情在血缘关系面前根本不值一提。阿川，我可以帮你，沈家存货王，只需要你一句话。沈川想起自己前世被沈长青害死的景象，他绝不会放过沈长青，但是让他借助江之意的势力去报复，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他做不到。可下一秒，丁触发新的声明任务，搜集证据让沈长青身败名裂，让沈家4姐妹对你痛苦忏悔，限时3个月，可借助江之意的地位嘎嘎乱杀，你负责嘎嘎，江之意负责乱杀。男儿旗下有黄金，现在到提现的时候了，干嘛这么矫情？别人吃软饭还吃不上了呢，我要一点一点的将沈长青拥有的东西全都夺过来，让他也感受到亲人反目成仇的绝望。阿川，是不愿意让我帮你吗？没有，我想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还有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为何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沈川犹豫再三，终于问出了前世埋在心底的疑问。此时江之意听到沈川的问话，呼吸有几次发紧。你全都忘了？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我总不能说这是上辈子的记忆吧？算了，是我心急了，等时机到了，你总会想起来的。阿川和我结婚吧，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吗？沈川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不管是从什么角度，他都无法拒绝江之意。或许他这第2条命本来就是江之意给的。这个上一世不惜以自己的灵魂起誓，来保自己来世无忧的傻女。之意，你怎么抢我的台词？现在的我太弱小了，根本保护不了你。但是我向你承诺，我会努力强大到能做你的后盾，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愿意和你结婚。眼看着气氛越发暧昧，沈川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沈先生，您今日上午约了我们景泰公司的面试，但您没有过来，所以特意打电话过来询问您还参加吗？这家公司正是沈长青污蔑他贩卖公司经历的那家。上一世他为了向姐姐们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前去景泰投简历，妄想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最后至死都没有找到。阿川去吧，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帮你，我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之意，谢谢你，我想让沈长青身败名裂，让沈家永远活在愧疚忏悔之中。沈川离开后，江之意便将女护卫叫了过来，整个人看上去多了一丝病态的疯狂。阿川，我给过你机会，是你非要闯入我的世界的，如今即使你死，我也不会放你走。小姐，您若是真与沈川在一起，别说老爷，就是全族都不会同意的。不止沈川性命难保，恐怕你也……我已经妥协到这种程度了，他们若是不知足，敢对阿川动手，那便别怪我。阿川少一根头发都得给我干。对了，阿川已经去景泰面试了，我吩咐你的事情办妥了吗？已经吩咐下去，让沈川担任景泰经理，不是总经理，是新任董事长。知道了，小姐，我现在去下达沈川是新任董事长的文件。小姐，您简直是个重度恋爱脑，就见了一面送了一束花，您就把这么大的产业送给沈川，这足以买3个沈家了。景泰是江之意的私人产业，这些年一直交由他人处理，实际上他才是景泰真正的掌权人。听说沈家想要与景泰合作，我倒是很好奇，等沈家看到阿川的那一刻，他们会不会后悔自己不屑一顾的养子，如今成为能卡住自家公司的上游企业？想想真是有趣。哟，这不是沈川吗？我听说沈家真少爷已经进沈氏实习了，怎么你还要亲自出来找工作呀？赵丽，别人长嘴是说话，你长嘴是用来放屁的吗？别挡我的路，滚开！装什么装？你都跟沈家断绝关系了，现在不还是跟我们一样都是打工人？赵丽看着沈川背影转了转眼珠，拿出手机跟闺蜜陈明珠发了条短信：明珠，我在景泰看到你家那舔狗了，沈川他竟然来应聘一个普通职员的岗位，你可要擦亮眼，别便宜了这种穷屌丝。陈明珠看着消息，眼中划过一抹讽刺与得意。沈川，你故意泄露行程给赵丽，这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啊！可惜你不是沈家的真少爷。随即略带兴奋地跟沈长青打去电话。长青，现在沈川都被你赶出沈家了，你什么时候向我爸妈公开咱俩的关系？明珠，虽然现在沈川已经被赶出沈家，但还不够，我还要他身败名裂，永远无法翻身。你也不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潜在跟他抢家产的危险吧？所以只能再辛苦你一下了，我相信你能做到的，对吧？你放心吧，沈川就是一个舔狗，他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待会你去找沈川，让他帮你去4姐医院偷一款丰胸膏出来，这是他们医院最近准备主打的明星产品，上次面膜让他逃过一劫，这次我看他怎么跑。我知道了，这次肯定让他在沈家身败名裂。此时沈川还没察觉有人开始针对他，他正按照江之意的吩咐来到办公室，景泰明面上的总裁已经在此等待。沈总您来了，我叫严震，小姐已经吩咐了，这里以后就是您的办公室，到时候您便是景泰真正的董事长。没想到之意势力这么大，随手就让自己当景泰这种龙头公司的董事长。你好，我虽然是景泰现任总裁，但是很多业务还不太熟悉，需要你来处理。明白，以后我就是您的私人秘书。
述。另外，小姐交代让我将这份文件给您，说您应该会感兴趣的。沈川打开一看，表情顿时变得微妙起来。这不是沈家发过来的商业计划书吗？景泰是雪城的龙头公司，像沈家这种2、3流的公司更是想抱上这条大腿。沈总，需要将沈家从合作名单中剔除吗？除名？沈家养育我20多年，我自然是要好好报答，尤其是我那位兄长。沈川刻意加重了报答2字。严震虽然不知道沈川究竟是何用意，但是后背不自觉的一凉。好的，沈总，我这就吩咐下去。既然沈家人都不相信沈长青暗中作恶，都认为他懂事听话，就由我来亲自揭开沈长青虚伪的面具。此时楼下突然传来了一阵汽车鸣笛，沈川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一抹宠溺的笑。看来车上的大小姐等得不耐烦了，得赶紧下。沈川出了公司大门，还不等走到车子旁边，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喊：阿川。陈明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陈丽都告诉我你来景泰应聘了，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让我重视你，不然以你的身份，没有必要专门来景泰应聘一个普通员工。你这是想通过这种若即若离的方式让我爱上你，对吧？现在我已经来找你了，你就别再摆架子了。陈明珠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上前一步，她勾着红唇看向沈川，语气要多笃定有多笃定。阿川，我听说你4姐医院最近到了一款丰胸膏，你帮我去弄1瓶好不好？只要你送我1瓶，之前你与我退婚的事就一笔勾销，我原谅你的无理取闹了。此时坐在车里的江之意死死地盯着沈川的背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内心是多么疯狂与暴力。阿川，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你若是反悔要与沈明珠复合，我一定会埋了他，我不允许有人抢走你，就算是神明也不行。沈川并不知道江之意心中的想法，他听着陈明珠的话，嘴角掀起一个讥讽的笑容。陈明珠，你应该很少被蚊子叮吧？你什么意思？我说你脸皮厚到蚊子都叮不动。我最后再说一遍，我跟你已经退婚了，去景泰跟你没任何关系，还尉迟故纵，真当自己是万人迷女主呢？你配吗？前世被你跟沈长青陷害，你真当我还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2回？不等陈明珠有什么反应，沈川直接转身离开。沈川，你成功惹怒到我了，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再不来道歉并哄我3个小时，以后别想见到我了。话没说完，只见陈明珠突然瞪大眼睛，一脸不可置信，看着沈川来到一辆加长林肯旁边，车门打开，闪过一张冷艳绝尘的面容，只是瞥了他一眼，陈明珠便感觉一股濒临死亡的恐惧顷刻间笼罩了他。不可能，沈川是我的，就算是我不要了，沈川也只能是我的，何况现在他还有利用价值，长青那边交代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此时沈川刚上车就看到江之意阴郁的神色，急切地关心着。江之意看着沈川这样，眉宇间的阴郁淡了不少。你真的想好跟我结婚了吗？你会后悔吗？沈川认真地看着江之意，察觉到他冰冷外表下的慌张，心中不免多了一抹心疼。江之意，你还不明白吗？真正迫切想要结婚的人，想要将对方锁在身边的人，不是你，是我呀！话落，江之意急切地抓住沈川的手臂，粉唇贴了过去，他的吻侵略、霸道、克制，好似得到了这辈子最妄想得到的东西。一吻完毕，江之意表面恢复了淡漠冰冷的模样，端端正正地坐着，语气有着难掩的愉悦。现在立刻去民政局。与江之意结婚任务已完成，奖励医术初级，完成神明赋予的任务，利用自己的资金为江之意举办盛大婚礼。任务成功后，神明将赐予你大力丸1枚，服用后你将力大无穷。太好了，这下之意的腿有救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前世沈家真少爷怕我跟他抢家产，故意将我撞嘎，重生归来，我要让他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痛。严震，吩咐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沈总，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据说沈长青现在到处宣扬自己被我们景泰高层看中，弄得整个雪城的上流圈子都知道了，不少人在等我们景泰的回复。给他再添把火，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严震闻言后背一寒，之前还有一点轻视的小心思瞬间消失。明白了，沈总。算了算时间，今天是2姐沈花宁被娱乐圈爆出耍大牌的负面新闻。前世我默默付出，抵不过沈长青一句多喝热水，看这次你们如何收场。我的任务还指望着你们了。而此时沈家别墅内，花宁姐出大事了，川流不息取关您了，并且还退出了粉丝群。什么？沈花宁表情变得慌乱起来。她在娱乐圈心直口快，得罪了很多人，都是这位老粉帮她控评公关。另外她在没签约公司能晋升2流明星，也是全靠这位老粉的营销手段。姐，往常反黑控评都是由川流不息处理的，他走了，咱们怎么办？怎么办？凉拌，你去通知其他工作人员，一组花钱先去撤热搜，别让这件事发酵太大；另一组去组织粉丝在这个当口上，别惹出其他麻烦。小川帮我按下头，又开始疼了。话还没说完，沈花宁这才意识到沈川已经离开了沈家，而这些都被刚下来的沈长青听到。沈川是我低估了你在2姐心中的地位，上次污蔑你偷拍泳装的事，2姐现在还对你有所感情，我得再使把力让你彻底在沈家人心中消失。随即沈长青来到沈花宁身边，姐，我最近跟着爸在公司实习，处理了不少麻烦事，你们娱乐圈的公关不比公司公关简单多了。长青，娱乐圈跟公司不太一样，还是我来处理吧。2姐，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不会错的。沈花宁将信将疑，可总觉得有些不安。沈长青这时通过律师函来遏制网友视频的转发，哪成想乐子人网友根本不吃这套，一时间沈花宁的负面视频越来越多。你不是说你有信心解决吗？怎么这网络舆论越来越不受控制了？咱们都发律师函了，这群键盘侠竟然还敢扭曲事实。姐你别生气，大不了咱们将骂你的网友都告上法庭。沈长青你疯了吗？底下评论高达几十万人，难不成把这几十万人都告上法庭？何况就算赢了，我也失去了路人缘，以后还怎么在娱乐圈工作？此时角落传来一声轻蔑的笑声。沈长青呀，看来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学无术，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利索。沈川，你现在都不是沈家人了，你来这里干嘛？你不知道爸还在气头上吗？这让爸知道了，你
这让我很难办啊。难办那就别办了。我听说二姐在娱乐圈出了一点问题，过来帮忙解决一下。没想到就看到你这么拙劣的操作，换个小学生都比你做得好呢。说大话谁不会？有本事你来处理。二姐，这里面是我早就帮你找好的反黑视频，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办，不仅能逆转舆论，说不定你还能收到一波新粉丝。小川，你不等沈花宁询问什么，沈川继续说道：“我找到了几个抹黑你的对家，他们应该与你发生资源碰撞了，所以才会买通黑粉带节奏。这 U 盘里面有一些证据，接下来让粉丝发一些物料，将你无脑耿直人设立起来。这样一来，这场耍大牌的危机便彻底解除了。”沈花宁看着沈川，心中情绪复杂，既有感动又有愧疚。他知道短时间内找到那么多的物料，并且能制定出计划，绝非沈川口头上说的这么简单。想到沈川在背后如此帮助自己，而自己却一心怀疑他之前所作所为，愧疚的低下头。小川，谢谢你。因沈花宁忏悔度+1，忏悔度越高，奖励越丰富。此时沈长青走到沈川身边，低声的说道：“沈川，你别得意，你知道景泰吗？雪城的龙头企业，对方高层十分看重我为沈氏写的计划书，下午就约我过去谈合同。到时候我在沈氏的地位可不是你这杨子能比的。”是吗？那我可是很期待。随即沈川跟沈花宁告了个别，便大步流星的离开了沈家。沈风情看着沈川离开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不舍，可迟来的深情比草青。沈总，沈家的沈长青过来了，他说要与咱们谈项目合作的事情，要见吗？当然要见，只不过先让他在旁边好好等一等。严震立马明白了沈川的意思，只是可怜沈长青在景泰办公一坐就是2个小时。就在沈长青要坐不住的时候，严震推门而入，身后还有不少黑衣保镖，而沈川正通过监控看着沈长青的反应。我的好哥哥，别怕，这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呢。您是景泰的总裁吧？我给您介绍一下沈家的策划。先不着急，我对你们的策划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我对你这个人还有点好奇。您什么意思啊？我怕疼。严震看到他这副样子，眼中闪过一抹厌恶嫌弃的冷笑道：“你小子想太多了，只是恰巧你跟我一个讨厌的人长得很像，所以我有点看你不太顺眼，想要让我签合同，很容易那边跪下求我。”什么？怎么你不愿意？那我也不强迫你，不过你可要想好，这次的合作能给沈家带来多大的利益，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不跟沈家合作是因为你得罪了我，别说其他人，就连你父亲恐怕都不会放过你吧。沈长青听到这话，神色顿时变得格外难看。虽然他现在有了沈父的宠爱，但若是真的因为他而导致沈家生意受损，沈父绝对不会饶了他的。在金钱权势面前，他和沈父的父子亲情还是太浅薄了。您错怪我了，我没有不愿意，给您跪下是我的荣幸。您看咱们这回能谈的合作了吗？你只是跪了一下，便想要拿到过亿的合同，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自己给自己100个大笔兜，删完才有资格跟我说话。严总，您这是在耍我？这合同我不签了。既然您根本就没有诚意，我也没有必要再打扰您了。你说如果让你爸知道你背着他盗取沈家公司的秘密，并且卖到我们公司来，还把这件事情栽赃到沈川身上，你说他会是什么反应？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沈长青脸上的血色顿时消失殆尽，恐惧与害怕的情绪从脚底板滋生而起，感觉自己掉入一个陷阱中。前世沈长青故意开车将我撞嘎，如今在我面前炫耀他即将要签下10个亿的大合同，殊不知合作的公司背后老板是我。沈长青，你要是想签下这合同，就跪下再给自己来100个大笔兜，我可以考虑一下。严总，你什么意思？你说要是让你爸知道你背着他盗取沈家公司的秘密卖到我们公司，还把这件事情栽赃到沈川身上，你说他会是什么反应？沈长青有一种被捏住7寸的感觉，景泰势力雄厚，他根本得罪不起。要是这事暴露出来，他这2年辛辛苦苦在沈家建立的形象就毁。何况他在沈家还未站稳脚跟，沈川随时有翻盘的可能。严总，您别生气，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此时不体现更待何时？另外，我删也删完了，这合同咱们可以签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合同可以跟你签。沈长青不知道沈川才是景泰的总裁和项目负责人，换句话说，严震就算是签了这合同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沈长青看到合同签署完成，心中的屈辱感全然消失，只剩下得意和喜悦。严总，既然合同签好了，我就先走了。别着急，在走之前，你不妨先见一见我们沈总。沈总是谁？我在景泰也没有什么熟人啊。话音刚落，沈川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哥哥，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才几个小时不见就忘了我了吗？一瞬间，沈长青毛骨悚然，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沈川。沈总，您来了。沈总，你们是什么关系？对沈总给我放尊敬点，要是嘴巴再不干净，就算是有沈家保你，我也不会放过你。沈川冲着严震摆了摆手，严震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带着保镖一同离开了。沈川，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成为了沈总，你若是想回沈家，就跪下来好好求求我，说不定我还能在爸面前为你美言几句。沈长青呀，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没长脑子，你觉得我会再一回沈家吗？另外，看到这监控了吗？你说要是爸知道你贩卖公司机密，他会是什么反应呢？你竟然联合严震跟我设局，这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的？明明我做的天衣无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沈长青，你上午那嚣张气势呢？再狂一个给我看看。沈川，你别高兴太早了。不管怎么说，我帮沈家与景泰签下了合同，就算我之前一时糊涂做了错事，父亲也会原谅我的。更何况你只是沈家一个养子而已。是吗？作为你亲爱的弟弟，我免费告诉你一个消息，严震已经辞掉了总裁的位置，区区一个助手签的字，这合同有什么用？怎么可能？严震一直都是景泰的总裁啊。那你不妨现在就滚出去问问他是不是景泰总裁。现在整个景泰究竟是谁在做主？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是在骗我的。沈长
长青这心理落差感觉怎么样？上一秒手握上一合同，下一秒如同废纸一张。别怪我不给你活路，这样我给你7天时间，你跟沈家人把以前栽赃我的事都吐出来，泄露公司机密，这事我就不跟父亲说了，要不然我担心你连沈氏都进不去。你做梦！我就是死也不可能给你道歉。有种你现在就给爸爸发过去，我倒要看看爸爸是相信你这个孽种，还是相信我。我最后说一遍，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逼我这么快结束这场游戏。沈长青骤然抬头，眼中闪过一抹杀意，手中的武器刚掏出来，找死！我成全你！沈川甩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银针，朝着沈长青的下半身飞了过去。沈长青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只觉得双腿之间骤然一疼，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扎碎了，紧接着便失去了意识。此时沈川刚走到公司大厅，遇见了陈明珠。阿川，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这副表情？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上次见到江之意后，他被刺激挑衅到，他可以不喜欢沈川，但沈川只能做自己的舔狗，绝不能喜欢别的女人。这饭是你做的？没错，这是我做的。你看我的手都是为你做饭弄伤了。话没说完，只见沈川手腕一抖，饭盒顿时被砸在地上。你这是给人吃的？色香味你是一个也没占上。对你好的时候你不屑一顾，现在对你厌倦了却非要过来当舔狗，还以手受伤为借口来博取我的心疼，你就这么不要脸？阿川，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知不知道我的手是为了你才受伤的？那你想让我帮你治疗？那我建议直接截肢，长痛不如短痛，以后再也不会受伤了，如何？陈明珠没想到沈川如此绝情，她心有不甘，主动上前一步，一把抓住沈川的胳膊。我知道以前我对你不好，但是我现在开始改变了，只要你跟我认错，我就答应原谅你，重新跟你在一起。陈明珠，我最后再说一遍，我跟你已经退婚了，我现在对你没有一点感觉，别自作多情了，别逼我对你动手，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说完，沈川也不管陈明珠的反应，一把将她推开。阿川，你喜欢了我这么多年，怎么可能突然改变？是不是那个女人威胁你了？闭嘴，她也是你能诋毁？沈川，你给我站住！我不信你心里没有我。此时大厅所发生的全程都被楼上的江之意所看到，通知景泰的保安，以后不许陈明珠靠近一步。小姐，我知道了，这就吩咐下去。阿川，我不会允许有任何人能从我身边把你抢走。前世3姐沈月淼患有哮喘，我便跪在中医大师门口981天，只为求得一副良药，可到头来抵不过亲弟弟沈长青一句多喝热水，重生归来，我果断离开沈家，可他们却开始怀恋起我的好来。3姐，这次没有我帮你买治哮喘的药，看你怎么办，希望你能坚持住，我的忏悔值还靠你呢。3姐，你差点吓死我了，还好我在家，要不然你这回哮喘发作恐怕就得开席了。长青不是一直给你备好药了吗？你怎么没吃？话没说完，沈长青走了进来。4姐，你刚才说吃席吗？我要做小孩那做。长青，你还说呢？3姐的药不是你负责的吗？现在这怎么回事？沈长青闻言冷汗立马流了下来，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沈川负责的，只不过他发现后就故意冒领了功劳。沈川虽然知道，但因为担心沈月淼的身体，还是每周都按时送药。可如今沈川走了，沈长青哪能记得这些？3姐，对不起，我这周忘记放了。算了，好在我今天也没事，普通药对我来说都不管用，也就你给我的药能缓解病症。那你帮我再准备1瓶药吧，明天我自己去取。沈长青心里咯噔一声，他哪里知道要怎么买的，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次日，沈月淼再次找上了沈长青，碰巧这次沈父也在。长青，我要的药你准备好了吗？啊，姐，我不是故意的，最近我跟景泰签了合同，实在是忙不开，要不我先把合同的事停一会吧。他这番话反而显得沈月淼有些不近人情，不体谅他。果不其然，一旁的沈父对女儿有些不满了。月淼，买什么药就让管家去买，你弟弟他现在非同往日，他可是拿下了景泰的合作，哪有时间给你买药？这事要是办好了，那咱们公司年收入至少要翻5倍。爸，你……沈月淼疑惑看了一眼沈长青便离开了。此时沈父丝毫没有注意到沈长青提到景泰时心虚的表情。回到房间内的沈月淼拿起空了的药瓶拍照搜索，经过3个小时的搜索，还真找到了店家。你好，我想问一下，沈长青在你们这买过药吗？你是什么人？我们医生不许透露病人的隐私，如果要问这个，我不能回答。我叫沈月淼，我吃过您开的药，我才是您口中的病人。那你和沈川有什么关系？沈月淼眼皮跳了一下，手心竟然不自觉地出了汗。我是他姐姐，那药是他给我买的吗？原来您就是沈先生的姐姐啊，我还纳闷呢，都已经过了1周了，他怎么还不来取药？电话那头的医生还在说些什么，沈月淼却感觉什么也听不到，他满脑子都是上一句话的回音。这怎么可能？为何沈川他从没有提过？不，说不定小川只是帮忙取的，真正买药的人是沈长青呢。随即沈月淼颤抖着给沈川发了消息，上面只有6个字：我马上要见你。丁，沈月淼忏悔度+1，忏悔度越高，奖励越丰富。我愚蠢的姐姐啊，对你好的时候你不珍惜，现在我走了，你开始想起来我的好了。希望待会你给我的忏悔只能多点。随后沈川将见面的地点发给沈雪堂后，便朝目的地走去。小川，我想问你，我的药其实一直都不是沈长青放的，是你放的，对吗？沈雪堂心跳突然加快，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或者在证实些什么。没错，是我每周放1次，没想到这一放就放了2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记得我说过吧，是你们所有人都选择相信沈长青，根本听不见我说话。沈雪堂面对沈川的反问，感觉胸口闷得慌，一句话都回答不上来。沈川看到他这副样子，终究有些不忍。个屁，他这是为了忏悔直装的。3姐小时候你对我好，现在我长大了回报给你，也算两清了。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小川，对不起，是3姐对不起你，跟我回家吧。回不去了，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更何况不是我不想回，是他们容不下我，当我买了。3姐你自己做会吧，我还有事。小川，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错怪了你2年，对不起。丁，沈月淼忏悔度+1，忏悔度越高奖励越丰富。现在还缺大姐跟4姐的忏悔度，希望奖励能给我点惊喜吧。当务之急还是先回去给知意看看他。此时沈川刚回到江之意
义别墅门口，下一秒闪电划破天际，只见屋内一片狼藉，江之意像是被什么给刺激了一样，紧紧掐着女护卫的脖子。小姐，你冷静一点，我是您的护卫啊！把他还给我！为什么要把他从我身边抢走？我明明已经找到他了，我要嘎了你！所有妄想阻止我的人都该嘎！下一秒，江之意用了10成的力量朝着女保镖脑袋砸去，女保镖下意识闭上眼睛，但预料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只见一个宽大的肩膀挡在了她的面前。之意，是我在你身边，别怕。沈川，你快走！每次雷雨天气，小姐的情绪就容易失控，她现在神志不清，已经认不出你了。我担心小姐会误伤到你，我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只要等到镇定剂过来就好了。沈川眼底没有任何惧意，只是心疼的看向江之意。你拦不住之意的，让他将心中的暴力发泄出来就好了，不然他会越来越严重的。下一秒，江之意狠狠地咬住沈川肩膀，可沈川不退，反而紧紧抱住他。沈川，你疯了！之意我在，我更不会离开你，我等你找到我，咱们不怕了。江之意原本还想挣扎，却蓦然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神色一下子恢复了过来。阿川，你这是我伤的？没什么事，他只是看着吓人而已。阿川，以后再有这种情况，直接让人打晕我就好了。傻瓜，我怎么舍得伤害你？待会我给你开一下安神的药，你睡一觉就好了。你这是要走了吗？不，自从你答应和我在一起的那瞬间，你便再也不能逃离我了。哪怕你死了，我也要你的骨灰在我身边。想什么呢？我不走，你现在精神太紧绷了才会这样子。等你休息的时候，我给你治疗一下头，让你尽快好起来。沈川能感觉到江之意一直过得很紧绷，即使受伤，他每日都要出门处理公务，这也让沈川越发好奇江之意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与自己又是如何认识的。别人复仇靠自己努力，而我就不一样，我靠老婆。年仅20岁就成为一家龙头公司总裁。严震，之意最近情况有点不太妙，这段时间我都要陪着他，你通知下去，明天我要召开一下股东大会，到时候我会宣布你是我的贴身助理，全权代理我处理景泰的工作。好的，沈总，我这就吩咐下去，小姐那边就多辛苦您了。两人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走廊拐角处站着一名女人，此时赵丽愣在原地，脸上写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她连忙拿起手机给陈明珠打过去。明珠，你知道吗？沈川他好像是景泰新上任的总裁。你说什么？沈川是景泰总裁？你是不是看错了？赵丽不敢隐瞒，连忙将刚才所见所闻都跟陈明珠说了。接下来的股东大会，你想尽办法参加，一定要给我弄清楚沈川到底是不是景泰总裁，到时候好处不会少了你的。陈明珠放下手机，可是她小小的脑袋里有大大的疑惑。不过沈川他真是景泰总裁的话，怎么会让沈长青顺利与景泰签约？他们之间肯定有人在说谎。不管了，作为一个资深的养鱼达人，小孩才做选择，而我全都要。此时沈家别墅内，沈长青躺在床上复习资料时，竟然发现自己不行了。妞妞，你怎么了？你都还没有吃上细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沈长青突然想到昨天在景泰晕倒那一幕。沈川，你找死！我本想留你一条命，但你却非逼我对你下手。而被沈长青恨上的沈川，如今脑子里只有老婆。之意，你回来了，快去洗手吧，咱们一起吃饭。你怎么下厨了？我头一次给你做饭，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菜，你可以跟我说，下次我专门给你做。江之意没有立马说话，而是深深地看了沈川一眼。片刻后，他突兀地开口道：陈明珠今天给你发了短信。沈川反应了一下，他这才想起来自己之前的手机在江之意手中。那他说了些什么？他约你今晚8点在蓝山咖啡见面，他说他很想你，所以你要去吗？当然要去了。话音刚落，江之意手下按着的桌面顿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沈川咽了一下口水，哭笑不得地解释了一句：不是你想的那样。之意，你想不想看一场好戏？什么好戏？别急，跟我来就知道了。陈明珠，前世你伙同沈长青设计陷害我，我可是很期待你们待会狗咬狗的一幕。此时蓝山咖啡店内，陈明珠实在是有些等不及了，他必须亲自试探一下沈川，若是他真的是景泰公司新上任的总裁，说什么也要附和了。正当陈明珠胡乱心思的时候，后背却被人拍了一下。长青，你怎么会在这？看你好像很不想见到我。你还好意思说呢？我还以为你忙于工作，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所以你就来找沈川？此话一出，陈明珠脸色顿时变了。你以为我愿意这样？我这不还是为了你？之前不是你说的要扳倒沈川，所以要我以身为饵让沈川上钩吗？行了，别再狡辩了。沈川已经将你发给他的短信转发给我了。你在短信里可不仅表达了你的爱意，还顺手骂了我。你以为你能糊弄住我吗？陈明珠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他本想在沈川和沈长青之间权衡利弊后再做选择，可现在他养的鱼翻车了。长青，我不这么说怎么得到沈川的信任？你要知道我……话还没说完，一个容貌艳丽的陌生女人直奔着两人走了过来，上来就给了陈明珠一个大比动。你谁呀？你竟然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你知不知道我才是长青的正牌女友？沈长青，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居然背着我和其他女人私会！沈长青懵了，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然而不等他开口，女人迅速给了他一个大比动。你这个渣男，居然脚踏2只船，我不会相信你了，我们分手吧。不是，大姐你谁啊？沈长青，你真是癞蛤蟆扮青蛙，长得丑玩的花，祝你早日遇到一个生化母体。明珠，你听我说，那个女人我真不知道是谁。此时沈川跟江之意坐在车内，目睹了整个事情
经过，而刚才那个女人正是江之意的护卫。看来短时间内他们两个都不会再来打扰到我们了。阿川，刚才陈明珠挨了一下，你不心疼吗？哎，现在你才是我的老婆，我心疼一个外人干嘛？如果他们真的惹怒了你，那就按照你的方式来解决，无需顾忌我的想法。江之意看到沈川认真的表情，紧皱的眉舒缓下来，嘴角微微上扬。那若是我要他们消失呢？那就让他们消失吧，记得让你保镖去，别让他们脏了你的手。阿川，记住你说的话。沈川只觉得一股冷香迎面而来，心跳突然加快。此时坐在前面的女保镖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小姐，你是不是忘了车上还有一个人呢？次日，景泰集团会议室内，赵丽想尽办法成为一个会议布置人员，可左等右等也不见沈川的身影。这次总裁采取线上会议，他不会出席，但是会通过语音的方式与大家进行交谈。总裁，您能听得见吗？赵丽一颗心都被提到嗓子眼，静静的听着。其中一名股东一脸嫌弃的冲他说道：“会议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出去？”几乎同时，沈川的声音也落了下来，让他也不能完全判断这声音是不是沈川，就被赶了出去。可直觉告诉赵丽就是他。赵丽怎么样？景泰总裁是不是沈川？总裁改成线上会议了，我没能看到他的面容，不过他的声音与沈川有8分相似。你别着急，我找机会再仔细确定一下，确定后我立马告诉你。挂断电话后，陈明珠纠结地握住了手机。从赵丽汇报的这2次情况来看，沈川有8、9成几率是景泰的总裁。猛地一下，陈明珠想到什么？难道沈川已经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这景泰公司就是他亲生父母给的，那我岂不是就是景泰老板娘了？这可是雪城的龙头企业，我得主动出击。我就不信舔了我20年的舔狗会突然不舔了。前世青梅得知我只是沈家领养的假少爷，为了不妨碍他进步，果断伙同真少爷将我害死。可如今他得知我是雪城龙头企业总裁，竟然舔着个脸找我。阿川，你终于下班了。我记得我说过让你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可我这都是为了你啊。我知道沈长青要陷害你，所以一直在暗中打探消息，想要帮你的忙。陈明珠，你跟沈长青怎么样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有时间去脑科看看，你们陈家不缺这点钱。你怎么能这么说我？要知道我和你可是青梅竹马，别忘了你和那个女人还纠缠不清，我都没有计较。我如今能低头来找你，已经给你一个台阶下了。只要你承诺和那个女人一刀两断，之前的事情我都可以既往不咎。还台阶？陈明珠，你真当我还是舔狗呢？看看这是什么？结婚证3个字像是一道闪电劈在了陈明珠的头上。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和别人结婚？你最喜欢的难道不是我吗？阿川，你这是在报复我，对不对？陈明珠，上次你自作多情的纠缠我，我只是将你的短信转发给沈长青看一场闹剧，可下一次我真不知道会做什么。沈川冰冷的扫了一眼便扬长而去，直到沈川走后，陈明珠才从那种窒息的反应中抽出魂来。沈川，我陈明珠得不到的东西，他也别想得到。随即拿出手机给沈父打了过去，不等沈父说话，陈明珠就带着哭腔哭诉起来：“叔叔，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沈川背着我跟其他狐狸精在一起了，他们甚至还领证了，这不是羞辱我陈家吗？还是说沈家要与我陈家决裂？”明珠，你放心，叔叔一定会给你一个答复的。沈父气得脸色煞白，几乎是咆哮着冲管家吩咐道：“通知老大他们，让他们全都给我回来，还有想办法联系沈川这个孽子，让他迅速给我滚回家。”沈父越想越生气，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气得2眼翻白晕厥过去。此时沈川得知沈家消息，一副想看戏的朝医院赶去。那个孽子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他竟然都不知会一声。爸，说不定小川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大姐，就怕小川被不三不四的女人给骗了，该不会是……哎呀，你们看我这嘴，我就是胡说，你们别当回事。长青，你既然知道胡说，那就少说，显得我们沈家像是没有脑子一样。三姐沈雪堂经过上次送药的事，看向沈长青的眼神十分复杂，那种眼神深穷冷淡，就好像要看透什么似的。小川，你来了。孽子，你还知道回来呀？看看你做的好事。不是你们打电话叫我回来的吗？我都准备好吃席了。沈川看了一下，便知道沈父身体并无大碍，不过是怒火攻心，身体有些虚弱罢了。不过沈父被沈川的话噎住，又重重的咳嗽2声。小川，你怎么能这么跟爸爸说话？他现在被你气成这样了，你一声不吭就做出这种事，你置沈家与陈家于何地？你真的太让家里人失望了。爸，你也别跟他置气，说到底都怪我这个哥哥对他的关心太少了。沈川，看看你哥多懂事，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一样？沈川不接话，他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主动拿出刚买的高价补品递给沈父，却被沈父大手一挥打落在地。沈川依旧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收拾起掉落的东西。这一刹，沈家姐妹只觉得心头堵得慌。她们记忆中的小川任劳任怨、懂事体贴，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让人看起来如此心疼了。小川，东西脏了就脏了，别捡了。爸有事说事，你怎么能一言不合就毁了小川送来的补品？您就只看到小川不顾沈家的颜面，选择跟别的女人结婚，看不到小川为了您的身体曾经卑微的去求一位又一位的中医来研究青烟茶吗？您现在连几句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了。沈父看到沈川落寞捡东西的画面，也有些庆幸与悔意，可一想到沈川做的事情，还是硬着头皮沉声道：“我不想听任何解释，我只要结果。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外面究竟跟哪个不三不四的女人结婚，但是沈川，我告诉你，现在赶紧跟他离婚，然后迎娶明珠。她是我的妻子，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你。混账！你怎么跟我说话的？我看他就是一个狐狸精，不然怎么把你迷成这个样子？沈家主，你们侮辱我可以，但不许侮辱她。你们对我有20年的养育之恩，可我妻子她从不欠你们什么。我知道在你心里，我永远比不过沈长青，他才是你的血脉，而我只是一个被抱错的养子吧。”这冷漠无情的话语一出，沈家人脸色皆变，沈父更是全身紧绷的愣在原地，因为他惊骇的发现眼前这个从小懂事听话的儿子竟然叫自己沈家主。小川，你别这样说。
说。罢了罢了，我知道你们觉得我无理取闹，费尽心思争亲情，可你们以为我是故意不跟陈明珠在一起的吗？他背着我早就和。沈川顿了一下，佯装屈辱的看了一眼沈长青，尽管他这个动作轻微，但还是被大姐沈风情捕捉到。他心中萌发出一个莫名的想法，既然沈家主你不需要我照顾，那我就走了。二位姐姐，以后这就交给你们了。孽子，我养了你20多年，不是让你来气我的。你要是不跟那个女人离婚，就一辈子都别回来。沈川没有搭话，朝门外走去。如今他越是忍让，等到他真正揭穿沈长青真面目的时候，沈家人对他的愧疚才会越高，到时候奖励也会越丰厚。在路过沈长青身边的时候，动作微微一顿。沈长青，沈家尊贵的真少爷，你别忘了你承诺过我什么？时间可不多了。是吗？我亲爱的弟弟，哥哥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份惊喜，到时候希望你还能这么自信。接上集，沈川从医院回来便赶回江家别墅为江之意治疗双腿。阿川，你对那家人可还抱有希望？沈家不配我抱有希望。在沈长青刚被接回沈家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很不安，我渴望亲情与家人，怕自己被抛弃，可现在我只想让他们后悔。阿川，你若有需要便跟我说。老婆，这些小喽啰还用不到你出手，我若是没办法解决，你再来帮我出气。好，不论你需要什么，只要我有。另外，阿川2天后王叔给我办一场迎接宴，你跟我一起去吧。没问题。不过王叔是王氏集团家主王志伟吗？阿川，你认识他？不认识，只是王首富手下有一处私人动物园，当时沈长青诬陷我推他进老虎场地，而动物园员工被沈长青收买了，我想取证自证清白，却直接被人赶了出来。江之意带着不容否知的霸道对一旁女护卫吩咐道：去通知王志伟，让他直接将动物园转移到阿川名下，既然他管不好，那就换个主人来管。我那恋爱脑小姐，你清醒一点，再这么下去，小心整个江家都要被你送完了。好的，小姐，我这就吩咐下去。之意总有一天我也可以保护好你，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所以你在我面前不用顾忌什么，不用那么小心翼翼。江之意看着沈川诚恳的双眸，像是在透过他看很遥远的人，又渐渐的那个人与他慢慢重合。随后沈川开始给江之意按摩针灸治疗双腿。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虽然不能正常行动，但渐渐的已经有了触感。如今得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不然以后还真得吃一辈子饭。严震帮我对外界透露一个消息，就说景泰的总裁医术高明。另外沈家那边合同作废的消息也宣传一下，这场闹剧我想尽快结束了。好的，沈总，我这就安排下去。一时间整个雪城上流圈子都流传着景泰有一名神医，就连在医院上班的四姐沈月淼对这位神医也是崇拜。而此时沈家也得知到合作作废，气氛变得十分压抑。你们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突然叫你们回来吧？长青，你之前还跟我信誓旦旦的保证沈氏跟景泰已经达成合作，现在他们怎么对外选择了另外一家？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此时沈长青早就做好了准备，面对沈父的质问，他没有立马回答，而是佯装委屈的看了沈川一眼，摆出一副愧疚的样子。是沈川导致我没签约上的。长青，有些事瞎说不得，小川怎么会这么做？大姐，之前我与景泰马上就要签合同了，小川把项目人约出去说了几句话后，他们态度180度大转弯，不仅拒绝合作，甚至还辱骂我。小川，我知道你讨厌我，可你不该因为我俩的恩怨毁了沈家的前途。沈川有这回事吗？我确实和景泰项目人见过面，但是后面的话不等说完，沈父再也忍不住，他抓起桌上的杯子砸了过去。沈川，你为何要坏沈家的生意？自从长青回来后，你就处处与他作对。之前你约他去动物园的时候，竟然还想害他的命，你就如此怨恨他吗？早知道你这么养不熟，我当初说什么都不会让你留在沈家。三姐沈雪堂神色仓皇，虽然不知道事情为何突然发展到这种程度，但自从上次送药事件之后，他的心就开始偏向沈川了。沈雪堂下意识想要张口为沈川解释，却被沈川抢先一步。沈长青，你还记得我与你的1周之约吗？小川，什么1周之约？当然是沈长青贩卖沈家机密，我为他保守秘密特此做下的约定。至于景泰为什么不跟沈家合作，沈长青你应该比我清楚。此时沈长青丝毫不慌，早已做好准备，一脸愧疚地看着沈父。爸，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沈家的机密确实是我泄露出去的，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小川了，他得知我被您重用，便视我为眼中钉，故意设计让我签下高利贷，逼我盗取公司机密。这不可能，小川不是这样的人，你说这些有什么证据？三姐，这是他们殴打我时我偷着录下来的。就你也配跟我们老大沈川抢位置？沈家少爷是他的，以后有点眼力见，少在他面前晃悠。沈川，你这个混账玩意，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沈川，就算你手里有我承认贩卖沈家机密的录像，但这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圆过来了。接下来到我反击的时刻了，这次我赢定了。小川，作为哥哥，我也不想搞得这么难看，只要你答应我这2个要求，我就原谅你。第一，你跟我道个歉；第二，你之前设计让我签的高利贷，再加上让我损失了景泰的合同，我粗略算了一下，至少要3个亿的现金流，这笔钱你要还给我。长青，你是疯了吗？小川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三姐，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之前王首富为一位残疾女人来沈家提亲，那嫁妆有多么丰厚，你们也是看得到。而小川结婚对象正是他。沈川听到这话再也忍不住了，整个屋子都回荡着沈川讥讽的笑声。沈长青，是我低估你了，没想到这都被你圆过来。不过按照你的意思，我找人毁了你的合作，甚至逼迫你签下巨额欠款，无外乎就2点：一，嫉妒你比我强，嫉妒你进入沈家工作而我不如你；二，为了钱，对不？沈长青有些忐忑不安，他生怕沈川给自己设置什么语言陷阱。最后还是沈父不耐的冷笑道：不然呢？你不就是想把长青赶出去，不就是为了钱和沈家的继承权吗？沈家主，那你可真是高估沈家这点资产了。
沈家的钱和权我根本看不上，因为我是神医。沈川，我看你是想争权想的脑子出问题了。你要真是神医，你先给自己治脑子吧。沈家主，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刚到中年就有中风前兆，我劝你最好别动气，不然一会抽了，我可宣布开洗了。这时作为医院医生的四姐沈月苗反应过来，小川，你就是神医呀，就是仅靠一副银针就能跟阎王抢人的神医，更是被雪城城主亲自感谢的。我就说那天你来我们医院，背影看起来怎么那么熟悉？经过沈月淼这么一提，沈家众人简直如雷轰顶。沈长青眼看着气氛越走越歪，压下那股恐慌感，开口道：沈川，就算退一万步说，你真的是神医又能如何？你还是无法洗清嫌疑。我这里可有你殴打我的音频。沈长青，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呀，到这地步了你还没看清？长青，你还不明白吗？小川的意思是以他如今的身份地位远超沈家资产数倍，他根本看不上你那点，更别提设计陷害你。不，这不可能。长青，这是真的。小川在我们医院诊治了一位大人物，这位大人物想要感谢小川，愿意拿出2000万投资医院，其中1000万现金已打入小川的银行账户。这番话令屋内众人倒抽一口凉气。沈家人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沈川，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沈长青，至于你说的录音证据更是荒谬，录音里面有我的声音吗？不过你出售沈家机密却是板上钉钉的事，至于是谁逼迫你我就不知道，又或者说根本没有人逼迫你，是你自己想要这笔钱吧。沈长青又气又惊悚，他怎么也想不到沈川居然还有这种身份，如今若是不解释清楚那他就完了。爸，是我错怪小川了，一定有人想要挑拨我们沈家内部的关系，所以利用小川的名字来威胁我，都怪我在外流浪20多年，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是我不配做您的儿子，您不如将我赶出公司吧，让小川回归公司。沈父原本神色怀疑，但是看到沈长青如此痛苦的模样，心又软了起来，怒火悄然消散。看来这件事是误会，长青流落在外，不懂商业上一些陷阱，这也正常，说开了就好了。不过小川你既然是神医，为何不跟家里人说一声，还让长青错意了？如今你是神医也好，这段时间景泰的毁约令公司损失了不少，还有长青高利贷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不如你哟，沈家主，现在需要用钱的时候又成一家人了，我都已经被赶出沈家了，你们的债务和我有什么关系？小川，我们和你可是一家人，如今家里有难你却坐视不管，你就一点都不在乎亲情了吗？亲情从我宣布离开沈家那天就没有。沈川转身就要离开，临走时不忘恶心沈长青一句：你不是说你欠高利贷了吗？既然如此，还是少在沈氏集团露面了。沈家主，你这么注重家族荣耀，应该也不想沈家丢脸吧？爸，你看他。行了，这件事我会想办法。长青，最近你还是别去公司了，在家里休息吧。沈家四姐妹无一人为沈长青说话，她们垂下去的美眸更是充满了对沈长青的怀疑和厌恶。丁，沈家四姐妹忏悔度+1，忏悔度越高奖励越丰富。沈长青，这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而此时江家别墅内，女护卫将沈家内发生的事情简单的重复一遍。小姐，我真搞不明白，同样是儿子犯错，怎么区别对待成这样？因为血脉至亲，阿川对沈家再好，在沈父心中终究不如自己的亲血脉，所以阿川很聪明，他早就知道仅凭这件事是无法扳倒沈长青的，他目的是要在沈家埋下怀疑的种子，经过此事沈家人会开始怀疑沈长青，甚至会主动去试探。不过沈川他可以直接利用景泰在商业上打垮沈家，干嘛要这么麻烦？阿川他应该是想让沈长青体验一下众叛亲离的下场吧，既然如此，我就帮阿川一把，你去通知王叔，让他邀请沈家出席明天的宴会，就说这张请帖是给沈风琴的，但是请帖上面不要写他的名字。江之意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像极了玩弄蝼蚁的掌权者。前世我放弃清北，只为辅佐4个姐姐成为各个行业里的佼佼者，可最后抵不过他们亲弟弟一杯热水。接上即江之意为了帮助沈川快速离间沈家，吩咐护卫去沈家递上一副不带名字的请帖。老大，你收到什么了？这么激动？爸，是王首富派人给我参加宴席的请帖，听说附近数个城市的大人物都为了争这个请帖打破了头。沈父看着这副请帖，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既然是王首富的宴会，你作为姐姐就让长青去吧，刚好公司失去景泰的合同，要是得到王首富的青睐，咱们沈家也能接着在雪城混下去。爸，那我的公司呢？我也需要结识人脉资源呀。你那小公司算什么？以后嫁人了还不得靠娘家你弟弟给你撑腰？这事就这么决定了，而且请帖上面又没写你名字，说不定是王家上次提亲时看中了长青，让你转交的。沈父眼中隐隐带着一丝威胁之色，咔嚓一声，沈风琴只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似乎破碎。沈川看到了没？就算你是雪城神医又如何？我才是沈家唯一的儿子，沈家资源都是我的。等我攀上了王首富的独女，你就等着跪下冲我求饶吧。次日，王家举办的宴会大厅内，听说了吗？江小姐今晚会亲临现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那我特意从太平洋游过来也值了。你那消息已经过时了，我可听说江小姐的心上人在雪城，所以她才会从京都来到雪城，也不知道这位心上人究竟姓甚名谁，不然咱们也能去拜访拜访。今日不是王首富举办的宴会吗？怎么四处议论的都是这位江小姐？沈长青厚着脸皮挤进人群问道：各位，请问你们口中的江小姐是谁啊？你不知道江小姐，那你来这宴会干什么？随后不动声色瞥了眼沈长青身上的服饰，略显不屑地哼了一声。难怪你不知道江小姐的身份，那位岂是你这种级别的地位能打听的？周围的人无一人帮沈长青
清说话，先敬罗衣后敬人。沈长清的服饰早就暴露了他的身份与地位。就在沈长清转身准备离开时，身后却传来一声惊呼声：“沈少，您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亲自去接您呢？对了，小姐怎么没有随您一起过来？”小姐，我懂，我知道小姐不喜欢别人询问她的行踪，我这就不问了。老王啊，这小年轻究竟是谁呀？你咋跟个舔狗似的？能不舔吗？江护卫说结婚证都领了，还不计前嫌让我给沈家下帖子，也不知道小姐看中他哪一点了，就这货色竟然也配得到小姐的青睐。王首富一把拉住沈长清的胳膊，装作很是欣赏的模样，冲着众人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便是江小姐的恋人沈家沈长清。”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尤其是刚才嘲讽的人，此时吓得瑟瑟发抖，脸上的神情除了震惊就是后悔。沈少，刚才是我多有得罪，您这副打扮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您是不是还会打篮球？我这边有一个俱乐部可以免费转让给您，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沈少，您跟江小姐在一起真是郎才女貌啊，待会可以麻烦您给我引荐一下，打个招呼就好。看来那个所谓的江小姐真看上自己了，否则王首富怎么可能如此巴结我？我沈长清果然是天命之子。一时间，曾经高高在上的首富大佬们纷纷对这个年轻人放低姿态讨好，一种无法言语的得意和骄傲充斥在沈长清的心头，这是他这辈子都没有体会过的感觉。各位都安静一下，待会我见到江小姐的时候会帮各位美颜的。另外，大家要跟我们沈家合作，可以跟我旁边老王排个队。哈哈哈！沈长清，没人说你现在像个马楼吗？沈川，你怎么有资格进到这里？给我滚出去！哟，好大的谱啊！我竟然不知你还有这么大的能耐。不过可惜的是，你今天赶不走我。沈川，你真以为你是什么厉害人物吗？区区一个雪城的神医罢了，这里可是各个城市的首富家主，看清楚，这里是我的主场。王首富，麻烦你把沈川这废物给我拉出去。此时王首富却一改常态，他惊惧不安地看着沈川身边坐着轮椅的女人，而其他人也是噤若寒蝉，面色难看。王首富，你愣着干什么呢？没听见我说话？还有这个残疾女人也一并给我赶出去。王志伟听到了吗？还愣着干什么呢？过来把我赶出去啊！该死的，这怎么回事？江小姐，是我错了，您快别开我的玩笑了。沈长清如遭雷劈，死死地瞪着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江之意的沈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女人不是欠王首富一个人情才来沈家提亲吗？怎么变成了江小姐？沈长清，这3秒人上人体验卡怎么样？需不需要我让之意给你再续上几秒？一旁的王首富就是在傻眼明白怎么回事，一想到沈长清狐假虎威的行为让自己差点惹怒小姐，王首富心态都崩了，立即对着保镖命令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个人给我拖出去！”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个女人怎么可能是江小姐？沈长清此时像一条被丢弃的丧家之犬，上一秒是多么的风光耀眼，现在就有多么的悲哀可笑。沈少，还望您多多担待，都怪这个沈长清乱说话，差点让我错过了您这条真龙。只要您一句话，雪城明天就不会有沈家的存在。王家主您客气了，沈家那边的事我自有安排。沈少，我早就看出您是位高风亮节的人士，必定喜欢我家的书法。我前些年收藏了一幅王先知的字画，不如我给您送来。沈川这回长见识了，他知道江之意身份不简单，但看这情形恐怕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恐怖。熬到宴会结束后，与王首富处理好动物园交接事宜，沈川便推着江之意退宴。临上车时，沈川突然停下了脚步。老婆，你等我一下。好。江之意看向沈川消失的方向，朝女护卫吩咐道：1号，跟上去保护他。小姐，你要不要这么小心翼翼？此时的沈长清双眼赤红的盯着停车场出入口，生怕错过沈川的身影。怎么这么不甘心啊？是要请我吃咸鱼吗？你不会以为自己是高启盛吧？沈川，你怎么在这里？怎么一副吃惊的样子？你开的车只配从这里出来，开牢的有另外出口，你在这里可等不到我。你在炫耀什么？你一个被赶出沈家的养子，有什么好得意的？什么景泰总裁，什么沈毅，还不是江小姐在背后替你撑腰？实话告诉你吧，沈川，当时王首富代替他去沈家提亲，只不过被我拒绝了，所以他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你。你只是我的替代品而已。只有我开口，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一个身穿背带裤的男人，是吗？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来就是看你笑话。对了，昨天在沈家发生的事让我很不爽，没想到你还想倒打一耙，妄图诬陷我。不过没关系，接下来我会将你拥有的东西一点点全部抢走，让沈家人亲眼看着你一步一步身败名裂。沈川，我告诉你，我才是跟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人，爸妈跟姐姐只会站在我这边，你休想抢走。沈长清以为说这些话会让自己底气强一点，可看着沈川无动于衷离去的背影，那种难以形容的自信直接击溃了沈长清的防线。异父异母的亲哥哥嫉妒我娶了一个权势滔天的老婆，竟然派人绑架他。接上集沈长清在王家宴会上装波不成反被我打脸，回到沈家别墅时立马动起歪心思。沈川，雪城不允许比我沈长清还能装波的人存在，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而已。此时沈川正带着江之意进行他们第一次约会，殊不知有一场阴谋正笼罩着他们。阿川，你刚刚在笑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俩出门的时候，1号那眼神像是要嘎了我一样，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担心你。1号比较特殊，这类保镖组里并不多，你若想要，我可以让他保护你。我不需要也不想要，我只想有一天能够有那个能力保护你。对了，之意这天气有点热，前面有个奶茶店，我先去给你买一杯，我马上回来。好的。就在沈川走后不久，一群黑衣人走了过来，将江之意劫走了。老莫怎么样？鱼到手了吗？沈少，我办事您放心，一拜一个不吱声。此时沈川发现江之意不见了，着急的从兜里拿出手机，迅速给江之意拨了过去。之意他的手机不可能关机，另外之意身份不凡，周围城市的是首富，见他一面都犹如惊弓之鸟般惶恐，以他的身份地位，谁敢带走他？沈川大脑飞速运转，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给王首富打了过去。之意在你们王氏电影院失踪了。
你说什么？小姐失踪了？她周围不是时时刻刻都跟着保镖吗？今天都撤了，你现在吩咐他们封锁商城所有的出口，不许任何人出去，还有让你的人来接我去监控室。好的，您在监控室等我，我马上就到。此时沈川一进监控室，就看到技术人员在电脑面前不断的敲击着。沈少，王总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监控刚才出现了问题，恢复需要几分钟，麻烦您稍等。快点，我只给你们5分钟时间。没过多久，王首富也赶了过来，整个人看上去无比狼狈，全然没有之前的大佬气质。沈少怎么样？找到了吗？还没有。你们怎么回事？要是江小姐出事了，你们一个都跑不掉。现在最主要的是确定带走她的人是什么身份。雪城的不足为惧，可要是京都那边的仇家就完了。王总，不是我们不想快点，是有黑客正在入侵咱们的电脑。这怎么还牵扯到黑客了？带走江小姐的人该不会真是京都那几位吧？让开，我来。只见沈川修长的手指飞速的在键盘上敲击着，速度之快只能看到一道道残影。此时监控画面显示，一群黑衣人将江之意带到一辆黑色轿车上，虽然有些模糊，但是沈川还是看清了轿车的车牌号。王首富，你想办法给我调取全市的监控，务必给我查清楚这辆车往哪里开，路上的狗都给我看看公明。沈少，江护卫已经去联系江家了，马上就能调取全市的监控。沈川此时面无表情，带着众多保镖开车朝门外驶去，临到门口的时候却被一个人影拦住。小川，你这是要干什么去？要不是认出你的车，我还以为我看错了。二姐快让开，我有急事。小川，我知道今天打扰到你了，我来是有事跟你说的。沈花宁，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让开，要是再不让开，就别怪我。沈川那双眼睛如同死水一样毫无波动，像看死人一样。沈花宁下意识后退了半步，给沈川让开了路。难不成小川出了什么事？我得跟上去看看。沈少已经查到那辆车的行踪了，他们朝着郊区四峰山开去了。我记得那里有一处危险的悬崖，若是他们想要对小姐不轨就完了。沈川脸色不变，心底却波涛汹涌。一行人急速朝着四峰山方向赶去。老板，一切都按照您的安排进行，您的尾款什么时候结？你们放心吧，事成以后我立马把钱打过去。谁不知道我是雪城第一城县沈川，我亲爱的好弟弟，来吧，来踏入我为你精心准备的陷阱之中吧。到时候你的东西全都是我的了。结。此时沈川随着车的轨迹，终于追上了这辆绑架着江之意的轿车。然而等他下车看清具体情况的时候，只见车子前半身都已经悬在空中，仅剩下后半身堪堪维持着平衡。沈川，这怎么办？车子停在断石上面，石缝已经开裂了，估计最多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别慌，你们先用一些衣服想办法连接的结实，我过去看一下具体情况。沈川凑近一看，心凉了半截。只见江之意手脚都被束缚，脑袋朝下扔在后车座上，看着摇摇欲坠的汽车，如今只能以身试险进入车内将人救出来。而此时沈长青站在别墅内，拿着望远镜清楚地看到这一幕，当即从兜里掏出一个遥控器。哟，还真是一往情深啊，把哥哥我都看感动了，安心的下地狱吧，来世记得别与我为敌。一声巨响，地面的石头直接断裂，车头直直的往下滑去。沈川小姐，完了，江小姐一旦在雪城出事，我们所有人都会承担江家长全职的怒火。姐，沈川你这也不行啊，我只是略微出手你就扛不住了，以后我便是沈家唯一的儿子，没有人能抢走我所拥有的一切。1号，你们别好了，不想吃席就先把我拉上去。保镖们顾不得欣喜，连忙将沈川从悬崖下拽了回来。此时沈川右臂因为承担的重力太大而微微发抖，但即使如此，他始终都没有放开江之意。江护卫对沈川称呼也变得真切了许多。沈少，您没事吧？我没事。对了，之意你怎么样？沈川心中一阵后怕，要不是千钧一发之际，他突然爆发出令自己都心惊的力气，恐怕此时沈川已经开启了。随后他将这个念头抛之脑后，将一旁江之意头套拿开，当即他的脸色倏然沉了下来。你是什么人？之意呢？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千万别搞我。刹那间，沈川想通了整件事，这一切都是奔他来的。别装了，我耐心有限，你的身形跟之意有5分相似，显然是局中人。我最后问你一句，我老婆在哪？你要是回答不出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女人感受到沈川散发的气势，身体不自主地抽搐起来，死亡的恐惧充斥在她的心头，仿佛看到太奶向她招手。我说，是一个叫沈少的男人委托的，设计让你意外坠崖。至于你说的女人，我们真的不知道。沈长青，果然是你。随后沈川飞速在手机屏幕敲击着，很快就锁定沈长青的位置。沈川倏然抬头朝着沈长青所在的方向望去，这一眼带着极致的恶语链。怎么我突然感觉这么心慌？按理来说那群人应该会有底线，不会告诉雇主信息。不行，我还是先快点离开这里吧。就在此刻，大门传来声响，沈长青立马愣住了，一入眼便是沈川那张英质的脸，嘴角还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容，莫名让人心里发寒。小川，好巧啊，要不要双排？我压死我贼溜。然而他的话没等说完，沈川就扑了过来。沈川，你疯了！江湖规矩，君子动口不动手，你现在还专朝我这张帅脸来？我老婆在哪里？你老婆在哪里？问我干嘛？问你左右手呀？沈长青，你最好期待之意没有少一根头发，不然的话，我可保证不了我会做什么。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1号给我去搜仔细了，哪怕是桌上的鸡蛋都给我摇2下。好的，我知道了。没过一会，江之意被1号推了出来。当江之意看到沈川浑身是血的样子，眉宇间倏然一冷。阿川怎么受伤了？为什么受伤的不是你们？一股令人瑟瑟发抖的寒气自江之意身上散发出来。他之所以跟着这群人走，他是担心这群人是从京都派来的，一旦暴露出沈川跟自己的关系，他们可不会顾及沈川的性命。他不容忍沈川因为他受到一丝伤害，但没想到沈川还是受伤了，这无意处碰到了他的逆鳞。之意，你没事就好，今天可吓死我了。江之意握住沈川的手，他发现沈川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一股酸涩涌上心头。他什么都考虑了，更有着无畏无惧的底气与能力，甚至做出了自以为最保护沈川的选择，但却忘了考虑沈川的心情。阿川，抱歉了。没事，你没事就好，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你先去车里休息。阿川，别伤了自己，我在车里等你。江小姐别走啊，你还
记得我吗？我是你之前去沈家提亲的沈长青，当初拒绝你是一个意外。江小姐，请你把沈川带走吧，他这样子我害怕。你想多了，我自始至终下聘的人只有沈川，是王叔认错了人才会对你提亲。至于意外，且不说我江之意只是有腿疾，我便是全残，以你的身份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怎么可能？你怎么会喜欢沈川？你明明最先提亲的对象是我，你一定是骗我的。江小姐，沈川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不能不管我。1号，推我出去！一道道惨绝人寰的声音从别墅内传了出来，即使隔着门都能感觉到呼喊着的撕心裂肺。此时沈花宁也跟到了别墅，就听到了沈长青的声音。沈花宁不顾一切的强行闯入进去。小川住手！沈长青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也会毁了你自己的。阿川，只要你想，我可以帮你处理好一切，就算是天塌下来了，我也帮你扛起来。小川，我是你二姐，你冷静点。沈川浑身气势一收，扫了躺在地上的沈长青一眼，告诉沈长青，今天这只是利息而已，他要是能捡回一条命，那就再苟活2个月，2个月后我会取走他的一切。话落，沈川看都不看沈花宁一眼，大步离开。接上集，沈川把江之意救了回来。阿川别皱着眉了，我这不没事吗？沈长青他还没那个能耐动我。老婆，1号只是一天不守在你身边便被别人趁虚而入，今天带走你的还好是沈长青，可万一是其他人，我不敢想会发生什么，甚至你的每一次伤害都是我带来的。沈川看向江之意，面露难过之色，因为他知道江之意双腿残疾是因为他，前世葬身火海是因为他，就连今天的失踪都是因为他。阿川别想了，这只是一次意外，总有一天你会强大到令所有人仰望。先去洗把脸吧，看你今天脏的。好的，之意。江之意看着沈川离开的背影，想起今天沈川所散发的气势，暗自低语道：阿川，等你归来，整个天下将会再次臣服于你。严震，现在我需要你动用景泰的势力全面打压沈家，我要让沈家举步维艰，分寸你看着把握，唯一的要求不要让他们立马破产。沈少，我知道了，从明天开始沈氏将在雪城寸步难行。沈长青，你所渴望的我曾经也很渴望，可惜如今我嗤之以鼻，你应该庆幸我需要完成神明的任务，不然你跟沈家可撑不过2年。恰好此刻医院中的沈长青惊恐地睁开了眼睛。别过来，别打我！沈川，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了我，这都是误会，不要啊！长青，你在说什么？爸在你身边，什么都别怕。爸，沈川他想要嘎了我，他还一直问我1减7，这不难为我只会1+1的选手吗？是沈川把你伤得跟马蜂眼似的，浑身都在漏风，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居然对你下如此狠手，他是疯了吗？此时一旁二姐沈花宁想起沈川最后对他扔下的话，不由对沈长青问道：小川伤人是不对，但是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的伤你。长青，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惹得他对你下这么重的手？他还特意让我警告你，2个月后就会真相大白。二姐，我只是在别墅里度假，什么都没有做。说到底是我抢了他沈家少爷的位置，威胁到了他，所以他才会处处针对我。你也别说什么神医，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一切都是有人在暗中帮他造势而已。这不可能，我看到小川急成那副模样，你不可能什么都没做。二姐，我知道你和小川关系好，我就是一个外来的插足者，哪里配做你的弟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如此偏袒他吧？我就算有哪里不对，总归还是亲人。沈川怎么能对我下这么重的手？沈花宁被这茶里茶气的话气得脸都白了，她不信这中间没有原因，准备张嘴反驳，却被沈父打断了。够了，你看看你弟弟如今的伤势，你不心疼他，反而为其他外人找理由，你还是不是我沈家的人？爸，难道小川就不是我的弟弟吗？有因必有果，若不是长青做了踩到小川底线的事情，小川怎么会如此心狠？你连缘由都没弄清楚，就一昧的怪罪小川，你怎知小川在这个家受了多少委屈与冤枉？沈父听到这种忤逆他的话，怒气冲上大脑，抬起手就想来一个大笔兜。沈花宁没有躲开，而是直挺挺地站在原地，忍住眼眶里面的泪水，就这么看着沈父。爸，你失态了！你们这一群白眼狼，这是要把我气死好继承我的家产吗？爸，您别生气，我不会对小川追究的。虽然他那么恨我，甚至把我伤成这样，但我愿意原谅他，就当补偿我抢走了他的亲情吧。您别为了我和姐姐们吵架。一旁大姐沈风情皱了皱眉，沈长青不就事论事，把原因说清楚，直接劝和是什么意思？这副绿茶姿态令他越发觉得不对劲。他正想开口，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当即脸色就变了。爸，公司出事了，之前与咱们沈家定好合作的合作商现在突然违约，还有几个负责人收了钱跑路了。这怎么可能？之前明明合作的好好的，怎么会违约？你赶紧跟我去一趟公司。沈父准备离开，但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冲着沈花宁呵斥道：你也给我滚，别留下来刺激你弟弟。求之不得。还有你沈长青，别天天在爸面前装老好人，搞得好像所有人都做错了事，就你宽容大量不计较一样。曾经我那么相信你，对你那么好，没想到我就是个小丑。沈花宁看也不看其他人的反应，决然的大步离开。刚出医院大门，就忍不住给沈川打了个电话。小川，对不起，我真的没用，我什么都解释不清楚。爸妈现在已经知道你和长青的事情了，他们对你的意见很大。如果你给我打电话只是为了说这个，那我们没有交谈的必要，2个月后你们都会明白。阿川，你还好吗？要不你先回去，有1号陪着我就行了。没事，我就在这里陪着你就好了。突然楼下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赵总之前跟您谈合作的时候，明明很顺利，连合同都拟好了，怎么突然就不签了？如果您是觉得让利少了，都可以商量的。就你那点3瓜2枣我还看不上，趁现在还有时间把公司卖了，不然我怕你得上天台。赵总，您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可以指点一下吗？我只能说你得罪的人
人全是滔天，你就自认倒霉吧。你也别想着在这里能找到合作商，静静等待那位大人物的审判就好了。就在沈父准备离开时，突然看到江之意被自己需要仰视的大佬，在他面前竟然半弯着腰，就连说话的语气都小心翼翼。那个女人是跟沈川结婚的那个吗？她究竟是什么身份？不，这不可能。沈川区区一个养子，怎么可能攀上这等权贵？接上集沈父被人羞辱从酒店离开。阿川在看什么呢？这么出神？没什么，只是看见个熟人。就在两人谈话间，身后突然插进来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江小姐在下李书生，冒昧打扰了，刚才人太多，没跟你说上话。知道我讨厌被打扰，还敢上来搭话，你就是畜生也不行。是我的错，一时激动竟然忘记小姐的习惯。我也是远远看到小姐和沈先生两人在一起时琴瑟调和，恩爱非常，就跟电影里面的神仙眷侣一样。这明显奉承的话落下，江之意不仅没有动怒身上的威压，反而骤然消散，唇角略微扬起。是吗？我也这么觉得。当然，在场的诸位谁看了不称一声好？也就我不要脸，竟然敢来讨一个喜气。行了，接着吧，这没丹药就当让你沾沾喜气。多谢沈先生，您若是不介意，直接叫我小李就行。行，我记住了。那之意我们走吧。那我送您二位一下。真该死啊，这都让他舔上了，那可是上京江家的大小姐啊，随便露一点好处，家族生意起码上升几个台阶。此时李书生舔着笑将两人送上车，临走还不忘刷一波好感。突然一道人影从角落里冲了出来，直奔李书生。李总，我终于见到您了。你们从哪来的？沈先生突然出现点意外，遇到了不知死活的人搭讪，你们先离开，这里我来处理。沈川，你怎么在这？沈川下意识顺着李满的目光望去，对方诧异的眼神与沈川冷漠的目光撞到了一起。正当他准备开口，下一秒汽车便启动了。阿川，你认识刚才那人？认识，并且还很熟，他就是陈明珠的父亲。江之意听到陈明珠这三个字，美眸中闪过一抹戾气。老婆别皱眉了，区区一个跳梁小丑，随便一句话就能解决。上一世沈川被赶出沈家流浪街头时，陈父可没少讽刺挖苦他，而此时陈父也认出了沈川，一想到沈川居然跟陈明珠退婚，跟另一名女人在一起，一时间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你认识刚才车上的人？您说沈川，我们确实很熟悉，我是看着他长大的，真是没有想到今天居然会在这种地方看到他。要不是您在这里，我一定要好好问问他。陈父咬牙切齿地咽下这口气，眼中神色复杂，但这表情落在李书生眼中就变得意味深长了，顿时收起往日的倨傲。原来您是他的长辈啊！你这次过来是为了合作对吧？明天来我公司吧，只要合同没什么问题，到时候我们直接签字就可以。您这是同意跟我们陈氏合作了吗？一家人还说什么两家话？要不是因为遇见他，我都不会考虑跟陈氏签约的。李书生想要将这个功劳记在沈川的头上，哪成想陈父看到他一脸猪哥的表情，眼神顿时变得微妙起来。难道李总是因为明珠才签约的？要不然怎么一口一个家人？明珠你就委屈一下了，男大三抱金砖，男大30送江山。李总我懂了，那你就赶紧去办吧，明天来我公司签合同，记得替我美言几句。待李书生走后，陈父心中升起一股豪气，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其中年穷，如今有李总给我撑腰，沈家算个屁。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沈川退婚这是没完。随后便朝着医院走去。陈伯伯您怎么来了？怎么我来还要通知你这个小辈不成？你爸呢？叫他出来。当初我女儿被沈川强制退婚，你们承诺一定会给陈家一个说法的，现在他都另寻新欢了，你们的说法呢？陈伯伯，这是我们沈氏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现在父亲在外面，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如今雪城谁不知道你们沈氏被人打压都快混不下去了。原本你家强我家弱，我一直处处忍耐，可现在我和李氏集团的总裁马上就要签约了，你们沈家算什么玩意？看来您今天是来者不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就2个条件：一，让沈川给我女儿磕头道歉；二，你们沈家要给我女儿赔偿20%的股份。这不可能，这事可由不得你们。今日你们要是不给个说法，可别怪我联合李氏打压你们。此时病床上沈长青眼睛转了转，一条计谋涌上心头。陈伯父，您在这跟我们生气没有用，他为了结婚甚至不惜与沈家断绝关系，你不如去找找他那个残疾老婆，他俩才是一家人。而且你想要的赔偿我们沈家给不起，但沈川跟那个残疾老婆轻而易举就能拿出来的。你说什么？沈川结婚了？沈长青有些幸灾乐祸的勾了勾唇，他可是十分嫉妒沈川能吃上一口软乎的。哎呀，明珠没有告诉你们吗？陈伯父，你要是想要说法和补偿，不如直接给他打电话。好，我来给他打电话。电话一接通，陈父就眯起危险的眼睛，开始摆谱怒喝：沈川，我还不知道你居然这么有能耐呀，竟然背弃陈家的婚约跟一个残疾女结婚。现在我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限你1小时内到医院来给陈家一个说法。至于补偿我家明珠的事情，等你来了再谈。道歉的机会，我以为陈明珠已经够不要脸了，但我没想到你们比他更甚，还想问我要说法和补偿，你们配吗？陈父眼睁睁地看着电话挂断，心里的怒火蹭蹭蹭往上冒。沈长青颇有些看热闹不嫌事大，但表面上却装作一脸真诚。伯父，我听说沈川在景泰上班，我建议你们面对面谈一谈。长青，哎呀，大姐，我不是故意泄露小川的地址的，我是想解决问题，我是办错事了吗？我知道了，我不会饶了沈川的。前世我被沈家赶出家门，青梅父亲嘲笑我像条狗一样狼狈，如今我抱上老婆大腿，他在我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个。接上集，陈父从沈长青病房出来后便直奔李书生公司而去，而此时李氏办公室内，李书生正盯着空盒子发呆。没想到沈先生还有如此本事，本以为他只是江小姐的面首而已，没想到仅仅一枚丹药就能让我牛起死回生，我李某人后续有人的机遇可能就在他身上了。就在李书生犯愁怎么讨好沈川时，秘书突然打来电话：李总，陈氏集团陈总说要来找您签合同，您看放他进来吗？让他们去会议室等。
等我，我马上就过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陈明不是说他是沈先生从小认识的长辈吗？这下通过他可以向沈先生买几颗丹药。而此时陈父和陈母面露拘谨地坐在办公室内，当李书生看到只有2人的身影时，神色有些失望。怎么就你们过来了？这话落在陈父耳中就变了味，理解成李书生很失望陈明珠没有管。李总，他最近不太方便出门，咱们还是先看看合同吧，以后有的是时间认识。我看是你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吧。既然陈家这么不在意这次合作，那这合同先别签了。我的目的很简单，把沈先生约出来，他不来我不签。沈先生，不然你以为我说的是谁？李总，不知您找沈川干什么？我找沈先生与你有什么关系？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感情你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陈家主我见不到沈先生这合同的事情就别想。老公，这李总为什么多次提起要见沈川？他们俩不会是有什么交情吧？你觉得可能吗？他一个没权没势的沈家养子，我看李总8成对沈川有仇，不然为什么一提到沈川，李总的脸色就沉下来了？那怎么让沈川跟李总见面？沈川可不会听咱们的话。不听话，那是我没用上手段。他以前不是最在乎那4个姐姐吗？陈母不知道为何心中的不安情绪越发浓郁，但他又想不出来哪里不对劲。而此时沈川面无表情来到了指定的包间。哟，我当陈明珠的不要脸是怎么来的？原来是遗传你们的，亏你还是长辈，你居然用4姐他们的工作来威胁我，啧，真是下作。小川，你还是太年轻了，成大事要不拘小节，目的达到就行了。行了，我很忙，可没时间看你在这里装播。沈川压根没把陈父的威胁放在眼里，沈氏集团都要被他害得破产，他还能在乎4位姐姐的工作？之所以赴约，单纯好奇陈家人突然底气十足的翻脸是有什么依仗？算了，谁让陈伯伯大度呢？你跟陈家的私人恩怨都先放在一边。今天有一位大人物想要见你，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好好的表现，让那位大人物解气，我可以考虑原谅你。话音刚落，门口就传来了脚步声，只见李书生怀着激动的心情大步而来。沈川，这位就是我说的李总，看到长辈还不过来打招呼？不碍事不碍事，是我贸然约见沈先生，打扰沈先生了。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想见我呀。你小子怎么跟李总说话的？这顿饭我看你是不想吃了。不想吃那就都别吃了。此时李书生哪怕再傻也明白2人的关系不是他想的那样。陈二狗，你自己想找死别带上我。沈先生，这都是误会，我以为他跟您关系很好，您看如何处理？我与陈家主可不熟，你想怎么处理无需问过。陈二狗，从今天开始我们李氏集团跟你的合作就此作废。李总，您这是什么意思？还没明白吗？我之所以答应签约是因为沈先生，真不知道你们陈家有什么能耐敢在沈先生面前叫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一番话像是晴天霹雳砸在陈父的头上。这不可能，沈川不就是个野？不等最后一个字说出来，李书生直接将陈父踹飞出包间。沈先生，我之前并不清楚这陈家与您不熟，还以为陈家跟您是关系十分好的长辈，还望沈先生不要在意。行了，你兜了这么大的圈子，究竟找我什么事？沈先生，既然您问我就直说了，您送我的丹药效果十分神奇，不知您是从哪里得来的？若是方便的话，我想再买几颗。那丹药是我亲自炼制的，另外你只需要再服用1枚，今后你想要孩子的问题不大。沈先生，以后您就是我的恩人，这份人情我李某一定铭记于心。区1颗丹药而已，不必如此夸张。沈先生，以后只要我们李氏集团的产业，您拿着这张黑卡便可以免费享受最高待遇。虽然以江小姐的身份，您估计什么都不缺，但这是我的一番心意，还望沈先生不要嫌弃。行，这卡我收了。沈先生，说实话，之前在宴会上看到您跟江小姐走在一起，我们都有些不太服气。如今一看，能令江小姐看上的人果然不同凡响。以后您一句话，我小李为您马首是瞻。在李书生特意讨好下，2人在愉快的氛围下分开。沈川正要往外走，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沈川，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启泰，怎么是你？眼前的男人是他大学时的室友。沈川，今天一些玩得好的同学在这里吃饭，你没有收到消息吗？我换了几次号码，很多信息都丢失了。再说了，我并不习惯这种聚会。原来你不知道啊，我还以为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你是不好意思进去呢。沈川表情寡淡了不少，眼中隐隐有些失望。社会果然是一个染色缸，会让单纯天真的人变得虚荣，变得开始攀比。我还有事，你们聚吧，我先走了。别走呀，咱们好不容易遇到，吃个饭再走吧。这次可是那位叶少请客呢。是吗？此时沈川眼中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骑着共享单车参加同学聚会，老班让我跪在饭桌中央，所有人都知道我只是沈家被赶出来的养子，就等着看我笑话。接上集，沈川刚从包厢出来就被昔日老同学拉去参加同学聚会。哟，这不是雪城大名鼎鼎沈家的沈少爷吗？自从毕业之后连群都退了，是瞧不起我们这种穷同学吗？不过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是不是路上堵车了？难道你没开牢吗？不像我开牢的，从来都没有堵车过。开口的人叫叶乐章，不管是家境、能力、颜值，通通落后沈川半步。就因为这半步之差，叶乐章大学当了4年的万年第2。叶少，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沈川早就被沈家赶出来了，区一个养子罢了，哪能跟您相比？低调低调，我也仅仅是继承了一个年入几千万小公司，也就是每天在8000平的卧室起床吧。我去，这么老的套路也能被我遇见？他不知道现在同学聚会打脸都被拍烂了，这下观众大大们又得说我小李水剧情了。沈川，想当初你也是跟我叶少平起平坐的，我看你如今这般落魄，要不来我公司当个保安，1个月给你开1万如何？呵呵，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曾经同学一场，我也不想跟你们闹得太难看。不过我有一句话想送给你，没必要在我面前秀什么优越感，你混得怎么样跟我并没有关系。沈川真以为你还是沈
氏集团的继承人呢？今时不同往日，你这又傲又冷的性子收一收，别让社会教你做人。不过也是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既然如此，那你自己吃的东西就自己付款吧。沈川面无表情看着叶乐章，从进来到现在，他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过。这叶乐章完全是仗势欺人吧？这些东西多少钱？不多，区10万而已，也就沈少之前1天的零花钱罢了。你不会拿不出来吧？沈川眼中翻涌着一丝冷意，忍一时心肌梗塞，退一步乳腺增生，有怨气还是当场解决的好。叶乐章就像是看不见一样，还在不断挑衅。我知道你没吃，但是你没发现你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将这桌好菜都熏坏了吗？叶少，我知道是穷酸味，我说对了吗？小甜甜，你可真聪明啊！沈少怎么不说话了？不会你现在穷酸的连10万都拿不出来了吗？难怪你会娶了一个残疾女人，也不知道她能不能生育。后面的话猛地戛然而止，叶乐章被沈川散发出来的气势所吓到，随即整个包厢响起撕心裂肺的痛呼声。这10万请你们吃饭还不如喂狗，不过这10万给叶少爷当做医药费倒是合适。我虽然离开了沈家，但付你半条命的抢救钱还是够，我一定会送你好好的治疗。沈川，你会打有个屁用！现在时代变了，出来混要讲势力和背景，我爸要是知道了，可不会饶了你。姓叶的，我这个人的脾气不是很好，你骂我没有关系，但不该诋毁我老婆。你是不是在想等我出了这扇门就完了？你真的以为我会怕叶家吗？沈川，沈家已经把你赶出家门，你现在就是一只丧家犬。过几天就是4年1度的校庆，学校那边不关注豪门的事情，肯定会请你出席。你要是还想出席结交人脉翻身的话，你就立马跪下向我道歉，不然的话……沈川没有说话，上去又是10几个大笔都赏给他，不然怎么样？说出来让我听听。我错了，我错了，咱们君子动口别动手。沈川，你等着，我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谁拳头硬谁就说话横，到时候你就等着给我跪下来向我认错。叶乐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服不服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但你不该拿我老婆开玩笑。2个月后就是我的婚礼，到时候我会给你们一发请帖，让你们这群垃圾亲眼见证一下我老婆很好，全雪城都找不出第2个她。另外不要再让我听到你们说她一句坏话，我可是真会下死手。说完，沈川准备出门，就在这时，齐泰带着餐厅的经理冲了过来。谁这么大胆子，居然敢在海洋餐厅闹事？知不知道这是李氏旗下的？经理，就是他在这里闹事，他可是一点都不给李总面子，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他，给我打断他的手。经理皱眉打量着面前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此时沈川不紧不慢从兜里掏出了李书生给他的黑卡，朝着经理所在的方向甩了过去。这可是李氏集团旗下的餐厅，你以为是你随便一张卡就能收买的吗？今天你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李总跟叶家都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闭嘴，别扯上李总。在众人震惊不解的注视下，经理恭敬地将黑卡递给沈川，连头发丝都保持着客气与卑微。先生您先离开，这里我来处理就好。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待沈川走后，经理收起刚才的笑脸，露出严肃的表情，对众人说道：作为过来人，我劝这位什么少爷一句，别想着报复，有些人不是你们能动的，好自为之吧。说完看都不看众人一眼，转身便离开了。齐泰，都是因为你，你拉沈川那个杨子过来干什么？叶少，我只是看到沈川跟您说了一声，是您吩咐我说拉沈川进来吃饭的，您别装播不成就埋怨我，挣你这200元子可真费劲。滚！你们都给我滚！叶乐章阴沉个脸，不知道在想什么。而此时江家别墅内，阿川，我的腿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并且我似乎能稍微控制一下它了。老婆，再给我一些时间，不出2个月你一定能彻底恢复。好，我相信你一定能恢复的。江之意并不在乎能不能恢复，他连自己的命都不太在意，这些年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也不过就是求一个沈川。如今看到沈川这么高兴，他便觉得值了。就在这时，沈川手机响了起来。沈先生，您的丹药真是神了，我头一次体会到吃上细糠的感觉。李总注意身体啊，只要这2个月养好，老年得子说不定就快了。沈先生，以后您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对不推辞。我也不跟你客气，我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不知李总的拍卖会缺不缺雪城神医的面诊名额？您就是那位被雪城城主亲自提名的神医，果然是大隐隐于市。虽然城主府为您证明过实力，但最上层的那个圈子估计会观望，等流程都准备好了，我通知您。李满态度多了几分真诚与姣好，这一次在李满心中，沈川不再只是江之意重视的男人，而是沈川他自身。快了，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等这一切布局结束，神明你给的奖励可别让我失望。我放弃清北招揽，只为辅佐沈家晋升一流世家，可到头来因为养子身份被赶出家门，如今我成为雪城万人敬仰的神医，他们又开始后悔。接上集，沈川让李书生为他举办一场拍卖会，一时间雪城的名门望族都朝这边赶来，就连叶乐章也听到风声前来巴结李书生，想借此报复沈川。我去，沈川他怎么会在这里？竟然还朝 VIP 室走去？难道他是偷跑进来的，想借此抱上神医大腿？这时拍卖大厅内，李书生笑容温和地站了出来。今天这场拍卖会比较特殊，是我极力宣传的，各位也是因为相信李某才会赏脸而来，我也不跟大家兜圈子。今天的第1位拍卖品便是神医的面诊名额。李总，既然知道我们来的目的，那就别浪费时间了，赶紧拍卖吧。对，快点开始，我们也想见识一下被城主亲自承认的神医有没有这么神。那我也不废话了，神医面诊名额底价100万，每次竞价不得少于10万，价高者得。话音刚落，一声又一声的竞价起此彼伏，直到800万的时候才逐渐慢了下来。而此时沈川在包间内淡然地看着这一幕，看来大家对于我的实力还是有所怀疑。不过没关系，经过这次，我要整个雪城上流世家都已被我面诊为荣。800万还有加价的吗？恭喜这位宾客拍的面诊名额，我相信神医的医术不会让你失望的。你先带这位先生去 VIP 室。这时众人才注意到男人身边坐着一位面容惨白、昏迷不醒的中年女子，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这种半截身子都要入土的病人，神医真的能治疗吗？我看是悬了，花这800万估计也是赌一把吧。这一看就不是普通医师能治的病状。在众人没注意的角落下，叶乐章也悄悄地跟了上去。而此时 VIP 室内，您便是李总
总口中的神医吧。你好，你好，这是我爱人。2年前他出了一场车祸，伤了大脑，一直无法苏醒。应该不止这些吧？他身体的温度也异于常人，肺部多半已经感染了，还伴有吐黑色液体的情况。神医您全说中了，这种情况能治好吗？他的病确实很严重，好在你今天拍下了面诊名额，不然再过几天恐怕……您帮帮我吧，哪怕是付出我全部身价都可以。我没说我治不了他，你去门口看好，别让任何人进来。我接下来要为你爱人针灸，不能有任何失神和马虎。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其他人进来。男人不舍得看了女人一眼后大步离开。此时沈川将女人推到适合针灸的位置，大喝一声小李18针。10分钟过去，女人的头部已经密密麻麻插满了长针。这性针手法看似困难，实则也不简单。你这病放在京都那边都没几个名医敢接。接下来你能否醒过来，全靠这最后一针了。想想你老公他那么在意你，肯定不忍心看他一个人生活吧？给我苏醒过来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紧接着紧闭的房门被强硬的踹开。沈川，让我抓住了吧！你偷跑进来想巴结神医的诡计已经被我识破了。叶乐章，你这是在找死！若不是最后一刻他及时收敛心神，恐怕那一针便会出现不可挽回的失误。不仅这个女人一辈子都不会醒，就连李总的信誉跟他的名声都会被毁得一干二净。你这个混蛋竟敢强闯这里！你知不知道这包厢是治疗室？若是你破坏了我老婆的治疗，你承担得起后果吗？你这个蠢货，你懂不懂？我这是在为你好。是这小子趁神医不在提前进入治疗室想骗你，你赶紧叫李总将他抓起来。你在说什么？我认识他，他就是被沈家抛弃的养子，而且根本就没有学过医，还愣着干嘛？去叫李总过来啊！男人看到叶乐章言之凿凿的样子，又看到沈川不解释，纵使相信沈川，但也有些慌了。这时一道严肃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都吵什么？这怎么回事？李总，我发现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沈先生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我处理吗？这人说我是偷溜进来的，还叫嚷着让你来抓我。岂有此理！您可是堂堂的神医，怎么可能需要偷溜进来？这不可能！沈川他以前跟我就是一个学校的，我了解他，他怎么可能会学医呢？还这么厉害！看来是我这段时间太仁慈了，区区一个中流世家的少爷都敢在我面前肆意妄为了。你给我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让他知道得罪沈先生的下场。沈川，不沈少，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千万别让他把我带走呀，不然我叶家可就完了。沈川神色淡然，别说一句话，连个眼神都懒得给。都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沈先生，这里太乱了，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不用了，患者已经醒了，等会拔完针后我就要离开了。半小时后让他把丹药服下去，到时他便彻底恢复了。沈先生大恩不言谢，在雪城我也算一个人物，有什么事您说句话就行。李书生站在一旁，心中的大石也落下。他将沈川的面诊名额放在拍卖会上，需要很足的勇气。万一出问题，李家也要负责。可要是治好了，那李家跟沈川也是共赢。这时一名保镖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李总，外面的宾客得知治好的情况闹起来了，纷纷要求见神医。老李这边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只负责治疗，就先离开了。好的，沈少，您从一旁的暗门走就行，这里就交给我吧。而此时沈家别墅内，沈父的手机都快想冒烟了，全是雪城上流世家的家主所打来的。爸，怎么回事？今天怎么这么多大人物给您打电话？不会是咱们要破产了，纷纷想来吃块肉吧？不是，他们都是求我帮忙约沈神医见一面，并且还有几家向我们沈家许诺，只要见面就能签约上亿的合同。小川也太厉害了，他的神医之名竟然在雪城上流圈子这么抢手，果然再有钱的人也惜命。要是小川现在在家就好了。爸，要不然咱们去给小川道个歉，给他找回来吧。然而话不等说完，只见沈长青阴沉着脸哼了一声：我出去逛逛，晚上不回来了，你们不用等我。沈长青这是抽什么风？不过也是，今天这么多大人物求见小川，估计又是嫉妒了。够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吵的？老大，你跟我来书房一趟。此时离开沈家的沈长青红着眼睛来到了江家别墅，看着眼前宏大辉煌的别墅，眼中跳动着名为嫉妒的火焰。如果当初我没有拒绝江之意的提亲，现在住在别墅中的人应该是我，今天被大人物讨好的人也是我。沈川别怪我，他最先就是向我提亲的，我现在抢回来也是应该的。这时前方突然出现江之意的身影，从沈长青这个角度看去，金贵自持又带着独有的孤傲与冷艳。放肆！什么东西，竟敢用这么恶心的眼神看我家小姐？江小姐，我是沈川的哥哥沈长青，我这次来是专门跟你道歉的。上次绑架事件都是误会，不过咱们能相遇便是缘分，不如我请您出去吃顿饭聊聊。滚！你碍着我的眼了。江小姐，我会唱跳打篮球比沈川更优秀，我知道你肯定气我拒绝了你，可那不是我的本意，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好吗？沈长青咬了咬牙，他一个箭步就窜到江之意的面前，做事就要拉他的手。就在这突发时刻，一只大手抢先一步扣住了沈长青的胳膊，下一秒沈长青直接腾空。沈长青，你在找死！沈川，你为什么啥都要跟我抢？你分明知道当初他想嫁的人是我，不是你。阿川，他是不是被你伤了脑子？没事，他一向都这么普信。沈长青，看来你还是不懂，从一开始之意向沈家提亲的便不是你，而是我。另外，我之前不离开沈家是因为在乎那点微薄的亲情，可惜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了，赶紧滚吧！沈家养育他多年，他前世已经还了一条命，恩怨两清，但今生今世他不会再忍耐半分。一旁江之意看着沈川那从容笃定的神情，唇角不自觉的上扬，美眸中闪过一抹怀念与恍然。我不信你根本就不在乎沈家，你不过是想羞辱我，绰绰不如你罢了。难怪你当初会跟陈明珠退婚，转头就跟江小姐扯了结婚证，你分明就是知道了江小姐的身世地位，你贪慕权贵却非装的什么都不在乎的清高样子，你恶心给谁看？真是个小可爱，爱咋想咋想吧，反正就1-2个月可活了。老婆，晚上想吃些什么？都行，你做什么我都爱吃。沈川，今日之辱我一定会100倍1000倍还给你。
给你。前世我为沈家掏心掏肺，可最后落了一个扫地出门的下场。重生归来，我成为雪城万人敬仰的神医，他们开始后悔了。接上集沈川将沈长青赶出江家别墅后，沈父又紧随其后，而此时沈父看着沈川跟江之意温馨的一幕，不由一阵恍惚。有多久没有看到小川这样发自内心的笑了？难道真的是自己太偏心了吗？所以才把懂事听话的小川给逼出了沈家。沈父看着手中的礼物，觉得有些烫手，苦涩的走到守在门口的保镖身边，麻烦帮我把这东西送给沈川。请问您如何称呼？我好跟沈先生传达。你不用说，他看见礼物就知道是谁送的。而此时江家别墅内，沈川看着从袋子里拆出来的围巾，不由冷笑一声。因为沈长青嫉妒，沈母心疼不已，表示不再给沈川织围巾了，以后将自己的那份不及沈长青。迟来的深情比草轻贱，失去了才来挽回，迟了。阿川，怎么了？没事，突然想起一些往事。之意，待会让人帮我把这围巾扔了吧。好的。对了，阿川，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刚才王家那边跟我打来电话，说我爷爷从京都那边过来了。啊，爷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礼物？我现在就去准备。江之意仔细观察沈川的神色，确认没有抗拒后，心中有着说不出来的心悦。他应该是一个闹腾的小老头，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再说，我不会让他来这里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的沈川还不够强，还不足以面对京都的风云。他既不敢也不舍得将沈川带到江老面前，因为江之意无法保证沈川不会受到委屈。这时陈明珠父亲打来电话，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氛围。小川，你快来医院一趟吧，明珠她要想不开了。我现在有事过不去，再说了，给打我电话干什么？我又不是殡葬行业，咋的？要我免费跟你送一程？小川，我知道你跟明珠之间有解不开的误会，可这孩子真的太爱你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会打电话给你。对了，明珠她说她手中有你感兴趣的证据，你来后说不定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老登，以后直接说重要的事情就行了，待会把地址发给我。一旁江之意听到陈明珠的声音，努力压下自己这股病态的占有欲。明明沈川已经给够自己安全感了，可他依旧觉得还想要更多。阿川，我等你回来。好的，之意。此时病房内，陈明珠面色苍白的躺在病床上。阿川，你终于来了，我以为我到死都见不到你了。陈明珠，别演戏了，直说吧，究竟什么条件才能让你交出沈长青的证据？阿川，我们之间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我们不是交易，我从来没有想管你要什么。既然你什么都不要，那就直接将证据给我吧，我也看过你了，你也可以安心咽气了。沈川两句话直接噎得陈明珠说不出话来，可他一想到沈川如今在雪城的权势，不管沈川如何厌恶他，他都要抓住这棵大树。阿川，你想要的证据我可以给你，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跟江小姐结婚我不在乎，但我还爱你啊，我想一直陪着你，哪怕见不得光都可以，只要你答应沈长青的证据我全部交给你，陈家的势力也任由你支配。陈明珠，你配要什么？阿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跟你在一起不止侮辱了我，更侮辱了之意。至于证据你爱给不给还想来威胁我，真是给你脸。以我现在的权势，沈家存活亡皆在我一念之间，别以为沈长青的证据对我很重要，我只是想让这场结局更有戏剧性吧。既然你看不上我，那你来干什么？难不成专门羞辱我来了？我来是以为你能说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没想到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愚蠢。好在我早有预料，并未对你有太大期望，我来是有另一件事邀请你。陈明珠眼前一亮，心中萌生出一丝期待，然而下一秒陈明珠看到对方拿出来的东西，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点。沈川，这是什么？这是我和之意的结婚请帖，下个月底我们将会举办婚礼，你若是没死，那就来参加吧，到时候我肯定送你吃花生米。不可能，我不会参加的。随你便。另外告诉你一句，今天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老婆非要让我来看看你，别以为你的生死会对我有所干扰。说完，沈川转身便朝门外走去。阿川，不要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陈明珠这时才知道他再也无法挽回沈川了，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此时门外多了一道人影。沈长青站在门口，脸色黑得几乎能滴出水来。为什么一个两个都喜欢沈川？是我身穿背带裤不够迷人吗？与此同时，雪城机场，江之意爷爷江老兴冲冲地下了飞机。老爷子，就咱俩来雪城太危险了，要我说还是给小姐打个电话，万一出点什么事小的，担待不起呀。不行，以我那个孙女的性格，若是我不施一些苦肉计，她一定会强行将我送回京都。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调查她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雪城。我不是怕了她，这个家还是我当家做主的，你懂吧？懂，我懂的。不过您突然来这，知道小姐住在哪里吗？江老顿时沉默了，他光想着怎么使用苦肉计了，完全忘记调查江之意所在的住所。因为江之意很久以前便有自己的产业，处事果断又神秘至极。他在雪城的房产并不是江家的。有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只要我伪装成一副生病的样子，之意就算再狠心也没法让我回京都。您确定这是靠谱吗？接上集，江老为了让孙女江之意返回京都，不惜使用苦肉计。家人们谁懂呀？我都这么大的岁数，连看诊的钱都没有，现在还发着高烧，坐在医院门口，儿子儿媳全部在身边，唯独有一个孙女还远在千里之外，1年都见不上2次面。江老特意佯装哭泣，同时停止了手机录制，心中暗想，只要将这段视频发给江之意，对方应该肯定会过来接他的。然而刚喜滋滋的抬起头，就看到手中多了100块。不是，你这孩子什么意思？这位老人家，我知道你很感动，但是你先别激动，我现在还有些事要处理，手里只有这些零钱，若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姓沈。你别走啊！沈川错以为江老被感动了，殊不知江老气的胡子都要飞起来。他堂堂江氏集团的总掌舵人，身价万亿，这传出去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就在起身追的时候，却和暗中跟踪的沈长青撞了个满怀。此时浑身散发怨气的沈长青，路过的狗都得挨一个大笔兜。当两人再次醒来，便在局子里。妈，都是这个老头先跟我动手，我是无辜的。这么大岁数还来街上碰瓷，我告诉你，你想讹诈我们沈家的医药费，做梦！原本沈母还想在冷
冷嘲热讽几句，可不知为何与江老对视时，他竟莫名头皮一麻，原本准备好的话全都噎在嗓子里。沈长清也有一种如芒在背的忐忑感。妈，我们走吧，跟这种底层人说话，真是拉低了我们的身份。此时江老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冷意。就在这时，一群黑衣保镖走了过来，为首的女人虽然坐着轮椅，但依旧无法遮掩她不怒自威的气势。爷爷，你都多大的人了，还学那些年轻人跟人斗殴，最后还闹到这里来。之意刚才你没看到，竟然有人对我大放厥词，这事不办，我走不了。行了，爷爷别装了，这事我会替你处理，你不用管了，直接回上京吧。江之意，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你若是逼我走，我就拿面条吊死在这里，你看我敢不敢？我可告诉你，这事要是传出去，你就是大逆不道。江之意沉默了，轻叹一声，静静地看着江老。爷爷，我不让你留在这里，肯定有不让的理由，您当真要逼我？江老原本想硬着心肠答应，但看到江之意这双清澈的眼睛，他迟疑了。曾经可爱乖巧的孙女，如今变成了冷漠无情的魔女。长辈与孙辈比试，终究是无法赢的。我知道了，明天我就走。虽然不知道你为何要待在雪城，但我提醒你，你的时间不多了。爷爷，我自有分寸。另一边，沈川出了医院，前往停车场，突然一辆汽车骤然停在了他的面前。沈神医，我们家先生请您治病，跟我们走一趟吧。如果我说今天我就是不去呢？我们也是听人办事，您还是跟我们去一趟为好。你们算什么东西？我是你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吗？若我今天非要走，你们能奈我如何？若是真心求医的患者，沈川不会拒绝，但这家人明摆着欺负人。若是他沈川随意被人吆喝命令，这事传出去，难保不会有人为了治病绑架囚禁他。他还怎么扩展自己的人脉？沈先生，我知道您能打，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如今是美式居合的时代。是吗？你这美式居合也不行呀！就在这时，车上下来一名西装革履的男人，浑身散发着儒雅高尚的气息。不愧是李总极力推荐的神医，您这银针点穴的本事当得起这个名号。怎么，我的测试通过了？沈少，我知道我这番行为惹怒了您，但是我这么做也是想要知道您的本事究竟如何，请您见谅。家中那位病人无法再被庸医耽误下去了。看沈川仍不说话，男人便清楚对面这位神医还没有消气。若是您还不解气，我愿意用我一命来换您出手救人。行了，何必在我面前演戏？若是真想死，也别死在我面前，不然我还要出手救你。只要您能出手，不论什么要求我都答应。走吧，带我去看看你口中的病人。多谢沈神医，若不是李总那边不给开后门，在下也是没办法，还请您不要介意。此时孙家别墅内，宋战神您怎么来了？这位是我给我哥请来的神医。小文不用紧张，我这次是来看你哥哥的。沈川冲对方打了一声招呼，便走到孔武面前，下一秒神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将被子掀开，只见孔武的双腿不停向外渗出黑色液体，指节坏死脱落，黑腐溃烂，8口经久不愈，这是脱疽之症。他以前是不是被严重冻伤过？没错，我哥参加过一场战役，为了掩护兄弟们撤退，他差点被冻死在雪地里，最后经过3天3夜的抢救才活过来。您的意思是说他的病和这事有关吗？是的，他这是寒邪入体。那时他虽然活过来，但是并未驱走体内寒气，当时未发作是因为年轻体壮，如今触底反弹，彻底爆发。神医，我就他这一个亲人了，求您救救我哥吧。此时沈川瞥到窗外漆黑的夜色，突然想到什么，现在几点了？1点多了。子时乃阴气最盛之时，过了子时阳气否极泰来，我可以试试。你们现在都退出去，能不能救他一命就看现在。好，不管成不成功，我孔家都欠您一个人情。待两人一走，沈川呼出一口浊气，将心中烦乱的思绪全部清除，口中默念清心诀，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孔武身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客厅宋战神和孔文敖的眼底都露出了疲惫的青涩。沈先生，我哥怎么样？我给你写了一副药方，服下后只要静养1个月，好好照顾，基本能痊愈。沈先生，今后您只要开口，孙府势力愿为您效劳，另外1000万诊金我待会让人打给您。行，既然完事我就先走了。此时一旁的宋战神黑眸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我送你回去吧，正好我也有桩生意想跟沈先生你谈一谈。行，那咱们路上说。两人来到别墅外，原本守在门口的士兵像是一堵不容侵犯的墙，将沈川和宋战神两人护在其中。沈先生，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了，我也不兜圈子，我需要你帮我制作一批止血丹药，不仅要止血化瘀，还要一定程度上恢复一些气血和行动力，最重要的是药效要快。听着这个要求，沈川微微凝眉，不假思索就猜到了对方的用处。不知您需要多少？首批测试品大概100颗左右，如合适以后每批至少1万枚，能研发出来吗？宋战神具体事宜我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再给您答复。行，沈先生私下里不用这么客套，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宋叔，这是我的名片，想清楚了打给我。你一夜没睡，我让人送你回家吧。沈川听到宋战神提到回家2字，猝然惊醒，有些急切的拿出了手机，发现已经关机了。虽然他出来的时候和江之意打了招呼，但可没说一夜不归，更何况他还是被陈明珠一家叫出来。来不及了，宋叔，我先走了。宋战神，用不用我调查一下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希望他能给我点惊喜吧。此时江家别墅内除了沈川的走路声异常的安静。回来了。老婆，为什么昨晚没回来？江之意差一点他就要发动所有的资源将整个雪城翻个底朝天，甚至萌发了一个阴暗想法，限制沈川的自由，斩断他的人脉，不让他恢复实力，就这么一直将他永远困在自己身边。老婆，我错了，从医院出来后我遇上了一位患者，事发突然，直接就把我给拖上车了，没来得及告诉你。那我给你打电话，你没看见吗？我足足治
视了他一个晚上，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这才发现手机已经没电了。志毅，这次是我做的不好，下次我一定提前打电话跟你报备，好不好？不好，一点都不好。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种情况，我不确定我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沈川本想开几句玩笑，可仔细看去，江之意眉眼间不仅有一夜未睡的疲倦，身体还微微发颤。老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若是不回来，一定提前告诉你，否则我就……够了，我不想听，只要你能回来就好。对了，之意，昨天我还在患者家中意外遇到了你曾跟我提过的宋战神，他找我想要合作止血丹，你觉得我该答应他吗？你若是想合作便答应吧，不管出什么意外，终归我都能保住你。沈川稍微松了口气，搭上宋战神的人脉，这样一来，他便更有底气面对江之意的家人。阿川，你先去洗澡吧，一夜未眠，好好休息休息。你不睡吗？我带你上楼吧。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处理完我就让1号带我上楼。沈川还想要劝阻2句，但是江之意已经向后挥了挥手，几个呼吸间，1号便现身到他的身边。那我先去了，之意你也不要太累，处理完就赶紧休息。我知道的。待沈川走后，江之意转身对1号问道：爷爷走了吗？江老爷子说是身体不舒服，吵着闹着推迟了机票，换到下午的航班了。他们是怎么办事的？连这点事都解决不了。小姐，我会尽量催促他们。江之意眸子倏然冷了下来，不管如何，现在都不能让爷爷和阿川见面，他还不够和京都的权贵抗衡，还需要再慢一点，再给他一点时间。不管用什么方法，爷爷今天必须坐上回京都的飞机，否则他们一个都不用回来了。知道了，小姐。前世4姐沈月淼在医院实习，为了让他更快上手，我甘愿让他扎了99针，可到头来比不过亲弟弟沈长清一瓶82年的葡萄糖。如今他被沈长清污蔑，却想起我来。接上集沈川在孙家跟宋战神达成合作意向后，为了尽快搭上这种顶级人脉，沈川决定去宋家一趟。而此时宋家内，江老，您不是一直在上京吗？怎么突然来雪城了？江老面露尴尬之色，为了防止自己被江之意找到，就连卡里的钱都不敢用，他只能来宋战神这里避避风头。就在这时，沈川的到来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宋叔又见面了，竟然是他！昨天在医院误把我当成乞丐，给我塞钱的小子。这位前辈，我怎么看你有些眼熟？我们是在哪里见过吗？对了，小川，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前辈，你叫的。宋战神征求性看向江老，江老本想捉弄沈川2句，但是看到沈川清澈明亮的眼，他话到嘴边又噎住。这孩子虽然有点缺心眼，但总的来说还是个善良的。我这个岁数，你就唤我一声爷爷吧。此时宋战神眸中闪过一抹讶然，江老很少让人这么称呼，他和沈川似乎有些不一般。小川，止血丹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宋叔，我考虑好了，不过想要达到你的要求，配方需要仔细调整，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用来试验药效。没问题，我不急于一时，在这期间你有什么需求，我会尽可能满足，而且一旦合作，对于你来说也会有很多正面好处。我知道的，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还有件事，孔武在你的治疗下已经脱离了危险，孔文托我跟你道谢。另外他是我的兵，也是跟了我多年的兄弟，今后若是有什么困难，我会尽可能帮你。江老瞳孔一缩，眼底闪过一抹诧异，孔武的病他也见过，他都悲伤感慨的准备好吃席了。此时看向沈川的眼神中多了一抹探究和郑重。小川，你有如此医术老头，我也厚着脸皮一回，你放心，不管诊治结果如何，诊金我一样付给你。不用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回事了。江老怀疑的看向沈川，就算再厉害的医生也要大脉听诊，他竟然只是看了2眼就行了。那我倒要问问我究竟有什么病？您老心脉受损，情绪激动时还会气短乏力，严重时会出现心悸晕厥。另外你这病耽误了太长时间，病来如山倒，若是再不治疗，估计我得随200式顿洗了。我不信，老头子我身体好得很。宋战神站在2人中间有些尴尬，正准备开口打个圆场，可下一秒江老面无血色，身体就直直的朝着地上砸去。好在沈川眼疾手快，抢先一步接住了他。沈川不敢耽误，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开始行针。几个呼吸间，江老呼吸平缓了起来。宋叔，我已经稳定住他的病情了，另外我给他写一副药方，只要按时服药，减少情绪波动，完全可以康复。等他醒过来之后，你把情况说一声，至于他信不信就与我无关了。另外止血丹的事我会尽快炼制，我就先行告辞了。此子绝非池中之物啊！此时沈川刚出宋府大门，就接到4姐沈月淼的电话。小川，你能不能来找我？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丁，沈月淼忏悔值增加，忏悔值越高，奖励越丰富。看来我那好哥哥沈长清又整出什么幺蛾子了，要不是为了这神秘奖励，我才不愿意管你们沈家的事。时间来到1个小时前，此时雪城医院办公室内，长清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大事，就我有一个朋友想托你帮个忙。然而没等说完，沈月淼接了一个电话，顿时神色紧张起来。长清，你的事待会再说，现在4姐这边有一个患者需要我过去手术。沈长清表情立马沉了下来，他这次来是想托沈月淼的关系来找几位专业的男科医生治好自己不举的毛病。平日里4姐总是一副温婉善良的样子，现在看来全都是伪装。我这还没开口呢，他就置我于不顾。要是沈川在这里，他肯定不会是这副态度。沈长清越想越气，一脚踢在了沈月淼的办公桌上，顿时桌上的茶杯被打翻，将病历本打湿，字迹顿时模糊了起来。该死的，现在姐姐们对我态度越来越差了，仿佛随便一件什么小事就能改观似的，我可不能再犯错了。随即沈长清在病历本上乱写一通，匆忙间将过敏时写成了无，而此时水渍早就干涸了，若是不仔细看，完全看不出来问题。沈长清这才放下心，装模作样的站到一旁。这时沈月淼满头是汗的跑了过来，一把抓走了病历。差点忘了拿病历本，这位病人有个过敏史，有什么话等我结束再说。沈长清本想借此离开，但不知为何心中却始终有些不安。若是真出点什么事，沈月淼若是推在自己头上可就完了。还
还是等一等以绝后患。没过多久，沈月淼神色凝重地跟着院长朝会议室走去。沈月淼，你作为这次的主治医生，导致患者出现过敏反应，你作何解释？院长，患者过敏史我们提前在他病历上登记过了，都是根据流程来的。我认为不一定是医院的问题，说不定是患者隐藏病史导致的。够了，你还要狡辩什么？我刚才看了你登记的病历，手写版和备份版完全不同。我本想给你一个机会坦白，你却还在推卸责任，你真让我失望。随后他将2份不同的病历砸在沈月淼面前，上面的过敏史竟然从有变成了无。院长，这个无字一定是后改的，这是有人要害我。我清晰的记着我当时登记的时候写的是有，甚至将患者过敏的药物写在了后面。谁能证明？如今医院出了事，当务之急是找到替罪羊，他没有心思查清真相，查清真相需要时间，医院能等，患者家属能等，媒体们能等吗？有，我弟弟他能证明，我当时还特意跟他说了患者有过敏史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行，你去叫他过来。此时沈长青一进来便感觉到会议室里诡异的气氛。长青，你还记得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姐，咱俩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你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你这是出什么事了吗？长青，你忘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这患者有过敏史吗？你怎么能说没听到？我没听到。姐，你是不是工作太累出现错觉了？沈长青，你沈月淼，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现在医疗事故是你导致的，你立刻与患者道歉，把这件事扛起来，降低医院的负面影响。还好没承认，不然这锅就得我背了。亲姐不就是用来坑的吗？为了我的名声，姐你就受点累。姐，你没事吧？虽然你出现了失误，但只要好好道歉，一定没事的。呵呵。沈月淼就算再傻也知道沈长青心中有鬼，否则怎么会突然反咬自己？他正想开口，门外突然闯进一个女人。就是你害我老公险些殒命，你现在给我偿命来！沈月淼只觉得大脑乱成一团浆糊，在一阵撕扯间被强行从后门推了出去，狼狈不堪地逃到消防通道内，这才双腿发软地坐在了台阶上。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就算病历本出错，可我作为主治医生已经避开了导致患者过敏的药物，这中间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还有你沈长青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明明听见了的。沈月淼拿出手机想要进入医院系统重新看一下患者的案例，可刚打开屏幕，一条消息便弹了出来，新闻上正是院长替他道歉，几乎坐实了他的罪名。轰的一声，沈月淼只觉得脑中的理智之线彻底断裂，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以前我害怕的时候都是小川站在我身边，小川对不起我这2年到底做了什么呀？什么亲弟弟，什么血缘关系？对了，小川是神医，只要他能帮我，我一定可以洗清污名。时间回到现在，沈川在听完前因后果之后，便直接来到了院长办公室内。沈神医，您怎么有时间来了？我四姐呢？院长心头涌上一丝不安，他并不知道沈川与沈家的关系，毕竟没事谁会去调查这些隐私？难道你有亲属在医院治疗？沈月淼是我四姐，就是那个被你们冤枉的医生。沈月淼是您的姐姐，这怎么可能？之前没听他说过呀。行了，你现在去将我四姐找来，另外再将患者的病历给我拿来，待会安排一下我要去面诊患者。好的，我这就去安排。沈川拿着患者案例仔细地看了起来，他瞥到修改的字迹，用手摸了摸，眼中闪过一抹厉色。等他全部看完病历，沈月淼也被带了进来。小川，我是被冤枉的，你要相信我。沈川嘴角划过几抹讥讽，但表面却带着被激怒的煞气。四姐，我知道你是冤枉的，这事交给我，我会还你清白。果然，只有刀捅在自己的身上才知道痛了。以前沈长青被刺我那么多次，你们何曾理解过？如今才捅了一次就天塌了。要不是为了神秘奖励，我才不来管你们这些事。沈神医，一切都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准备好了，现在情况稳定下来，但若是不尽快进行手术，患者恐怕有我在，他就是到了阎王殿，我也能给他赚回来。带路吧，我现在过去。小川，我也跟你去，我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 VIP 病房内，你们究竟什么时候给我丈夫安排手术？我告诉你们，若是我丈夫在这医院出事了，我跟你们没完。还有之前说好的赔偿也要翻倍。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开始要上钱了，你算盘打得我在外太空都听到了。你是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沈川没说话，径直走到患者床前，先是看了看他的脸色，紧接着又摸了摸他的脉。你们俩隐藏病史了对吧？真正导致你丈夫陷入危机的不是过敏，而是他送医院前就吃了不该吃的药。你在乱说什么？信不信我告你诽谤？既然你不承认，那我便直说了，你丈夫来医院前吃了西地，俗称牛牛加油站，对吧？原来如此，他来的时候我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加上患者来医院前便服用了感冒药，所以我下意识的以为他是酒精与抗生素药物相冲突，但患者并未服用任何抗生素，我让他做了 CT 检查等等，最终断定应该是肺栓塞，但我没想到他竟然隐藏了一部分，没有说他服用了西地。没事，这药原理是扩张血管，按理来说患者不该出现问题，但他肝功能不是很好，副作用被加剧了，加上本身还有一些轻微的肺栓塞，这才导致突然发病。真正导致他差点死亡的根本不是医生，而是你们家属的隐瞒。说到底，这都是你们的猜测，你们并没有证据证实你们的话。是吗？我看过你们的记录，你们住院走的是医保，买药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放弃医保的优惠吧？先说好，我们没有私自调查你隐私的权利，只能向上汇报，由第三方出面检验。但要是闹大了，后果是什么，我可不能保证。女人死死地咬着嘴唇，眼中闪烁着不甘心，差一点迈巴赫他就能拿到，不说是吧？那我报警了。别去，我认。我再提醒你一句，网上的事你应该知道怎么说吧？我知道，我不会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对不起，你们不要报警，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院长，接下来怎么做就不用我教你了吧？沈神医，我知道的。您看今天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四姐，你的事已经处理好了，没事我就先走了。没等沈月淼开口，沈川快步走出病房，刚出医院大门就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下四姐的忏悔值估计得爆棚了。沈长青别急，马上就到收割你的时候了。接上集，沈川帮沈月淼洗清污蔑后，此时将之
义也得知自己老爷子并没有回京的消息。1号通知所有人加大力度，务必确定我爷爷的行程，否则就跟着消失吧。小姐，我知道了，这就吩咐下去。江之意闭着眼睛小憩了几秒，还没等彻底放松下来，一股熟悉的气味就扑面而来。阿川回来了，合作谈成了吗？需要我帮忙不？不用，跟宋战神谈妥了，只不过在正式合作之前需要一批测试单，应该没什么问题。另外我还遇到了一个有趣的老爷子。是吗？那就好。此时沈川有些忐忑地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语气严肃地开口道：之意，今天是治疗第1阶段的最后一天，你的腿能否彻底恢复全都看今天，你怕吗？不怕，能让我害怕的从来都只关于你。沈川心脏莫名漏了一拍，没等他说话，江之意略显冰凉的手落在他的手臂上，轻柔地抚平他忐忑的内心。很早之前我就说过，不管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哪怕我的命，只要你能一直留在我身边，其他的一切我都不怕。我知道，我不会让你出事。之意，我要开始行针了。很快江之意浑身刺入密密麻麻的银针，眼底更是闪过一抹痛楚。可即使如此，他甚至连个闷哼都没有，生怕沈川会有压力。此时沈川捏着最后一针，动作稍微顿了下，这一针是关键一针，眼中闪过一抹笃定之色，我绝对不可能失败的。随着最后一针下去，江之意脸色一变，只觉得体内气血翻涌，他侧身吐出一大口彩虹。之意怎么样？现在腿部有没有感觉？能不能控制它？阿川，我的腿可以轻微动一下了，你成功了。沈川莫名眼眶一红，这些天江之意遭受的针灸之痛终究是没有白费，他也没有辜负对方的期待，做事就要将他揽入怀中。可关键时刻一到，身影比他动作更快。小姐，以后您就能站起来了。我现在终于明白您为什么一定要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沈川虽然弱了点，穷了点，没地位了点，但他能治好您的腿呀。我以前还以为您是恋爱脑，为了情情爱爱连命都不要了，是我想多了。什么恋不恋爱脑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现在之意是我老婆，信不信我让她辞退你？好了，阿川，连1号的醋你也吃。江之意看向沈川的眼神充满了宠溺。另一边，沈家别墅内，沈家4姐妹聚集在一起。四妹，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现在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我们能做的，你尽管说。是啊，老四，虽然现在沈家大不如前，但还没倒下呢。我已经联系了一位专业律师，一会他会给你打电话，尽可能的帮助你。几位姐姐，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用不了多久，医院和当事人都会为我澄清。月苗，你不会是害怕让我们担心而欺骗我们吧？姐姐们没有这么脆弱，咱们是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真的解决了，马上你们就能看到澄清新闻了。此时他想到了什么，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反而是咬了咬嘴唇，小心翼翼冲大姐沈风情问道：大姐，你们知道我的事情是看到新闻得知的，还是沈长清告诉你们的？我们都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的。至于沈长清，他去复诊了，还没回来呢。难道长清与这场意外有什么关系？犹豫再三，沈月淼还是和盘托出，他没有任何添油加醋，只是如实的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沈川为自己解难。又是沈长清，我早就发现他满嘴谎话，表面乖巧温顺，实则善妒又伪善。他生病住院还不忘挑拨离间，要不是他，小川怎么可能被赶出沈家？我怎么可能被父亲责怪？我现在就去找他。花宁，你冷静点，你觉得这种没有明确的证据，爸妈会相信吗？沈父沈母中年才找到亲生儿子，对沈长清既愧疚又宠爱，根本不舍得责怪。就算拿出证据，他们都会怀疑证据的真实性，更别说现在什么都没有。此时一直沉默的老三沈雪堂突然开口：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房内准备的药根本不是沈长清，而是小川。我有时候在想，有没有可能是沈长清一直在诬陷设计小川，因为沈长清流落在外，我们对他多了一份愧疚，便先入为主，觉得他不可能陷害小川。但若是沈长清一直是伪装的呢？好了，今天的话只有咱们4个人知道，没有确切的证据前，谁也不许跟爸妈说，知道吗？实际上他们每个人对沈长清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怀疑。如今沈雪堂将真相挑明，大家再也无法能拿个人的错觉当借口。而此时门口突然闪过一抹黑影，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质疑我？我可是沈家唯一的儿子，血缘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沈川区区一个养子，凭什么比得过我？凭什么他们要偏心一个外人？沈长清一腔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他靠着最后一丝理智，这才没有冲进沈月淼的房内。可愤怒过后是无尽的慌乱和紧张。如今陈明珠已经靠不住了，若是再失去了4位姐姐的信任，那我在沈家岂不是危险了？要是他们4人齐心将沈川弄回来，属于我的家产岂不是要拱手让人？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此时沈长清突然瞥到手机上弹出的人物采访，脑中灵光一闪，一个绝佳的计谋逐渐在脑中形成。前世我被茶艺男孩沈长清污蔑，使得沈家将我扫地出门，如今重生归来，我将他的真面目一一揭开，让他体会一下众叛亲离的下场。接上集沈长清偷听到4位姐姐议论他的内容，这才意识到他的地位即将不保，决定做点事情挽回一下形象。只要这继承了，我不仅能挽回姐姐们的信任，甚至还能扳倒沈川。就是有点风险，但没关系，我肯定能处理好的。沈长清看着手机上的人物采访，脸上的贪婪越来越浓郁，当即拿起电话给助理拨去，想办法给我联系到何仓，就说我有一大笔生意要和他谈，同时还有一个美女要介绍给他认识。此时何氏集团办公室内，沈长清带着拘谨的笑容敲门而入。哟，沈先生，瞧我这眼睛，竟然没察觉到你进来。您工作忙，冒昧打扰您了，实在是有一笔生意要跟您谈，我想您会感兴趣的。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并不喜欢兜圈子，实话说，沈家想要跟我做生意并不够格。沈长清心中闪过一抹不爽，但表面上却并未表现出来，只是不慌不忙地从兜内掏出了一张照片递了过去。何总这回够格了吗？这位是我的大姐沈风琴，雪城数1数2的美女，商界谁不知道您是有名的风流才子，她应该很符合您的审美要求吧？此时何仓看向沈长清的眼神也不似刚才那般轻视，反而多了一丝急切。开出你的条件吧。何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
可是我的亲姐姐，挚爱亲朋呀，得说元1亿8000元。我虽然初到雪城，但对沈家也略有了解。沈家如今岌岌可危，我还以为你这次来的目的是寻求合作，没想到是为自己打算，甚至不惜将自己亲姐姐推出来，够狠。何总，我没什么远见，我只知道抓在自己手里的才是自己的，至于其他人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真小人，我喜欢，这看你拿走吧。多谢何总，包厢我已经为您开好了，您只需以寻求沈家和作为借口，我还会提交给您一些沈氏集团内部的绝密资料。就算我大姐有所怀疑，也还是会抱着一丝期待来找您，剩下的就看您的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放心，只要他看到我，我就有办法让他屈服于我。与此同时，沈氏集团内沈风行接到何仓的电话，但很快脑中便回忆起何仓是个风流人士的黑历史。可随着对方不断念出一些内部数据，犹豫再三，终究还是抱着一丝期待抵到。您把地址发给我吧，我带着文件与您见面详谈。就在起身离开时，鬼使神差的用备用手机设置了一个定时发送的短信。另一边，沈长青带着一群黑衣保镖躲在走廊内，按照他的计划，表面他收了何总的钱，将沈风情介绍给何总认识，但以何总的品性，一定会威逼利诱，甚至不择手段的拿下沈风情。他便会带着人强硬破门而入，将大姐救出，重新获取大姐的信任。沈少，沈氏集团的沈风琴已经从大厅进来了。非常好，让兄弟们躲起来，一切按照计划进行。而此时包间内，沈小姐你来了，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呢。何总您过奖了，我这边把文件带过来了，您可以过目看看，合作利润方面我们可以再谈。这点小事我们待会再谈，可以先谈谈我们之间的正事。何总，您什么意思？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沈氏集团的合作我会考虑的，可最后能否合作要看你的表现。既然何总没有合作的意思，那我走便是。你觉得你现在还走得掉吗？你要是懂事点，就放弃这种无谓的挣扎。告诉你，这个世界既不黑也不白，而是一道精致的灰。你这个禽兽，你不要过来！此时沈风情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出发前那条短信。另一边，沈川手机突然响起，下一秒神色一变，重来一世他不可能原谅沈家人，但也没想到让大姐遭受侮辱。海洋酒店，那不是老李旗下的吗？随即拿起电话拨了过去。李总，我这边有点事需要你帮忙，让你们的人赶紧检查海洋酒店每一个房间，有人要设计陷害我大姐沈风情，另外产生的费用由我买单。沈少，您这话就客气了，您姐就是我姐，我这就吩咐下去，保证每个角落的蚂蚁都给您查出公母。大姐坚持住，希望时间还来得及。另一边，沈长青看到时间过了10分钟，随即对保镖们吩咐道：做好准备，咱们按照计划冲进去。然而等他看清楚屋内的情况，顿时瞳孔一缩，神色呆滞的愣在了原地。这是怎么回事？人呢？哟，沈先生，你来了。你是谁？何总跟我姐呢？我是何总的助理。你真以为这种拙劣的手段会骗到何总吗？想要拿捏何总的人数不胜数，但何氏集团不仅没有没落，反而越来越强盛。瞧你这副来英雄救美的样子，赶紧回歌坛吧，那里才是你这小丑待的地方。怎么会这样？明明我都计划好了，为什么没按照我的剧本走？对了，何总托我给你带句话，如今你和他算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以后做事还是动动脑子。若是在做傻事，第一个被踢下船的绝对不是何总，而是你。助理阴冷的加重了最后一个字赤裸裸的威胁，但沈长青却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何总的话我记住了。与此同时，楼上的总统套房内，大姐我来了。小川，你终于来了，要不是突然有服务员查房，差一点就……闻言，沈川表情异常冷淡，不像亲人那种因为愤怒而颤抖的憎恨，反而像个旁观者，只是多了几分怜悯。发生什么能告诉我吗？我知道你不想我牵扯进来，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我也算是你半个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总归要知道谁是敌人吧。是何仓，他以跟沈家合作为提议约我见面，我本想拒绝，但是他却精准地说出了沈家各项指标明显是做过调研的。我以为他是真的想要合作，但没想到他竟然派人把我绑到这里，差一点我就要毁在他手里了。真是个禽兽，大姐你放心，这口气我会帮你出。小川，我知道你现在虽然有医术傍身，但何仓他背后势力强大又错综复杂，你记住，千万不要插手这件事，我会自己处理。回去我也会委婉地提醒家里人。明明自己差点受辱，却还是顾及着他人，可惜了，这种担心来得太迟了。为什么不在前世我没有对沈家死心的时候？大姐我听你的，沈氏集团现在确实在风口浪尖上，何家不是你们能对抗的。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记得找我吧。沈川心中却有另一层打算，虽然沈风情说的只言片语，但是他却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感觉这是隐隐是冲着他来。就在送沈风情上车时，突然感觉有人偷拍他。小川，怎么了？没事，大姐我送你回去吧。等到两人的身影消失后，刚才沈川注视的地方缓缓出现一道人影。该死的，沈川，你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到头来竟然给你做了嫁衣，凭什么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就连大姐遇到这种事情，第一个打电话的人都是你，明明我才是他的亲弟弟。沈长青满腔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但怒到极点反而冷静下来。他看着手机上沈川扶着沈风情上车的照片，既从心来。小姐有一样东西需要您过目，但是不管如何您要保持冷静。江之一眼便看到照片上沈川和沈风情刚从酒店出来，一双深邃眼眸此刻像是被碎冰给炸裂开来一样，寸寸都是破碎的。查一下这照片从哪来的，谁拍的，以及阿川为什么会去这里。小姐我这就去。江之一他知道沈川对沈风情只是姐弟之情，给他寄照片的幕后之人定然是别有用心，可他看到这一幕还是忍不住吃醋。过了一会，他薄唇微抿，缓缓打开桌下的一个柜子，盒子内安静的躺着一支录音。江之一闭上眼睛，不知用了多大的勇气才按下了播放键。江之一，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交易吗？时间快到了，还没有找到我要的那个人吗？你这是在威胁我？威胁？你别忘了，这是你跟我家主子做的交易，更何况以他的身份与地位，还用得着威胁你吗？要不是我主子不愿大张旗鼓的找人，你根本就交易不到那东西。够了，回去告诉他，既然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求，那便要按照我的节奏来，再三番五次的来催促，那就鱼死网破吧。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你真是个疯子，你不用嚣张，主人让我来提醒你，你时间不多了，再找不到他想找的那个人，就拿你的命来抵。录音声戛然而止，江之一低眉看了眼手中的录音笔，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这支录音笔的主人已经等不及了。很久之前，江之一为了救一个很重要的人，跟录音笔的主人做了一个交易，交易的内容是他给予他能救人的特殊宝物，而他需要在暗处帮他找到那个人。也是，能让人死而复生的东西哪这么容易交易？逃避解决不了任何事情，那么多人都在找他，可他还没有自保的能力。没关系，只要我还活着，就没有人能伤害他。茶艺男孩沈长清为了挽回自己在沈家人心中的形象，不惜以大姐为诱饵，谁知差点酿成大错。接上集沈川将沈风情救走。严震，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到了吗？沈少，何仓刚从海外回来，手中有不少外国资源，论产业实力并不比景泰弱，从商业上很难扳倒他。不过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沈长清在附近徘徊，甚至您带着沈小姐离开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偷窥，甚至还拍了照片。继续调查，顺便查下沈家的机密文件泄露是不是跟沈长清有关。他跟何仓关系绝对不一般，看他后续是否还会与何仓联系。您放心，有了消息我立马联系您。沈川挂断电话，突然明白沈长清拍照的目的，随即开车直奔江家别墅赶去。诗意今天怎么样？腿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没有，你今天都去哪了呀？此时沈川察觉到江之意情绪似乎不太对劲，略微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坦诚沈风情的事情，毕竟这是太过于私密。江之意看沈川沉默，美眸中的光直接散没。我一会要出去一趟，就不在家吃饭了。哼，他竟然都不哄我，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沈川看到江之意一副口不对心的样子，莫名觉得自己在意那些外人做什么，再多的恩情前世死亡的时候也耗干净了。这一世没有谁比江之意更重要，我只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今天大姐她差点被人欺负了。什么？老婆，你知道何仓吗？听王叔说过一句，是那位刚回雪城的海归商人吗？没错，就是他设的局。阿川，你要报复他吗？我来帮你，是要他破产还是要他消失？沈川瞥了一眼江之意桌上堆成小山一样的文件，目露心疼地道：这件事情何必劳烦你来出手？沈家的事情是沈家的事情，我一个外人去报复什么？若是大姐求到我头上来了，我倒是愿意帮一帮。我现在只在乎。与此同时，沈家内，沈风琴，你提交辞呈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只是累了，想要休息。现在沈氏集团危在旦夕，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跟我说你要休息，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对得起沈家吗？我已经对相关工作进行了交接，至于我的位置，长青也完全能胜任，毕竟他在公司这么久了，也该承担一些责任了。我之前没发现你居然这么自私，你不就是想要保全你自己的公司以及你自己的利益吗？不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们姐妹4人有一个算一个，明明手里头有资源有些人脉，连几个电话都不愿意给我打，联姻也不愿意，要你们有什么用？沈家落难，我将我公司的项目分给沈氏，你去看一看，沈氏集团的员工有一大半都是我给他们开的工资，知不知道为了拉拢合作商我差点。说到这里突然强行停止，眼中闪过一抹难堪之色，隐忍着没有将后面的话说完。算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我只说一句，既然这公司的继承人最终是长青，那他也应该站出来承担一些责任了。从明天开始，我的公司会撤出沈家。逆女，你这个逆女真是翅膀长硬了。此时一旁沈长青偷偷瞅了一眼离开的沈风情，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装作一脸关怀的给沈父递上一杯水。爸，你别生气，你还有我呢。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像大姐一样退缩。我虽然工作经验少，但我会尽可能的经营沈家的。好，不愧是我的亲生儿子，你才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真没想到还能发生这种好事，虽然没能挽回大姐的信任，但也因祸得福，获得了沈氏总裁的位置。另一边，沈川突然收到江老的邀约，前往目的地。哟，臭小子，你来得很快嘛，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突然约你吗？你猜我好不好奇？算了，老头子，我就直说吧，我很少这么欣赏一个小辈，你也算是头一份了。你知道像你这个岁数的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那必须是开着凯迪拉克去洗脚。想当年98号辞职的那天，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你这臭小子说什么呢？我说的是成家。我认识一位未婚女子，与你年龄相差无几，貌美如花，性格……江老顿了一下，想起了某人那冷酷无情、残疾狠心的画面，只能厚着脸皮继续说：性格善良、温顺、孝顺、乖巧、懂事有礼，总之是人间少有的女子。你要是见过，一定会喜欢的。就是身体方面吧，有那么一丢丢的小毛病，但是问题不大，你肯定一出手就能治好的。可是我已经有爱人了。有爱人没事，不是你有爱人了，结婚了。谁下手这么快？没错，我结婚了。不是，我还没安排相亲呢。多么英俊善良、尊老爱幼的少年，多配我那乖巧懂事、青春活力的孙女呀！你这个没眼光的帅东西，才20来岁结什么婚？这是早恋知道不？你没能认识我那温柔如水的乖乖孙女，你小子以后要是有机会见到，肯定会哭着回去离婚的。对，你小子肯定早晚会后悔的。不管沈川的反应，江老直挺挺的就往外走。江老，等一下。怎么你后悔了？后悔也迟了。不是，我想问一下，这桌你买单了吗？你就知道吃个屁！这顿饭你自己结。这老小孩还挺可爱的，有这么一个爷爷也挺好的。可惜我跟他是无缘了，再美貌天仙也比不过我老婆。此时江家别墅内，小姐，我们找到江老了。这些天江老一直住在宋战神的别墅内，怪不得咱们的人始终找不到他。那你们是怎么找到爷爷的？说来也巧，那天调查沈风琴的事情，恰好在酒店附近的监控发现了江老的踪迹。我们顺着他大概的路线排查了很久，这才确定他住在宋战神家。走，我们过去一趟。而此时宋府内，知意来了，快来尝尝这茶，看看味道如何。宋叔的茶确实是好茶，但这茶还有另一种功能，那便
键是降低血压，像我这种血压本来低的人，若是常年喝这种茶，反而会引发很多疾病。我知道宋叔您是好心，可往往越是好心，越容易办错事。宋战神目光如炬，一股气息陡然席卷全身，那种在战场上厮杀的气息让人不敢直视。知意侄女，你这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呢？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微妙。突然，宋战神笑了一声，打破了僵局。知意，你是真的长大了，有自己的主见了。姜老确实在我这里住了几天，我从不过问姜老的行程，我只能承诺你，若是姜老回来，我会联系你，或者你在这一直等到姜老回来，但他不回来，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宋叔，既然您懂我的意思，那我就不久留了。临到门口的时候，姜之意却突然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女保镖停一下。宋叔，爷爷他偷偷来到雪城身边，没有专业的护卫，保护程度相较于京都来说差得远了。若是他老人家真出什么事情，想必不用我说，您都知道事态有多严重吧？我言尽于此。这小丫头真是越来越不简单了，居然还敢威胁我了。这就是老爷子所说的温柔有礼，这可真是太温柔了。小姐，你就这么相信宋战神的话吗？难道就不留几个咱们自己的人监视他们？我看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连宋战神的地界你都敢派人去监视，你是觉得他不会发现你，还是觉得他不敢收拾你？宋叔既然答应，便不会反悔，只是我担心另一件事罢了，应该不会那么快的。姜之意眼底闪过一抹不安，随后他翻出手机，朝着姜老的电话再次打了过去，依旧是关机状态。前世异父异母的亲哥哥一句好弟弟，我便为沈家掏心掏肺，可换来的却是一场火灾。接上集沈川当赴完姜老的邀请，从包间出来后，意外碰到沈长青。小川怎么这段时间都不接我电话？就你也配？你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成为沈氏的总裁，所以你才这样子？现在公司陷入危机，大姐又突然辞职，我也是被迫担任这个位置的。你若是肯回沈家，我愿意将这个位置让给你。沈长青眼神真挚，可沈川清楚的知道他就是在演戏，无形中透露出他现在掌控沈氏集团，意图激怒自己。一般这时候沈父他们都在不远处，上一世的自己便总是这样落入他的圈套中。想不到沈家主还有听墙角的习惯，既然这么想凑热闹，那就过来听吧。我也只是恰好路过而已。沈长青，据我所知，你现在已经拥有一部分沈氏集团的股权了。那我回去沈家给我多少股权？还是说看我现在有个神医的身份，只是想借用我的人脉让沈氏起死回生，最后我就落一张好人卡？该死的，这家伙怎么越来越聪明犀利了？明明几个月前他还是一副隐忍温顺的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变化这么快？哎呀，小川，不说这些事了，我订好了包间，你妈妈跟姐姐们马上也到了。咱们家好不容易人这么齐，不如一起吃个团圆饭。老邓，我是不是说他忘记说你？我现在可没时间跟沈家主你在这上演父慈子孝的戏码，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吧。若是没事我就走。沈父心底升腾起一丝恼怒，但很快又强行压了下去。原本沈父想利用沈川的身份谋取一些利益，可大家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沈川与沈家断绝关系的是一个个不仅不帮忙，反而嘲讽他有眼无珠。小川，你记恨我们是应该的，不如这样，今天我们一起给你道个歉。行了，迟来的道歉比草轻贱，你们究竟是真正觉得亏欠我，还是想要我帮助沈家翻身？大家都心知肚明，何必在这虚情假意的演戏？小川，你这是什么态度？沈总，我什么态度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沈川，你怎么能这么跟爸说话？你知不知道？沈川笑容骤然消失，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势的气息，两人心脏顿时一突。沈长青，我是给你脸了吗？如果不是我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有趣，就凭你也能活过20几集吗？好好的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因为留给你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这个逆子不就是认识一些权贵吗？他还拿上架子了。若是沈家度过这次难关，我又岂会低三下四的求他？我相信小川不是故意不帮咱们的，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也怪我实力不够，不然又怎么会让父亲如此卑微？你呀，就是太善良了。好了，咱们赶紧先进包间吧。此时沈父转身时，并没有看到沈长青眼中闪过的一抹意思。包厢内沈家众人难得融洽，相较于往日多了一丝温情。爸妈还有姐姐们，我提前订了一辆商务车，咱们刚才都喝酒了，正好咱们坐这辆车一起回去。好，长青真是越来越周到了，咱们一起回家。此时沈风琴上车，过了一会便觉得有些昏昏欲睡，想要按下车窗通通气时，大姐外面有凉风，爸妈如今睡着了，还是别开窗了，万一让他们受凉就不好了。沈风琴下意识想要反驳，可眼皮越来越沉，恍惚之际，他隐约看到沈长青露出一个略显阴森的笑容，下一秒。大姐，你终于醒了，这是怎么了？咱们怎么会在医院？咱们出车祸了，有一辆私家车刹车失灵，不受控制，直接撞了咱们的车，就是长青他。沈长青怎么了？姐，我带你过去，你亲自看看吧。沈家众人都只是一些皮外伤，行动并未受损，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态跟了上去。大姐，医生说当时沈长青貌似将昏迷的咱们一个一个拖出了车外，拼尽最后一口气拨打了医院的急救电话，要不是长青，咱们恐怕必死无疑了。而他最后被深度烧伤，甚至有死亡的风险。沈花宁此时眼眶发红，这段时间他们对沈长青有很大的意见，但在救命之恩面前都不足为提。姐，你说我们之前怀疑长青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脑子一向不聪明，我现在分不清，真的分不清。是啊，究竟是对还是错？恍然间，沈风琴想到了那天做的一个梦。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你们是谁？都围在这里干什么？不知道医院不让大声喧哗吗？医生，不好意思，我们是沈长青的家属，大家情绪稍稍有些失控。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很多了，你们不用担心。但是为了防止他感染，他的病房除了我们医生，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探望。一行人冲着医生赶
感谢了几句便离开了。医生确认他们彻底走后，这才进了沈长青的病房。沈少爷人都走了，就别装了。你怎么安排的？我这胳膊还是落下2块烧伤的痕迹，赶紧给我处理一下，疼死了。你身上若是1块烧伤都没有反而不对劲，何况我已经给你检查过了，就你这点小伤口，再晚一点都能自行愈合了。对了，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伪造了你的病情，现在整个医院内除了你和我，再无第3人知道你真实的情况，沈家人更加不会知道。主任，你特意提这话是什么意思？想做地家将？沈少，避人耳目也是需要拿钱打点的，不然我很难办呀。沈长青心中暗骂，但是他又不得不答应。如今他刚上任沈氏总裁，还是需要得到沈家4姐妹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坐稳这个位置，所以特意设计了这场救人计划。前世异父异母的亲哥哥一句好弟弟，我便为沈家付出一切，可换来的却是一场火灾。接上级沈风琴得知沈长青为救他们险些丧命，恍然间他想到了那天做的一个梦，随即给沈川打了一个电话：大姐，你约我有什么事情？直说吧。小川，其实我很乱，尤其是我前2天做了一个梦，一个很真实的梦。梦？什么梦？我梦到了你被我们4姐妹赶出家门，甚至沈长青设计陷害你时，我们在一旁冷眼旁观。沈川听完后骤然一惊，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这哪里是梦？这分明是我上一世的记忆。可大姐为什么会梦到这些？小川，你告诉我，你和长青究竟谁说的是真的？大姐，我分不清，真的分不清啊！沈川跟沈长青就像是天平的两端，将他置身于中间。在经历今天这场意外后，他不知道该偏向谁。鬼使神差间，沈风琴并未说出他们遭遇车祸的事情，而沈川看着沈风琴满脸的泪痕，一副委屈憔悴的样子，眼底闪过一丝讥讽和不屑。大姐，你还不懂吗？以你们的智商，未必发现不了事情的原委，只是从一开始你们就不想发现，更不愿意发现。你们不想打破表面的平衡，你们想维持家里的温暖，想让我跟长青好好相处，如兄如弟互相帮扶，哪怕这其中一人受尽委屈。不是这样的。行了，不管你们接不接受真相，都不应该被埋没。我会收集所有的信息，一件一件甩在你们面前，不到1个月，你们便会知道一切。小川，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可以帮你一起解决的。长青做错了什么，你跟我说，我会信的，我真的会信的。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沈风琴的心头，他有一种感觉，沈家可能会发生翻天地覆的改变，一个全家不敢相信的答案可能就要呼之欲出了。倒是好好的一个家可能会就此散了。知意，怎么不认识了？知意，你能站起来了？江知意察觉到沈川的激动，美眸中闪过一抹温柔，朝着沈川所在的方向走了2步。虽然动作依然有些僵硬缓慢，但沈川依旧惊喜不已。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好的。阿川，谢谢你，若不是你，我不可能这么快站起来的。知意，真要感谢的人是我才对，若不是我，你也不可能耽误治疗，更不可能站不起来。老婆，既然你已经能行动自如，不如我们定下结婚日期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希望你成为我的新娘了。好，阿川，我听你的。那就定在1个月之后吧，我现在就去看一下结婚的酒店，把能邀请的朋友全部都喊过来，让他们瞪大眼睛看看我老婆有多好看。沈川越想越期待，急匆匆地跑进屋，准备挑选酒店与婚纱等等。这时1号急匆匆地走到江之意身边。小姐，老爷子这次似乎是真的失踪了。什么？究竟怎么回事？自从那天去了宋战神别墅后，江老就没了消息，甚至就连宋战神也都找不到江老的踪迹。虽然以前江老也经常玩失踪的游戏，但这次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明显很不对劲。江之意表情不断变化，似乎在思考该如何处理。这时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与寻常电话号码不同，只有4位数字。我爷爷在你们手上吧？哎呀，这话问的可真直接，不愧是江氏集团的继承人，真是聪明。开出你的条件吧。我要求很简单，那个人找到了吗？没找到。江之意，看来你是想要毁约了。你跟我们主上做交易，换走了能让人起死回生的至宝，现在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只有最后1个月，你以为你逃得掉吗？1个月之期即到，要是人没找到，这老头的命就是约定的利息。你敢？可回应江之意的只有冰冷的手机挂断声。小姐，接下来怎么办？派一组人在不惊动江氏集团董事的前提下清点公司所有财产，再派一组人通知国外的势力清点所有暗中资源，最后召集一些顶尖黑客，多少钱都行，想尽办法破解爷爷手机的位置。我这就安排下去。1号，等一下，从明天开始恢复我的体能训练，不惜一切代价，我要在1个月内恢复到我伤病前的状态。小姐，不行，你这刚恢复。别说了，听我安排就行。吩咐完后，一道巨响吸引了江之意的注意力。室外狂风呼啸，漆黑的夜幕中雷鸣电闪，一副风雨欲来的样子。我努力了这么久，赌上了一切，什么都不要了，这样的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发现还没成长起来的他？别怕，前路有我，后路也有我。而此时沈长青在医院待了3周，也终于回家了。长青，这段时间你受苦了。爸，咱们是一家人，不用说这些客套话。对了，姐姐们呢？他们都出去再想办法。如今沈家危机越来越严重，若是再找不到合作商，1周之内只能宣布破产了。爸，我有一个办法，或许能帮到沈家度过这次难关。我无意间听大姐提过，咱们沈家能在雪城站住脚，是因为有私家秘方，对吧？没错，这秘方可是我耗了大半辈子，甚至险些牺牲生命才钻研出来的。毫不夸大的说，沈家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都靠这秘方。既然如此，咱们不如把秘方卖了，换成流动资金。此时沈氏集团就像是一棵生病了的摇钱树，投入治疗的钱都不如再重新栽种第一棵新的树。您说呢？住口！你怎么能产生这种想法？你知不知道这秘方就是咱们沈家的命？有了它，哪怕是公司倒下，我也能东山再起。这该死的老古董！爸，我就是随便一说，您别当真。长青，说到这儿，爸有件事需要你帮忙。我知道你担心沈氏集团，但你刚大病初愈，也不好处理公司的工作。可现在公司危在旦夕，需要更有能力的人来拉公司一把。所以，爸，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不如先停职休息一段时间，你的工作由小川代替，你看如何？什么？可沈川上回都那样说了，他是不可能回来的。这你不用操心。行吧，我听您安排。看着沈
沈父离开的背影，沈长青眼中暴涨2道猩红光芒。老邓，别怪我，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沈川这一次，我不仅要你身败名裂，还要让你一辈子都别想再翻身。沈家珍少爷为了彻底稳固自己的地位，不惜以父母做饵，只为邀我入局。接上集，沈父回到书房后，看着手里的手机，暗自低语道：小川，你最好别让我失望，不然你的身世你也别想知道了。我也想当一个好爸爸，你可别逼我。此时婚纱店内，沈川看着身穿婚纱的江之意，眼中闪过一抹惊艳与温柔。老婆，我突然有些后悔办婚礼了。你说什么？你穿这身在婚礼上露面，恐怕一夜之间我的情敌就多到数不过来了。所以你怕了？这个时候才怕，是不是有些来不及了呢？等咱俩结完婚，之意你想去哪里度蜜月？江之意眼中掠过一抹落寞，他还没有开口，沈川兜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小川，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回来一趟？你妈妈做了很多你爱吃的菜，你姐姐他们今天也难得都在家，上次中秋就没有聚上，咱们一家人可很久都没有坐在一起说说话了。沈川本想拒绝沈父的邀请，可想到这婚帖也该送沈家一份，大婚之日也是揭穿沈长青任务的最后一日，沈家人也该知道一切的真相，感觉一下那种被亲人背刺的绝望。既然沈家主邀请，那我便去一趟，正好我也有东西交给你一下。阿川，沈家突然邀约，定然暗藏其他心思，你小心一些，一切有我在。我知道的，我会尽快回来。江之意看着沈川彻底离开后，表情骤然变冷，瞥了1号眼。小姐，江老依旧没有任何消息，距离那位神秘人设定的日期只剩下7天，咱们该怎么办？我知道了。另外，江氏集团的财产清点的怎么样了？还有海外的势力通知到了没有？已经进入尾声了，一定能在婚礼前清点结束，到时候您便能控制江家所有的财产。小姐，您这突然清点江家的财产是用来赎江老吗？这不是你该问的，加快速度，留给我们时间没那么多了。而此时沈家内，今天倒是热闹，知道的是欢迎我，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什么鸿门宴呢。小川，你这是什么话？今天不过是咱们一家人简单的聚会罢了。那我吃完就走。小川，你怎么能这么跟父亲说话呢？你还要一直这样无理取闹下去吗？我记得当初我与沈家断绝关系的时候，怎么不见得所谓的父亲出声阻拦呢？直说吧，今天叫我来究竟要干什么？小川，我知道之前疏忽了你，你对我们有怨气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毕竟朝夕相处20多年，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如今沈家濒临破产，只有你能救他，只要你愿意帮忙，那么你现在就是沈氏集团的法人公司的一切都归属于你。沈川并未答应，只是似笑非笑的看着他，犀利的目光似乎已经看穿了他的想法。沈川，你还是人吗？虽然沈家与你并无血缘关系，但你能有今天也都是因为沈家对你的照顾。如今父亲都愿意把公司法人转让给你，你还不知感恩，简直就是恩将仇报。你说的对，我就是不知感恩之人。你要如何？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沈川，你如此心狠手辣，早晚要遭报应的。怪不得你老婆是个残疾，8成就是帮你挡了灾。沈川一向古井无波的黑眸中，此时猩红一片，一股强烈的杀伐气息自他身上扩散出来。沈长青呀，沈长青，你为什么总喜欢在悬崖边蹦？是上次99刀让你不够记忆深刻？小川，我错了，你快松手，我仿佛看到我太奶了。沈川，给我松手，我这边有一个你会感兴趣的消息。沈家主，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何必整这么一出？长青，你现在出去陪你姐姐们一下，待会再进来。恰好此时沈母走了进来，沈长青眼神闪过一抹得意之色，临走路过沈川身边时，貌似无意的碰了一下沈川的衣服。沈川并没有当场戳穿，他倒要看看沈长青究竟要玩什么把戏。沈川，既然你不肯帮忙，那咱们就做个交易吧。用什么？用你的身世。难道你不想知道你的身世吗？沈家主，你知道我的身世。与此同时，外面沈长青开口道：姐，你们是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小川正和爸妈争吵，甚至越来越激烈，我这眼皮总是跳个不停。你说小川不会和爸妈他们打起来吧？长青，你这话说的有些过了。大姐，是我说错了，可你们是没有看到，我出来的时候还看到小川呢。看到什么？长青，你说话能不能一下子说完？哎，我还是去看一眼吧。然而不等沈长青回来，就听到一道饱含愤怒的尖叫声传来。一进客厅，所有人都愣住，只见沈父沈母东倒西歪的，像是随时都会断气一样，而沈川则是站在一旁，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花宁，你先去打120。四妹，你是医生，在救护车来之前，你看能不能抢救爸妈？沈月苗走过来，仔细的检查了一下父母的情况，但心却随着检查越来越沉，最后有些无力的停下了动作。是中毒。从爸妈目前的状况看，若是没有解药，他们只能坚持15分钟。什么？是谁想害我们沈家？大姐，我知道，就是他。长青，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小川怎么可能给爸妈下毒？看来这顿饭真是一场鸿门宴，不过各有各的心思，沈家还真是有趣。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咱们开车往医院赶，总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大姐，可不能乱动，你不知道爸妈中的什么毒，若是乱动导致毒素加快散播，到时候就算到了医院，恐怕也要是无医了。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爸妈中毒而亡？若是爸妈真的没救，至少也不能放过凶手，抓住凶手也算是为爸妈报仇了。此话一出，屋内气氛瞬间变了。长青，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小川是凶手？我当然有证据，离开前我亲眼看到沈川鬼鬼祟祟的往爸妈的杯子中倒了什么。当我再次进来的时候，爸妈突然倒下了，而沈川往自己兜里仓皇的藏了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装毒药的瓶子就在你兜里吧。在众人惊诧的注视下，沈川果然从兜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四姐，你来判断一下，这个瓶子是不是装过毒药？沈月淼接过瓶子，缓缓打开，略有些刺鼻的味道传了过来。没错，里面确实有。小川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他就算是真的要下毒，也不会在这里，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吗？大姐，你还没明白吗？这是我发现的及时，不然没有人会怀疑沈川的。你说完了，那该我了吧？我本以为你会玩点其他的花样，想不到依旧是这种诬陷栽赃下三滥的烟杂手段。不过这次你竟然心狠的连你亲生父母都下得去手。沈川，你说是我做的，你有什么证据？这瓶子可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到从你兜里翻出来的，你还想狡辩什么？我当然有证据证明我的清白。他们在客厅没有吃任何东西，甚至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过。换句话说，他们中毒并不是因为我，而是有人在这之前就给他们下了。你这人算计着毒发时间，先是激化矛盾，又故意让我单独和他俩在一屋，甚至还将这药罐偷偷的塞进我的衣服内。我只能说你确实是好算计，但是你却漏掉了一件事。听到沈川这么说，沈长青心脏莫名漏了一拍，但表面上却色厉内荏的喝道：说到底，这都是你自己的推测，你怎么能证明爸妈一口水都没有喝过？要知道，爸妈杯子的水可是空的，你真是贼心不死！我要把你送到官府去！真是个小可爱，因为那杯水被我倒了呀。我要是不这样做，你怎么会上钩呢？你最大的疏忽就是漏掉了我的医术。你给我住手！只见沈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到沈父沈母身边，原本还奄奄一息的两人突然深深的倒吸一口气，痛苦的呻吟了一声，竟然坐了起来。我这是怎么了？沈家主，你们俩刚才没有吃过或者喝过桌上的任何东西，对吧？此话一出，所有人心都是一滞。两人刚解开毒素，意识还有些模糊，听到沈川的问话，下意识就准备回答。我们一直在说话，哪有功夫吃喝？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问？沈长青，当事人都说话了，你还想狡辩什么？我想他俩究竟是怎么中毒的，你是最清楚的吧？该死的奸商，明明跟我说的100%好评，用过的都说好，现在这让我如何收场？难道我们刚才是中毒了？我说怎么突然眼前能看到奥特曼了？是吗？说来你们应该感谢你们的好大，别说能让你看到奥特曼，差一点他就给你们送西天享清福去了。妮子，你好大的狗胆！爸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要毒沈川，想吓唬吓唬他，从而让他帮助沈家。医生说其实就是表面看着恐怖，实际第2天就好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啊！沈长青，我看你的智商是彻底没救了，这话骗3岁小孩他都不信。你不说实话也罢，你刚才不是说要报官抓我吗？那我便成全你，让官府人员亲自调查，这一切就真相大白。听到这话，沈长青方寸大乱，他彻底慌了。他当初就是要毒害沈父沈母，以此来陷害沈川，若是去了必死无疑。爸妈，我可是你们唯一的儿子啊！我要是去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到时候沈家就真成为雪城的笑话，你们一辈子的名声就彻底毁了。沈父听到这话顿时急了，毕竟以沈氏集团现在的处境，任何一点坏口风足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沈川，别插手我们的家务事。退一万步来说，长青就算真的给我们下毒，又跟你有什么关系？今日若不是我医术高明，恐怕被送到官府的人就是我们吧。沈家主，谁给你的这么大的脸让我放下就放下？此时沈长青看到沈父站在自己这边，顿时整个人活了过来。沈川，就算你给我送去，我也不怕，这屋内都是我的亲人，你只是一个区区的养子罢了。你觉得他们会因为你而毁了沈氏的名声吗？放弃吧，他们不会和你站一条线上，只会为我作证你说的是假的罢了。这句话彻底让沈川听笑了，他眼中跳动着令人心惊的诡异笑意，看沈长青的眼神就像是看死物一样，没有任何温度。沈长青，你说的对，今天在这里的只有你们沈家人，他们当然只会维护你。我沈川再次邀请你们沈家所有人来参加我的婚宴，到时候所有的真相都会在这天揭晓。真期待知晓真相的你们会不会还是一家人？接上集，沈川从沈家送完婚帖回来。阿川，有件事要跟你说下。怎么了，之意？这些文件需要你的签名。沈川打开一看，顿时瞳孔一缩，这文件里面国内外所有的产业加起来，价值几乎是全球金字塔级别的存在。阿川不用翻了，全都是股权转让书，只不过是不同公司的。老婆，这我不能要，这些恐怕是整个江氏的家底了。还好你遇到了我，这要是其他人，你这肯定有去无回了。不会的，这只会是你，也只能是你。你现在就把你的名字签上。沈川笑容逐渐淡去，他察觉到一丝异常。之意，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阿川，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不善言辞的，我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你在我心中的重要性，所以我把他们交给你，只代表一件事，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管理好他们，不会让江家的产业落到外人的手里，因为这是我能给你的全部了。接受它，签字吧。好，我会妥善保管的。老婆，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明天咱们的婚礼恐怕会很热闹，沈长青他们也会来。那正好趁着我在的时候把他们解决了吧。是啊，沈家欠我的，如今连本带利也该还给我了。另一边，沈长青几乎是难以入睡。沈川究竟想要干什么？难道他掌握了什么关键性的证据？该不会是那件事让他知道了吧？不行，我得防他一手。次日，雪城贵族餐厅宣布停止营业，只为一对新人办一场婚宴。此消息一出，震惊全市。小川不过是个比普通医生强点的人罢了，怎么有如此实力包下这里的餐厅？就算是雪城首富王家都没这个实力。该死的沈川，这一切肯定是江小姐给你准备的，我可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结婚，等着吧。沈长青不着痕迹的看了一眼大姐沈风情，眼神闪过一丝歉意。而此时宴会大厅内，各位来宾中午好，首先感谢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我和之意的婚礼，今天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只见江之意身穿白色婚纱，清冷美艳的面容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心魄。长青，你不是说沈川的妻子是个残疾人吗？怎么现在好好的？这我也不清楚。此时沈川已经上前迎接住江之意，两人携手一同走上了台。之意，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表达你对我的重要，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诠释我对你的爱。我一直有个遗憾的是，虽然我已经结婚，但是我却没有认真的对你求一次婚。这一次我要在所有人面前向你求婚。江之意女士，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江之意心头酸涩，眼前竟然有些模糊。她为了这一天付出了所有。我愿意，阿川，我愿意。不行，我反对。是你啊，沈长青，我还打算让你再蹦跶一会儿，没想到你这么迫不及待的送上门来。此时沈长青没有搭理沈川，而是直挺挺的看向江之意。江小姐，你知道沈川为什么与沈家断绝关系吗？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他的真面目，他觉得没面子才离开的。他就是一个吸血鬼，当他把你的血全都吸干，便会一脚踹开，另寻他人，到时候你便会如沈家一样被他嫌弃。是吗？如果阿川需要我的帮助，不用他说，我自己就会双手奉上，哪怕他要的是我的命，我也毫不犹豫。何况他不是你说的
那种人。阿川究竟为何与沈家断了关系？我想你比我更清楚。江小姐，我有证据，这里面有沈川犯错的各种证据的照片，有贩卖2姐泳照给狗仔，给4姐下泻药，贩卖沈氏机密文件，还有更严重的一点，他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拿我大姐8届大佬签合同，他就是一个人渣。混账！你说什么混话？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把沈家的脸面往地里踩？你让你4个姐姐以后怎么做人？我看你是疯了。我说的不是胡话，不然你们以为大姐为什么要突然辞职？这一刻，沈家人脸都白了。沈风琴死死地咬着嘴唇，全身发冷。而沈长青他有一种预感，若是沈川与江之意的婚礼顺利进行下去，沈川绝对不会放过他。与其如此，不如搏一把，哪怕牺牲沈家的名誉和沈风琴的清白，他也要扳倒沈川。虽然他手中这几张合成照片不能当做实锤证据，但只要给大众留下沈川是个人渣的形象就够了。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沈川，你就等着被江小姐一脚踢走吧，这全是滔天的富贵可就要归我了。沈长青，你可真是个小人，连这种事情居然也敢胡诌。既然你想闹，那咱们就闹个够。你不是说你有证据吗？那就给大家看看，看看你说的究竟是真是假。不过这一次你要是再说谎，可就再也没有人会保护你。沈川知晓沈长青想要给他泼脏水的想法，破局的最好办法便是当场打脸沈长青。若是含糊其辞，就算大家心里不说，还是会怀疑自己。沈长青听到这话，眼神闪烁，只能硬着头皮将文件中的照片拿了出来。照片中最让大家关注的还是最后面几张。第一张是沈川跟何仓在电梯相互点头，以及最关键的一张，房间内沈风琴一脸惊恐看着何仓走。逆子，你这个逆子，我沈家收养你，你却干出如此行径，你还是人吗？沈家主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沈长青，我来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证据。首先，我是2姐资质最深的老粉川流不息，我为他控评反黑组织粉丝制作吸粉视频，他能在娱乐圈有今天，也有我的一份努力，这些哪一个不比卖他泳照这么多？我若是真的贪图狗仔这点钱，我至于暗中做这么多吃力不讨好的免费事情？此时众人下意识看向沈花宁，沈花宁听到沈川的话，早已经泪流满面。我早该识破他的身份的，除了小川，又有谁能如此了解我？可笑的是，我中途还想花500万挖他进入我的团队，都被他拒绝了，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一直不相信小川。另外说我下药的事情更简单，你们可以调查我的购买记录，看看我买的究竟是泻药还是补药。4姐，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吃了2粒消炎药就能恢复吧？是你给我吃了什么？价值千金的药材，你当时刚当上医生，忙得日夜颠倒，连药都忘了吃，我只能出此下策，将药碾碎倒入你杯中。我说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病好了？可是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没说吗？你们只相信沈长青的一面之词，他做好准备陷害我，我拿什么反驳？我反驳了，你们又真的相信吗？随着越来越多有效证据流入众人眼中，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沈家人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沈长青，这是沈川自己伪造的，他说的都是假话。你们忘了前段时间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你们吗？你们要相信我，我是你们真正的亲人，我不可能骗你们的。哟，是这件事吗？此时大屏幕显示正是沈长青与医生主任交流的对话。这一刻，沈长青在沈家人心中的形象全数尽毁，几人嘴唇不停地颤抖，竟然痛苦地说不出一个字。这一回，刀捅在了沈家全员身上了，这就扛不住了。没关系，还有最后一件事呢。沈长青说我联合外人意图侵犯大姐。在解释这件事之前，先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吧。长青过来比个耶。接下来便是各种不堪入耳的对话。我不清楚沈长青为什么要造谣，当初明明是他与某个大老板发生了关系，事后求助我顾念着兄弟情，所以才帮了他一把，没想到他竟然辟图造谣。沈长青，我知道你嫉妒我，嫉妒我比你强，但我已经与沈家断绝了关系，你竟然还不放过我，那也就别怪我对你手下无情了。他也太不要脸了吧！为了诬陷沈少，居然连自己亲姐姐都造谣。就是，闹了半天，原来是他自己不检点，如今却倒打一耙，这才是真正的狼心狗肺吧？不是这样的，是沈川，他在污蔑我，这视频中的男人根本不是我。沈川起身径直走到沈风琴的身边，用着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开口道：“那个男人，你不用再找他报仇了，他已经身患绝症，活不了1个月，与其嘎了他，不如让他痛苦的折腾1个月，这也算是对他最大的报复。”对不起，是大姐错了。如今沈风琴他就算再傻也明白是沈长青将他出卖给何仓的，真正的亲弟弟置他于死地，而沈川明明没有血缘关系，却一直暗中保护他们，可是现在才醒悟，太迟了。阿川，小心！前世沈家真少爷一句好弟弟，我便为沈家掏心掏肺，可最后他却联合我青梅将我害死。如今重生归来，我要让他体会一下什么是众叛亲离。接上集我在婚礼上揭穿了沈长青虚伪的真面目。阿川小心！沈川，就算我要下地狱，我也要拉着你一起。生死危机之时，只见沈川眼前突然一黑，当他看清眼前的一幕，顿时瞳孔一缩。失忆，你怎么样？沈长青，你找死！你竟然敢伤他，在我待在他身边的最后几个小时伤他。江之意没有回复沈川清冷的面容，此时竟是怒意和杀机。后半句话江之意说的极轻，就连离他最近的沈川都没有听清话的内容。江小姐，饶命，我并不打算伤您。之意，我没事，你别冲动。现在整个雪城商圈的人都在，他还不能在这里嘎掉。你放心，剩下的我都安排好了，他一定会在深渊里生不如死。还有你怎么这么傻，居然不管不顾的冲上来为我挡刀子？阿川，只要你没事就好。你这个傻瓜！在确定江之意的伤不重后，沈川才缓缓抬头，杀气迸发的扫向被保镖控制住的沈长青。就在沈川有所行动时，餐厅外突然传来保镖的汇报声：李氏集团李董事长到，雪城王家家主到，西战局送战神到。如果说前面都是商界的大人物，只是让人有些惊讶，那后面这位便是让人恐惧与惊骇。毕竟在有钱的商人和权势一比，简直是一文不值。之意侄女，我们来给你庆婚了。结婚这么大的事，居然不给我们几个长辈发请帖，亏我们在雪城还能听到点风声，不然怕是什么也不知道。不对，之意侄女，你怎么受伤了？谁如此胆大包天，竟然敢伤你？此时沈家人心中萌发出一个强烈的疑问：江之意究竟是什么身份？为什么这么多大人物
母都对他如此和善，可沈母终究是顾念着沈长清的。你们先放开我儿子，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好好说，就是他伤的知意侄女，你知不知道你眼前的这位是谁？我不妨告诉你，他是京都江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江之意。你敢拿刀伤他，你有几条命这么狂？怎么可能？他竟然是江氏集团的继承人，传说中的顶级家族京都江家，那我岂不是差一点就成为江氏集团的亲家了？我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呀？我怎么就把小川给赶走了？老沈，你说说话呀！长青再怎么样也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你给我闭嘴！你知不知道我们错过了什么？那是能让沈家跨越阶层的存在。宋叔确实是他刺伤了知意，这里面是他所有犯罪的证据，足够他判死刑了。监狱那边您……我知道了，你们听到刚才的话了吗？将他带走，给我好好的查一查，感动老爷子的孙女，我看他有几条命这么晚。沈长清表情顿时一变，他知道自己如今是在劫难逃了，他不甘心地瞪着沈川，眼中皆是恐惧与崩溃。沈川，我要嘎了你！你这个混蛋，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这都是你在陷害我啊！大姐，你们帮帮我啊！沈母又害怕又急切地直跺脚，但是沈川根本不搭腔，有点爱但不多的沈父此时哪里顾得上沈长清，他现在一门心思想要让沈川原谅自己。你们这2个老不死的，早知道你们这么没有用，我就下点剧毒，直接毒嘎你们！你说什么？那次的毒你是真想要杀我们？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啊！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钱就应该全都是我的，凭什么秘方到现在都不给我？既然把我接回沈家了，凭什么还要那个假货留在家里？沈家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我要咒你们全家下地狱！沈父脸色黑到了极致，这一回他终于后悔把沈长清接回沈家了。不仅是沈家颜面扫地，更是因为得罪了江小姐，沈家在雪城彻底站不住脚。阿川，婚礼被沈长清这么一闹，恐怕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好在流程都走完了，你留下来处理剩下的事可以吗？我去医院包扎一下。知意，我陪你去吧。不用了，我让宋叔送我去，何况还有1号在我身边保护我，你不用担心，我在家等你。宋战神等人冲着沈川点了点头，便匆匆带着江之意离开了。这一场闹剧就这么进入尾声。小川，麻烦你等一下，你还会回沈家吗？我们真的不知道沈长清在背后做了那么多陷害你的事情，所以才……大姐，有些东西来得太晚。曾经我一直在为沈家打转，为了那点微薄的亲情付出了所有，可到头来还是比不过血缘关系。我与沈家早已恩断义绝，我与你们就这样吧。小川，对不起，是我们对不起你，姐姐错了。一切都结束了，从现在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沈川说完转身离开，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回头，也没有心软半分。沈先生，小姐走的时候嘱咐过，若是你回来，便把这个交给您。他什么时候把信给你的？婚礼前，也就是今天早上。突然沈川像是捕捉到了这段时间的某些细节，脸上的笑容倏然消散，一脸凝重地打开了信封，看着信上的字迹，沈川内心五味杂陈，到底发生了什么？怪不得结婚前1天你会将所有江家的财产全都转移到我的名下，那时候我就该怀疑，不对，江家不是还有江老爷子在坐镇吗？紧接着他突然想到什么，脸色倏然一变，快速查找江之意留给他的那一沓文件，最后一张纸上贴了个便利贴，上面有一串电话号码。沈先生是吧？我是小姐为您留下来的助理，负责为您处理江家财产事务以及一些问题。我想见江老。江老如今不在京都，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所有的股份已经由小姐继承，并且全部转移到您的名下，也就是说您现在才是江氏集团唯一的掌权人。沈川脑袋轰的一声炸响，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便不再多说，吩咐几句就挂断了电话。随即沈川利用上一世的讯息拼命搜索着自己的记忆，上一世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国外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暴乱，京都一位大人物也被卷入其中，最终死亡。知意的电脑一定会残留下讯息。随即沈川打开了江之意的电脑，尽管对方有意清理过痕迹，但是凭借着黑客技术还是轻松的恢复了删除的数据。沈川从记录中查到江之意订了去加北国的讯息。任务已完成，请及时领取神明的奖励。正当沈川准备领取的时候，屏幕上又弹出一则消息。沈川略微犹豫，最终选择了暂时保留。之意，你让我什么好好的生活？你都不在，我怎么好好生活？等我一定要把你跟江老爷子带回来。前世我放弃前途，为沈家付出一切，可到头遭到沈长清嫉妒，被他设计陷害，重生归来，我成功送他进了局子。接上集沈川查到江之意离开的去向。沈先生，沈长清死刑是跑不掉了，只不过他依旧咬死不承认。办案虽然讲究重证据轻口供，但他这种不配合的态度让我们很恼火。他吵着要见你一面，说见你之后便全部交代，所以能不能麻烦你来一趟？好，我现在过去。沈川看了一眼飞机票，是晚上的时间足够，便同意了。毕竟他也很好奇沈长清究竟要说些什么。沈川，你来了，你现在应该很得意吧？你打败了我，如今你彻底成为沈家唯一的儿子了。而我每天都在等自己被枪毙的流程，现在你是不是很开心？沈长清，你永远都是这么鼠目寸光。从一开始我就不在乎沈家的钱与权，更没把你当做敌人。是你处处紧逼，自食恶果，怨不得别人。如果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个，那我就走。等一下，沈川，我错了，你可以放我一马吗？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可以，记住我的脸，下次见面我可就不会手下留情。沈川说完转身离开，可下一秒猛然回头，沈长清，好巧，我们又见面了。沈川，你玩我？你不会觉得你整这出很幽默吧？对啊，我就是在玩你，在你打之前给你整个笑话，让你
含笑而终，你不觉得很感动吗？沈川说完也不管沈长清撕心裂肺的大喊，头也不回的离开。而此时沈家内，长清你就放心走吧，以我们沈家目前的势力，这辈子都不可能是江氏的对手，为你报仇怕是没戏了。可为父不能为你报仇，我还有何脸面当你父亲？说完，沈父脸色一沉，下一秒掏出一把剪刀剪下一块衣角。长清，今日我便与你断绝父子关系，这仇你就托梦给他人吧。另一边，沈川刚出大门，突然被人抓住了衣角。沈先生不好意思，这少年居然趁着咱们不注意，一溜烟跑了出来。他是犯了什么错？这孩子是加北国人，连续被人抓住偷吃偷喝，甚至还偷名牌衣服，而且还很挑，连吃的都是在5星级酒店里偷，低等餐厅他看不上。沈川扫了一眼那名少年，表情顿时变得有些怪异。他看起来像是富贵人家的少爷，怎么就沦落到偷吃偷喝了？我也奇怪，这小子标准特别高，吃只吃最好的，穿也穿最好的，像一些普通的菜品，他是宁可饿死也不吃，以至于这小子在我们有一个外号穷讲究个。沈川莫名觉得这少年还挺有意思的，何况他是加北国人，他这次去也需要一个向导，把他交给我吧，我给他缴纳保释金。沈先生，那您可真是帮了一个大忙，那我赶紧去给这小子办取保。待人走后，一旁的少年突然开口：哎呦大哥，咱们这是去哪里吃饭？快饿死我了！你是不知道，这的青菜居然是摘下来过了3天才炒的，他们难道不知道青菜摘下来要在3个小时内炒才能不流失鲜味吗？停！你怎么就确定我会救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帮我，但是我知道你有钱啊！正所谓父长良心，你这么善良，一定不会不管我的，对吧？你忍心看一个少年流落街头，饿死他乡吗？好了，别说了，走吧，我带你去吃饭。大哥，你真是一个好人，不过我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吗？我要吃米其林餐厅，要黑珍珠上榜餐厅3颗星的那种哦。我突然饱了。好吧，你只要供我吃穿住行，我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信我，我绝对不会给你吃破产的。我肯定是脑抽了才会把你给保释出来，别逼逼了，跟我走吧。随后沈川直接带着少年回了别墅。大哥，你就给我吃这泡面，我幸亏就是饿死也不会动一下筷子。是吗？这红烧牛肉面所采用的可是上等牛里脊，轻轻一咬便能感觉到它的鲜嫩多汁。要不我给大哥你一个面子，尝上那么一口，哎呀，真香。对了，幸亏你不是加北国的人吗？怎么会来这里，还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我来祖龙国找我老大，他也是我的金主爸爸，可是那些人都说我老大死了，我不信，他最后消失的地方就在祖龙国境内。那你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我几个队友，可他们居然把我弄丢了，真是一群蠢货。幸亏气得又炫了一大口面，看着对方的模样，沈川脑中闪过一个模糊不清的画面，甚至没有回忆起来便消失不见了。我接下来要去一趟加北国，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给我做个向导？可以呀。你就这么快答应了？我现在跟队友走散了，我还想找老大呢，但是我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了，再流浪下去我就要饿死了，何况像你这样的冤种，哦不，你这样的好人可不多了，我当然不能错过了，只要你帮我吃喝就行。谢谢你啊，我真的 thank you。2个小时后，沈川2人到了飞机场，眼看着就要检票，哪成想又出了事。大哥，我要坐头等舱，你看到我，看看这张贵气的脸，经济舱怎么配得上我的身份？不是我不给你买头等舱，而是给你买票的时候太晚了，咱们先检票，有空位置我立马给你升舱，如何？这样啊，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俩一会换位置，我坐头等舱，你坐经济舱，怎么样？这一刻，沈川几乎对那位形容的老大产生了佩服，果然是个很厉害的强者，否则哪能忍得了他？坐呗，谁有你会享受啊？因幸运的重生者，请完成神明赋予的任务，任务成功将获得特殊奖励。儿子，我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哪里来的儿子？这神明是老糊涂了吗？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与此同时，某承包间内，小姐，敌众我寡，光凭我们几位堂主根本没这个战力攻下对方的住所，我建议还是再等几天，等到江家其他势力再做打算，如何？等什么？是不是我江之意对边外势力太过于放纵，以至于各位忘记了谁才是你们的主人？小姐，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担心准备不够充足，到时候不仅就不出江老，反而……行了，是不是你们这段时间过得太舒坦了，已经忘了刀架在脖子上的感觉了？需要我帮你们回忆一番吗？1天之内调动你们手中所有的兵力，明天晚上按计划出发，有问题吗？我等知道了，这就安排下去。小姐，我感觉这是对方设的一个圈套。我知道，他们目的是为了引我上钩。那您为什么还要前往？何况现在强行聚集的这些人也不过是暂时屈服于您的武力和威名，并不是真心的。我曾听闻多年前北国曾出现过一对身怀秘法的奇人，每一位队员都拥有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能力。如果咱们能找到这一队人，或许有机会全身而退。找不到的，更何况我们没时间了。你不了解那个人，若是我不上钩，那个人一定不会放过爷爷的。对了，无良还没有过来吗？无良堂主以自己生定为托辞，他说要过来会合，还要几天，要不要我亲自去一趟？看来江家是太久没有管理这些边外势力了，让这群宵小忘记身上的痛了。不过现在不是处置他的时候，时间来不及了，等爷爷这边处理好了再腾出手来整理他们。江之意深深地看了1号一眼，他还记得沈川曾感慨过1号的忠心，不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请到这样的保镖，想来他肯定是想要1号，也罢，总归要留给他些什么。1号，明天你不用跟着我一起去了，跟你说句实话，此战9死1生我并没有把握，何况到时候你也应该告诉阿川一声，让他。话到这，江之意反而说不下去了，他倒不是畏惧死亡，而是心中有太多的不舍。犹豫片刻，江之意轻笑一声，苍白的面容多了一抹惊艳绝伦的美，话语中带着独属于他的底气。若我真的不在了，你就替我看着他，至少不许他忘了我。小姐，我要跟着你，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哪怕是死，我们也要在一起。这是命令，记住我的话，若我真的不在了，你必须站出来帮阿川统管大局，绝对不能让江家乱起来，一切都以阿川为先，毕竟你是我留给他最后的底牌了，知道了吗？我知道了，小姐。1号转身离开，只不过离开时眼中闪
闪过一抹隐晦的坚定和决然。沈川刚到家北国，便通过黑客技术查到江家势力所掌控的地盘。你是谁？竟敢闯进来？你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放肆！无良，你可知罪？你竟敢违背江家命令，难不成是想要造反？你小子在说什么？沈川猜测江之意来此必然要召集编外江家的势力，但无良这一批人却纹丝不动，显然是故意没有听从江之意的命令，准备隔山观虎斗。想要救之意，不仅要打探出他的位置，更要驯服无良这不服管教的野狗。刚才我听下面的兄弟通报，你说你是小姐的丈夫，你有什么证明？据我所知，江家可并没有办婚礼啊，我看你这是冒充的吧？证明？这就是证明！看清楚，这里是江氏股权转让合同，我以江家掌权人的身份命令你这一处堂口由我全权接管。无良脸色倏然沉了下来。江家由于势力越来越大，对下面的管理稍微松散了一些，各个堂口的堂主拥有的权力明显提升。无良早就生出了别样心思。沈川先生对吧？既然你是小姐法律上的丈夫，确实有权继承堂口，但是你觉得在座的这些下属谁会服你？没错，快滚吧！你一个柔柔弱弱的小白脸，有什么能力掌管这处堂口？这种见血的地方，怕是容易吓破你的胆。赶紧回去喝你的娃哈哈吧！哎，别这么说，他毕竟是小姐名义上的丈夫，这样把江家成为堂主也有规矩的，那就是看谁拳头更硬，谁武功更强。不如你我赤手空拳比一局，谁先倒下谁输如何？好，我答应你。大哥，你是不是脑子抽了？你们两个就不是一个体型的好吧？结果未出，一切都是未知，谁输谁赢谁知道呢？沈先生，你要是害怕，还是赶紧认输吧，毕竟我这沙包大的拳头可不是面团捏的。我既然答应你，自然不会反悔。来吧，有意思。无良抡着拳头，带着一股劲风朝着沈川门面砸去。沈川不慌不忙，手掌如闪电一般迅速探出，下一秒只听轰隆一声，坚硬的地面被硬生生砸出了一个大坑。你这也不行啊，连我一招都接不住，愿赌服输吧。这里我话是谁赞成谁反对。我没说，输的人是你。奶打有个毛用，现在时代变了，3步之外枪快，3步之内枪又快又准。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只见沈川手指弹出一根银针，下一秒无良手臂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沈川根本不给他反抗的机会，一枚黑色的丹药顺势掉入无良的嘴里。给我吃了什么？没什么，也就是一枚能置你于死地的毒药而已。什么？你小子赶紧把解药交出来，不然你们可走不出这扇大门。你说你们一个月才几千块，玩什么命？给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您继续，不好意思吵到您了。沈先生，我错了，求求您把解药给我吧，我保证以后为您马首是瞻。吴堂主，你以为你得到解药就能活下去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脱离江家，控制自己称王。我告诉你，若是之意活不下来，江家就乱了。没有江家的庇护，区区一个堂主，你觉得你能在这混乱的战区存活下来？还不赶紧告诉我之意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无良本就是一个粗人，完全是靠拳头坐上堂主之位的，所以一直走不高。如今被沈川又恐吓又威胁，再加上一番劝告，直接怂。沈先生，我错了，小姐这2天一直要求我带着手下兄弟跟他去荒区城堡，但我觉得对方有很强的后台，他一定赢不了，有去无回，所以我就装病拒绝了。他准备什么时候发动攻击？今晚8点。沈川心口一突，拿出手机一看，已然6点了。大哥你别急，我知道有一条近路，只需要20分钟就能赶过去。与此同时，荒区城堡某房间内，江之意，你总算来了。你的目的不就是引我来此吗？如今我已经来了，你却藏在暗处不敢现身，难道就这么畏惧我吗？江之意，你不用在这里激怒我，早在你跟主上做交易的那一刻起，就该清楚你毁约的下场。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那个人找到了吗？没有。很好，看来你是真的不将交易放在心上。起死回生的秘药可不是那么好拿的，也别怪我们主上不给你赎过的机会。江老就在这城堡内，30分钟内你若是能找到他，他或许还有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若是超时，那你就只能得到一具不完整的尸身了。江之意神色微微一变，刚想说什么，话筒中突然传来江老略显疼痛的呻吟，显然老人家的情况不是很好。记住了，你只有30分钟的时间，1秒都不能耽误。该死的，全体有命，加速前进。小姐，不行啊，大家状态太差了，若是再不让他们休息一下，恐怕不等找到江老，咱们的人就全军覆没了。休息？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处处都是机关，你们在这休息根本就是找死。何况江老爷子是江家的定海神针，他若是倒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们救的不仅仅是爷爷，更是你们自己。可他这一番话大家根本听不进去。江之意眼中闪过一抹怒意，他很清楚对方就是想玩弄自己，想让自己受到毁约的惩罚。他来这一趟早就决定了用自己的命换爷爷的命，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连想换的机会都没有。此时后方突然飞出数枚飞镖，突然出现的意外让所有人头皮一麻，一股寒意从脚下涌入头顶。看到了吗？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想要出去只有一个办法，找到爷爷，然后杀出去。这句话唤醒了众人求生的欲望，他们眼中的退意被狠狠压下去，再也生不出任何反抗与松懈的念头。可短短的一段路程，江之意身边就折损了数名人员，好在终于在顶楼看到了江老爷爷。江之意，我等你好久了，现在面对着你爷爷的命，面对着你唯一亲人的命，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什么都没有查到吗？没有，你问无数遍都是没有。今天要么我死在这里，要么我拿你偿命。是吗？那就用你爷爷的命来当做利息吧。不要。街上即江之意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见到江老爷子。江之意，既然你违背与我主上定下的约定，那就拿你爷爷作为违约的代价吧。不要，你给我住手！之意，快走，这是一个陷阱。爷爷，我本是旧时代的残党，你是我江氏的中兴之主，不可夭折在这里。江老说完，再也撑不住，昏迷了下去。就在这危急时刻，
棵树眉飞镖飞出，成功将姜老从刀下救下。来人正是1号。1号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别跟着过来吗？小姐，你说我也没有用了。我从小到大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保护你。你若是没了，我也绝不独活。至于姜家，那不是我所管辖的范围内了。保护你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你们叙旧叙完了吗？姜之义，你放心，你死了，我不会放过你身边的人的，包括你想要救的爷爷，甚至整个姜氏集团，我都会毁灭。你敢？今天要么我死在这里，要么我拿你偿命。只见姜之义速度快到根本无法捕捉到他的轨迹，动作狠辣，没有留任何余地，显然是要置对方于死地。姜之义，看来你这些年没少经历生死之战，成长得够快。你该不会是早就准备好面对今天的局面了？你不会真的查到了什么踪迹在野蛮主上吧？这时神秘人脸上露出狰狞之色，掏出暗器朝着一旁姜老扔去，利用姜老的生死来干扰姜之义，让他无法顾及自己的安危，从而击败他。几招下来，两人的局势完全逆转。你这个卑鄙小人，你主人就这样教你的？姜小姐，别管我的手段是否卑劣，只要能最后达到目的就是好办法。此时姜之义脸色煞白，全靠着手中的剑来支撑自己的重量，勉强不让自己倒下。蠢女人，你就这点实力还敢违背跟主人的约定？最后再问你一遍，这些年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查到那个人的踪迹吗？没有，一点都没有。真够执着，可惜主上对你已经彻底没有耐心了。要不是他不方便调动自己的人手去搜捕，你连跟他做交易的资格都没有。既然你什么都查不到，那就用你的命来抵消主上的愤怒吧，去死吧！小姐，不要给我住手啊！我要嘎了你们！看来今天我真的要葬身于此了。阿川，对不起，我要失约了，我真的好不甘，明明就差一点。这时一声巨响骤然响起，巨响中的疼痛迟迟没有降到姜之义的身上，反而他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阿川，我这是在做梦吗？还是我已经死了？之义，你没死，我也不允许你死，是我来晚了，不过好在赶上，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小姐，我们来迟了，请您责罚。这时沈川瞥到已经昏迷的姜老，瞳孔一缩，有些震惊又有些错愕，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先别说这些，吴堂主，你赶紧带之义跟姜老下去治疗。混账，哪里来的下等人？这里也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就是你伤了之义，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究竟有什么目的？我等存在也是你能知道的，下辈子把眼睛擦亮点，英雄救美可不是这么好救的。下一秒，沈川抡起拳头朝着他的门面重重砸去，好在最后他用双手抵挡在自己的面前，这才挡下了这致命一击。不过这代价是双手软趴趴的垂在两侧。这是什么样的力量？怎么有点像那个人的铜皮铁骨？敢伤之义，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说谁派你来的，又为何要攻击姜老跟他？还以为你小子很厉害，有什么后台呢？原来你只是有些蛮力，什么都不知道啊！沈川见问不出什么，便不再犹豫，提着拳头对准对方挥了过去。小姐，看是沈少要赢了，我们有救了。不太对劲，不可能这么容易的，这绝对不是这些人的实力。烟雾散去，露出了真实的情况。只见沈川面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个人，硬生生的挡下了这致命一击。此人虽然有人的躯体，可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人，更像一具活死人。姜之义看到了吗？这可是主上赐给我的宝贝。还有你这个混蛋，你不是拳头很有力吗？那就来比一比，看看究竟是你更厉害，还是我手下的这具回师更厉害。上吧，杀了他们，一个不留。两拳相撞，沈川气血翻涌，脸色不断变化，如强弩之末，苦苦支撑。1号赶紧带之义和姜老先离开，我快顶不住了。小姐，我们先走吧。你带爷爷走，一起走是走不掉的，他的目标是我。阿川坚持不了这么久，到最后只能全都死在这里，你听到了吗？小姐，你一定要坚持住，等我回来。1号眼泪在眼睛中打转，但他知道姜之义说的是实话，忍着悲伤，带着昏迷不醒的姜老与吴良一同离开。星魁，你也走吧。我当然要走了，你自求多福吧，哥，咱们下辈子再见哈。可临走时，忽然看到沈川苦苦支撑，满身鲜血的样子，不知是怎么的，反而于心不忍的流了下来。算了，送佛送到西吧。姓沈的，你记得这是你欠我的。大傻个，丑八怪，来打我啊！怪物被星魁吸引了注意，向他冲了过去。星魁只觉得一股劲风裹挟着强大的力量朝着自己。关键时刻，沈川硬生生为星魁承受了这一击，鲜血从他嘴中喷出，直接喷到星魁的脸上。星魁他只觉得世界骤然变红，愕然的看着沈川缓缓的倒在自己的面前。你竟然敢伤了我的饭票，我弄嘎你这个丑八怪！怪物挨了一脚，他不痛不痒的扭了扭脖子，一掌直接将星魁扇飞出去。所有人都没有看到星魁身上闪烁着诡异的红光，似乎是红光为他抵挡了致命一击，但他依旧受了重伤，狼狈的倒在地上。我刚才就说了，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都给我留在这里吧。第一，幸运的重生者，由于你出色的完成了2项任务，神明将赐予你一项特殊的奖励，你可以选择现在对神明所求那份特殊奖励，也可以暂时保留，立即使用。沈川此时整个瞳孔都变成了红色，好像有什么被压制的力量冲破封印卷袭而来。这一刻，就连神秘人都感觉到了恐惧，哪怕是没有理智的怪物，此时都有些生理性的发抖。阿川，你怎么了？给我死！沈川声音冰冷，仿佛来自9天之上，整个空间都颤抖了起来。这是秘法，不可能，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血脉，这究竟是什么情况？然而不等他想清楚，沈川大手一挥，地面所有的刀剑与子弹都得到了命令，以怪物为目标，齐齐的射了过来。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刺猬一样，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好的地方，直接淹没在金属之中，彻底无法挣扎。武道的巅峰，秘法气尽，外泄可操控所有金属品，终于找到你了。原来这就是姜之义一直隐瞒的原因，我就说他肯定查到了踪迹，原来你就在他的身边呢，一直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就在这时，沈川脑中响起了一道警告：幸运的重生者，你所服用的巅峰丸清醒时间已到，接下来是副作用时间，你马上将会失去理智，倒计时5秒。之义，快走！话刚出口，他脑袋便垂了下去，在抬头的那一刻，沈川眼中彻底没了理智，只有猩红朝着
着江之意冲了过来。哥，你冷静点啊，这都是些什么事啊？你傻了吗？这是你老婆啊！阿川，快醒醒！你难道真的忘了我是谁吗？你忘了你的结婚誓词是怎么跟我说的了吗？是我之意啊！你醒过来！这一声似乎唤回了沈川一丝理智，他松开了手，不过眼睛依旧是通红一片。此时江之意眼看着神秘人的背影越来越远，他抬手指着神秘人，冲着沈川道：“阿川，听话，绝对不能让他离开这里。”这句话宛若梦魇一般在沈川脑海中不断的回荡着。他鬼使神差看向神秘人，沉默片刻，宛若一道风掠过，下一秒一道清脆的捕猎声，沈川直接送他人生重开。而巅峰完的最后几分钟也到了时间，沈川双眼一翻，直接昏倒在了地上。嘎了就好，这个秘密总算是守住了。你带着阿川，我们赶紧走，他已经发送了助援信号，这个地方不安全。我知道了，等等，我内力正在恢复，我的7筋8脉不是废了吗？难不成我被鬼师打个半死，还能触底反弹，自动修复筋脉不成？然而不等他想明白其中的缘由，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前方传来。听脚步声来的是精英，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对付的。你带着阿川快走。那什么江家继承人，我突然觉得我行了，就这些小喽啰问题不大，只要不出一具那什么鬼尸体，我能秒杀。更何况我要是不管你，金主哥醒来肯定会疯的。江之一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根本看不到尽头。最重要的是，若是那个人来了，他不能赌，他不敢赌。他当然想逃出去，可若逃出去需要用沈川的安危来换，他便不想逃了。带着他立刻离开这里，我受伤太重，背不动他的。更何况暗处至少藏有2具鬼尸。刚刚神秘人发的是最高级别求救信号弹，那个人肯定会接到信号。他一旦降临这里，阿川就连死都会成为奢求。从我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逃不掉了。带着阿川走吧，告诉他不要为我报仇，好好活下去。我会带他活着离开这里的，保重。星魁也知道江之意说的是事实，对方明显不是普通势力，很有可能牵扯到了某个恐怖的古老家族。毕竟只有那些人才可能会炼尸的秘法。可他心中不甘，明明只差了一步。江之意深深地看了一眼沈川，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个惨然的笑容，壮烈的向前方冲了过去。上级星魁成功带着沈川返回江氏地盘。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们的5脉只有老大才能修复激活，但你绝对不是他。别说老大易容，就算化成灰我也认识。就在这时，病床上的沈川突然坐起，之意快走啊！沈少，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没事。1号，之意呢？他在哪里？此话一出，1号和星魁对视一眼，前者死死地握着拳头，像是在压抑着悲痛。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之意呢？他在哪里？金主哥，那什么，他没出来。为什么？我记得明明那具怪物被我嘎了，已经没有敌人了，他怎么会没有出来？还有他都没出来，你把我带出来做什么？哪怕是死，我也应该陪他死在一起。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扔在那？沈川面色一白，直接从口中喷出一大口彩虹。金主哥，你别吓我啊！冷静点，不管如何，你要振作起来。当时敌人增援到达，江小姐为了掩护咱俩选择了殿后。他为什么这么傻？不行，我得去救他，他一定在等着我去找他。你先别下床，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我去叫医生过来检查一下。没等说完，沈川就抬眸去了他一眼，这一眼带着冰冷和不容置疑的威严，随后做事就要下床。我去，这眼神有我老大那味了，那股睥睨苍生的味。可一边女保镖只觉得心脏像被蚂蚁啃食般又酸又疼。沈川这是将自己活成了江之意那冷漠又威严的样子，把所有情绪藏起来，只有这样的活着，他才能感觉到小姐并未离开。对了，1号，江老现在情况怎么样？江老还在抢救中，具体情况要等抢救结束才能知道。那你知道设计之意的究竟是什么人吗？我问过小姐好几次，但是她都没有正面回答我。那什么，我可能知道他们是谁。你们还记得那个刀枪不入、似人非人的怪物吗？据我所知，这是一种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秘术，相传有一个神秘又强大的古族继承了下来，并且代代相传。这古族叫什么？他们又在哪里？关于这个古族我知道的也不多，这还是老大在各国总部的 SSS 机密处偷出来的，上面只有一个大概的介绍，具体情况又岂是我这种小人物能了解？他背后之人才是最恐怖的，对方绝对不是咱们能招惹的。另外，江小姐背后有他们需要找的人，短期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觉得你可以先冷静一下，从长计议，不然就不出江小姐，反而还会丧失这最后一次营救的机会。我知道的，我不会贸然行事。1号，你先暗中派人调查一下城堡，看看能不能根据城堡主人的关系顺势摸出敌人的信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沈少，我这就安排下去。丁，幸运的重生者，恭喜你完成神明给予的任务，是否现在获取奖励？完成任务？我又完成什么任务？然而不等沈川想明白，就见到医生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谁是患者家属？另一个手术室内的患者抢救无效，呼吸与心跳已经停止。沈川只觉得这一刻心脏都停止跳动了，他脑中只有一个想法，若是之意回来，他该如何对之意交代？此时某处地下实验室内，江之意缓缓睁开眼睛，有些迷茫地看向四周。你醒了？你似乎在紧张什么？难道那个人你已经找到了？你不用白费力气了，你想要的信息与踪迹我并未找到。没关系，你已经不是我的盟友了，想必你已经清楚接下来要承受什么样的后果了。至于你到底有没有找到我要的人也不重要了。说完便按下了一个按钮，江之意心中涌现丝丝不安，然而还不等细想，一股强力电流流入他的体内。疼吗？你真可怜，我看着都心疼呢。你也就会这点手段了，你就算再怎么折磨我，也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个人，何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直接杀了我便是。江之意，我知道你在刺激我，你说若是我用秘术将你制作成听话的棋子，一具没有意识的铜皮铁骨，会不会很棒？江之意心中发突，但表面上却丝毫不敢显示，眼前这人内心深处就是个疯子，他的软弱只会刺激他。随你，不过你最好别让我找到机会逃出去，不然你肯定会后悔的。你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等到对方离开，江之意才神色复杂的睁开眼。阿川，千万不要来救我，千万不要来！主上，您有何吩咐？江之意的表现不像是什么也不知道，更像是在隐藏什么。绿毛临死前发出了信号，那是最高级别的信号弹，绝不是求救那么简单，更像是发现了什么。你速去调查，想办法查清楚江之意身边的一切，看看有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好的，主上，我一定会找到你。别人都说你死了，可我知道你肯定没有死，等着我。后面的话他压低了声音，根本听不清，只有他癫狂的笑声在空中回荡着，让人后背发凉。另一边，沈川等人进了抢救室，看着江老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真的是你啊，不讲理的小老头！你不是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吗？不是说我会后悔的吗？不是说你的孙女温温柔柔最适合我了吗？我其实已经和知意在一起了。你要是知道结婚证上的那张照片是你孙女的话，你一定会很高兴吧？可不管沈川怎么说，江老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沈川眼中闪过一抹决然，取出了一根银针。如今他要用死穴来刺激江老，从而回阳救逆，拼的一线生机。起来，你给我睁开眼睛啊！近乎歇斯底里的怒吼，他最后一根银针刺入了江老体内，可依旧是无事发生。沈川呆立在地上，近乎绝望。知意，我该怎么办？如今江老死亡，你也失踪了，现在江家边外势力还乱成一团，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一点忙都没有帮上？身后女保镖哭得几乎要晕厥，就连局外人辛奎此时都低下头，再次感慨一声，真是太惨了。就在此时，沈川突然闪过一个可能，起死回生。对，起死回生，我不就是重生了吗？刚才那神明的奖励还没看呢。丁，幸运的重生者，您的选择即将超时，最后重复一遍，是否领取奖励？我什么时候帮助儿子恢复实力了？搞错了吧？我母胎单身20多年，哪里来的儿子？不管了，奖励到手就行。沈川选择领取丹药，强行塞进江老的嘴中，下一秒，江老苍白的脸也多了一抹血色，温度在慢慢恢复。不过他却始终没有睁开眼。这是怎么做到的？沈少，江老是抢救过来了吗？还差最后一步。现在江老进入一种植物人状态，以我目前的医术还无法将其治醒，还要等一段时间。要是有什么治疗这种情况的丹药就好。或许这世界上真有这种丹药。真有？这丹药在哪里？沈川心里升腾起一丝怀疑。本以为辛奎只是一个普通人，可是现在看来他身上似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大概20年前，国外某个区域突然出现过一位名声大噪的治愈师，他能炼制起死回生的丹药，抬手间可以让人的伤势瞬间痊愈。可惜的是，他突然出现又突然不见踪迹，他背后家族神秘恐怖，当今世上无人能知。你怎么净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事？都10几20年前的事了，这都找不到人，你说他干什么？我这不是提供一些思路吗？万一这治愈师以后突然出现了呢？你们也别吵了，这是我记下的。如今江老情况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现在当务之急得解决江家的境外势力，积攒力量营救之意。沈少，江家在边外势力并不小，若是当时各大堂主听从小姐的召集，小姐或许能被救回来。可由于势力太大，疏于管教，阴奉阳违之人不在少数。为首势力最大的就是东堂主和西堂主，他俩手中都掌握着石油矿产，既有钱又有兵。若是能让他俩服从江家管教，其他便不足为惧了。是吗？你要干什么？当然是帮这群不长眼睛的狗重新清楚一下他们的主人究竟是谁。至于不认主人的狗，那就没有养他们的必要。此话一出，屋内温度都降低了2分。1号都懵了，沈川什么时候这么狠了？他不是小地方的贾少爷吗？这一副很熟练的模样让他很慌。上级沈川为了积累力量营救江之意，决定整顿江氏边外势力。哥们，这庙灵不灵？挺灵的。真灵假灵？真灵，不信你试试。那我希望我相见的人能出现在我面前。哥们，你这样也不灵呀！你回头啊，知意是你吗？你怎么来了？我真的好想你啊！沈少，你怎么了？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喊小姐的名字。没事，刚才眯了一会。对了，无良，我让你以江家身份通知东西两堂主来与我见面，若是不来，则代表他们公开与江家为敌。现在人来了吗？沈先生，东西两堂主派人来通知，他们说身体抱恙无法过来，说有时间再来跟您道歉。放屁！就算物种灭绝了，他俩都不可能生病，都是一群墙头草。见小姐失势就飘了。沈川倒是并未生气，一副早就料到的样子。既然他们不来，那你就再发出一则通知，正式宣布东西两堂主正式与江家决裂，我将收回他们的石油矿产权，同时解除他俩堂主的身份。这期间若是有人愿意主动臣服江家，我既往不咎；但若是负隅顽抗，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沈先生，这两人实力强大，您这么做岂不是让他俩联手了吗？现在江家势力不足，小姐跟江老都不在，若是强攻，恐怕很难跟他俩匹敌。所以你在怀疑我的决定吗？卢良心中一突，连忙低头，不敢再多问一句。待他走后，沈川冲着1号招手道：“1号，有件事我需要你帮我去办，但是必须隐蔽。”1号原本还有些疑惑的眼神顿时一亮。沈少，小姐离开前交代过我说，让我万事以你为先。以前是我格局小了，小姐能看上你确实是有原因的。与此同时，东堂主办公室内，东堂主，那个叫沈川的小白脸已经下达通知了，不仅公开说要与咱们断绝，甚至还要在3天内拿回石油矿产，咱们怎么办？怕什么？他就是个小地方出来的小白脸，没权没势没背景，还真以为跟小姐结婚了便飞黄腾达了。更何况你我作为江家边外势力中最大的两柱，只要咱们联起手来，哪怕是小姐归来又有何惧？你说的对，不过是个靠脸上位的年轻人而已，能见过什么世面？估计连杀只鸡都要哆嗦。只要你我联起手来，又有何惧？不过兄弟，我的势力离江家总部最近，若是真有意外，你可得帮衬帮衬。诸哥们，做兄弟在心中，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我自然明白，你若是倒下了，对我也没有好处。你我如今歃血为盟，一同反抗这小白脸。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统一战线。待西堂主走后，东堂主下属走了过来。堂主，您真打算到时候帮他？动动脑子，你哥能混这么久，就靠3样：不要脸、吃里扒外，兄弟拿来卖。大哥就是大哥，不愧是咱们团队里镇山的虎。低调低调，你就当好你仗势的狗就行。可到了第3天
天东堂主还在睡梦中，下属机吼吼地冲了进来。不好了，我一早收到线报，咱们和西堂主势力交界的地方出现了一处新的石油矿点，比咱们现有的矿产还要丰富。真的？你派人去查了吗？我已经派人去踩点打探了，含硫量很低，品质非常好。此话一出，东堂主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他和西堂主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掌握石油矿产权。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免有些怀疑这会不会是陷阱。哥，快点做决定啊！我听说西堂主已经带人过去了，若是再晚点，这石油资源咱们就彻底拿不到了。到时候让他发育起来，还没等到江家，他就过来吞掉咱们了。走，前怕狼后怕虎的，可成不了大事。把这个石油抢下来，哥明年给你娶个嫂子。等东堂主到了地方的时候，西堂主早就已经派人将进矿产的路口围个水泄不通，根本不许任何人进入。老弟，金哥带这么多人是打算出来郊游吗？你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既然这地方是我们两方势力交界点，不如我们各退一步，一人一半石油矿如何？小东，你能过来找西叔我很开心，但是你说的话让西叔很不喜欢，这是难办呀。那要不我去找江家过来，看你这石油能不能保得住？瞧你这人，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我这不是给你开个玩笑吗？西堂主虽然不满，也只能不情不愿地答应平分的要求。此时远处沈川正一脸讥讽地看着两人，他能发现这石油矿洞是因为上一世他登上了新闻头条，也是那天看地图才突然想起这件事，用这来引发东西堂主矛盾恰到好处。这两个人之前还称兄道弟，结果在利益面前全成了小丑。天下攘攘皆为利网，他俩想平分这石油，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1号按计划进行。下一秒，原本蕴藏着石油的矿区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在1号的控制下，这次被淹没的全都是东堂主势力范围，特意避开了西堂主的地盘。吓死我了，怎么就突然发生爆炸了？你问我，难道西堂主你不清楚？你又抽什么风？我跟你一直在一起，我哪里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咱俩刚划分完地盘就发生爆炸，而且爆炸的还全都是我的地盘，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吗？我看你是成天疑神疑鬼，脑子坏掉了。我也是刚到不久，哪有这闲工夫射精？此事与我无关，说不定就是你故意演这一出戏，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两人越吵越凶，谁也不让谁，最终两人只能各自派人保护自己的地盘，回去商讨如何处理。可沈川当然不会给他俩冷静的机会，他的目标便是让东西堂主狗咬狗，互相消耗彼此的力量。起风了，东西堂主也该落幕了，通知1号准备收网，我要这里12点之后让他们知道谁话事。星魁看着沈川散发的气势，犹如地狱中走出的杀神一般，当即在沈川特意设计下，东西两大堂主开始内斗。沈少，短短3天你就将局势扭转过来了，现在好戏也看够了，也该咱们出场。此时西堂主这边，我让你们打听东堂主的情况，你们打探的怎么样？堂主，我让人调查了，虽然咱们这次没有获得胜利，但是东堂主那边也没占什么便宜，甚至因为地形位置关系，他们受损程度比咱们还严重呢。咱们再打一次，定然将他们东堂口拿下，到时候2成3个石油点全都是咱们西堂口的。说得好，区东堂口怎么比得上我们？就在这时，沈川带着吴良等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尤其是沈川嘴角带着3分漫不经心的笑容，居高临下，犹如王者降临。西堂主，天黑了，该睡觉了。是你这小白脸，快来人！然而等他反应过来，此时下属们正7倒8歪地倒在地上，下一秒他突然眼前一黑。吴良带着这个篮球去通知他的下属，愿意服从的既往不咎，不愿意服从的杀无赦。此话一出，屋内温度直线下降，沈川对这些人毫无半分同情，若不是他们忘恩负义之意，或许不会落到那些人的手里。沈少，西堂主这边就先交给吴良吧。国内刚才传来消息说集团出事了，怎么回事？小姐失踪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传了回去，现在京都江家那边已经乱了，我担心有些蠢蠢欲动的江家人会趁乱夺权。江氏是知意留下来的，我绝不允许其他人触碰，我要完好无缺的等他回来交给他。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情，我会立刻回去。沈川虽然接管了江家势力，但是还未亲自去京都，更不清楚江家京都的情况，何况眼下还有东堂主没有处理，他只好让1号先回去。我明白，沈少你要照顾好身体，小姐若是回来看到你身体有损，她定然是要心疼的。她还说让你好好的活着，不要给她报仇，不要去找她。可我觉得这话你估计不爱听，我也不愿劝你了。说完，1号不再多留，大步离开。经过这几次的事情，他已经清楚沈川确实值得小姐信任，彻底将沈川看作自家人，完全接纳了他。过了一会，吴良走了过来。沈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全部处理完了，大多数人一见西堂主殒命便归顺了，至于那些拼死反抗的，一律消失了。好，接下来咱们该去东堂主那边坐坐。另一边，东堂主办公室内，大哥不好了，西堂主那边出事了，旗下势力全部归顺那小白脸了。什么？这下完了，我们中计了。他先故意示弱，这几天丝毫不出手，为的就是让我和西堂主放松警惕，然后再用石油矿产来引起我俩的矛盾，是我低估了他。东堂主，我并未故意装弱，是你们只选择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吧。东堂主浑身一僵，转头朝着门口看去，只见沈川提着篮球淡定自若地走了进来。沈少，您饶我一命，之前都是我有眼无珠，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您说什么我就去办什么。我已经给你3天的时间，是你自己不珍惜。再见。这时吴良处理完东堂主手下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看到屋内的状况，对沈川的态度越发尊敬。这就是小姐选的丈夫吗？这心狠手辣的程度，比起小姐有无过之而不及呀。看来我选择屈服是对的。沈少，东堂口这边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清洗江家边外大小势力，发出通知，凡是不服从江家管理者，明天我要看到一个崭新的江家势力。沈川的铁血手腕让2成大小势力都为之心颤，仅3天，原本还4分5裂的边外势力硬生生被沈川凝聚在一起。沈川的狠辣熟练的让这些人头皮发麻。哥，你这一夜不睡，抽的满屋子都是烟，不知道的以为你这屋着火了呢。刚遇见你那会
会还是个翩翩少年郎，现在咋弄得这么深沉呢？赶紧吃吧，这可是我找一家高级餐厅让他配送过来的，真的我太难了，天天担心你会不会猝死。星葵扫了一眼桌上各式各样的文件，发现其中还有不少关于他之前说的起死回生的丹药以及各大古族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话，可上面还是被沈川画满了记号。星葵微微有些动容，甚至有些怜悯与同情。我觉得你这么漫无目的的找，就如大海捞针。看你这副鬼样子，我真担心还没救回你老婆，你自己先嘎了。你要是真想找到治愈师跟古族，我倒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不如跟我一起找我老大。你老大？你小子不会是想诓我让我给你找老大吧？我是这种人吗？你是。我不逗你了，你仔细讲一下你老大。我老大不仅武力高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帅得惊天动人，强的人尽皆知，而且他人脉很广的，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能不能说重点？重点就是他是除了古族外唯一一个会秘术的普通人，而且十分讲义气。只要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他，再说点好话磨一磨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行吧，我帮你找。失忆，等我，一定要等我。在星葵的陪伴下，沈川倒也不那么无趣与沉默了。他赶在离开前将阿成的工作全都处理完，而吴良则一跃成为江家境外势力的管理人。毕竟他这条命还攥在沈川手里，自然不敢生出二心。与此同时，祖龙国某个境域传承数千年之久的神秘古族内，大长老，少主的魂灯亮了。少主的魂灯亮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您的消息了。自从几年前您的魂灯突然熄灭后，族长跟夫人便气的当场吐血。要不是我占卜出来您还有一线生机，未来总有一日能重回当世，恐怕夫人就要跟您一起而去了。紧接着大长老通过秘法开始占卜，算到了，是在祖龙国附近，紧挨着边外区域，想办法通知族长和夫人，让他们尽快出关。少主还活着，他终于回来了。好，我这就去禀告。慢着，再去通知祖龙总部的第一掌权者，我要让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掘地3尺，也要把我那从小离家不知所踪的少主找回来。他的声音在略显空荡的祠堂中不断的回荡着，字字句句热血沸腾，激动难平。终于，这苦寻多年的传承古族就要复苏了。注意看，这个男人仅仅是一睁眼就吓得4名劫匪从飞机上跳下去。接上集沈川整顿好将士边外势力，便上了回京都的飞机。因为夜夜失眠，他必须要补充一下睡眠。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声低吼：“你们退后，不然我就嘎了他！快给我们拿4套降落伞，还有4套备用伞，快去！放开我，快放开我！救命啊！”都闭嘴，吵死了！你们要做什么跟我都没关系，但最好别在这里吵。要打要杀，滚去隔壁舱室。沈川不是圣母，没有闲心谁都帮助，更何况这些绑匪虽然神色凶狠，但是对抓住的女孩动作却十分轻柔，应该是另有所图。此时4位绑匪都被沈川的眼神震慑到，为首之人顿时心头一突，恍惚间微微松开了手。女孩看准机会，从对方手中挣脱出来，直奔着沈川，做事就要抓住他的胳膊。沈川面如寒霜，像是碰到什么脏东西一样，身形一闪：“你要干什么？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一个大男人咋一点不绅士？只要你能救我，你要多少钱我爸都给得起，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哎，你干什么去？滚！别打扰我睡觉。”温童神色一急，他看得出来这几名绑匪似乎十分惧怕沈川，不死心的还要上前。这下子沈川再也忍不了，一股劲风将温童推开。你敢推我？我都这么求你了，你不出手帮我就算了，怎么能推我？滚！我不想说第二遍。温童被沈川眼神吓了一跳，似乎从里面看到一片血海，小声嘀咕道：“惹到我，算你踢到棉花了，这么凶干嘛？”此时旁边的绑匪们疑惑为首老大为什么还不下抓捕命令，而为首之人电光石火的一瞬间，他想起来了：老大，这小子看上去也没有那么厉害，何况咱们有4个人，咱们还用怕他？就是，如今飞机距离地面越来越近，再拖延咱们就要跑不掉了。放弃绑架，咱们走。为什么呀？你们3个蠢货懂什么？他就是前2天血洗阿成的沈少，你们忘了那些堂主是怎么嘎的吗？本来这一趟就是为了钱，但没有必要为了钱把命都搭上，这趟算咱们倒霉，赶紧撤。既然是那位传说中的大人物，大哥还好你眼力好。沈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们打扰您了，我们这就给您表演一下空中飞人，逗您一乐，望您能高抬贵手。滚吧！4人恶狠狠地瞪了温童一眼，不舍得离开。此时温童有些疑惑看向沈川，明明那男人也没说要救他，为什么这4名绑匪突然就放弃了？哎，你是不是有什么背景，竟然吓得他们就这么跑了？你再多说一句，信不信我也把你扔下去？不说就不说，谁稀罕知道？温童不满地撅了撅嘴，一种奇怪的情绪滋生而起。这是第一个对自己这么冷漠无情的男人。这个混蛋他一定是不知道我的身份，他若是知道我是京都温家的女儿，定然不敢拒绝我的要求。等我回到京都恢复白富美的身份，再化个美美的妆，到时候肯定让你后悔。想到这，忍不住回头看了沈川一眼，希望从这张脸上看到惊艳悔恨的表情。就在这时，飞机即将到站，沈川跟星葵2人刚从出站口，便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恭迎沈少回归，恭迎沈少回归。这世界果然是一本小说，我们就只是里面的一个 NPC， 估计这位少爷吃过的唯一苦就是冰美式了。看这气势汹汹的样子，京都的上流社会怕是要变天了。算了，这种事也不是我们这种 NPC 所考虑的。1号，这阵仗是不是弄得有点大了？可不像以往你的做派。沈少，如今你刚来京都，你的一言一行皆代表江家，代表小姐。若不是时间紧张，还不止这些。看来盯着我的人不少呀。走吧，去江氏看看。与此同时，江家老宅内，江氏新总裁马上就要到了，你知道怎么做了吗？父亲，一切都安排好了。区区一个靠着江之意上位的小白脸，我要让他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好，我儿江城果然有大地之资，以后江家就属于我们的。就在这时，一个衣着凌乱的男人急哄哄地跑了进来。项目款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算？工人们已经等不及了。
秦源，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从哪里来的流浪汉呢。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项目款没有结算，我哪有心思忙关心其他的事情？要是再不结算尾款，会影响公司的进程，甚至还会……秦源，我想你应该弄错了，这个项目与江氏公司无关，这项目人签署的是江之意的名字，按理来说尾款是应该他来结算的，可是他现在不知所踪。换句话说，这是他私人行为，与江氏集团没任何干系。江城的话让秦远愣在原地。项目开始前，江之意已经联系不上了。正当他犹豫之际，是江城故意误导他，让他在负责人的位置上签下江之意的名字，还承诺说就算江之意不在，尾款也不会耽误的。而此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项目款下不来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你这是什么意思？到底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秦源，你来帮我吧！我知道你是江老一手提拔上来的，你很有能力，我也很欣赏你。只要你来帮我，我不仅会帮你解决这次的问题，还给你加薪升职，如何？你想让我背叛江老？别说的这么难听，只是让你想办法扳倒新上任的总裁，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秦远听到这话，眼中闪过一抹了悟之色。江城这是早料到会有这一天，所以才提前设计他。若是小姐没有失踪，江城隐而不发没有损失，反之便可以以此作为威胁。你可真卑鄙！新总裁初来乍到，若是连我都倒戈，他以后在江家如何立足？想必到时候江家所有的权力都要被你掌控了吧？江城，你真是狼子野心！若是小姐回来，你就完了。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无情了。就在这时，老宅外传来无数嘈杂的声音。秦远，好好迎接我为你准备的惊喜，你现在还有机会，不然等待你的就是被那些欠薪的人撕成碎片。秦远丝毫没有搭理他，转身向外走。秦远，你拖欠巨额工资还想跑路？你今天要是再拿不出钱来，咱们直接去官府。我不会赖账的，只不过现在出了点问题，再给我点时间。可为首的人根本不买账，当即就要来上一个大笔兜，但疼痛却没有落在秦远的身上。只见面前站着一个身形高大、面容俊朗的男人。你是谁？沈川，江之意的丈夫，也是江家新上任的总裁。江家也算是名门望族，怎么江老才离开几天，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你就是沈川，还真是一表人才。不过你初来乍到，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我来为你解释一下。他作为项目经理，拖欠了员工工资，影响了江家名声，但负责人签署的是之意的名字，所以我们才没有阻拦。既然你来了，那便由你处理吧。江城眼中闪过一抹寒光，无论沈川是开除秦远，还是自掏腰包，都会使他威严落入下风。既然是我老婆签下的名字，这钱我当然给。不过既然给钱，那咱们就要先算好账。各位既然不想从江氏集团中出资结算尾款，那这项目就是之意个人的项目。接下来这项目无论收益还是亏损，都与各位无关了。这怎么行？要是没有公司，这项目怎么可能做起来？那既然是公司项目，那就麻烦各位股东集资将尾款结清吧。沈川那双看人的眼睛炯炯冷冽，早已洞察了众人的小心思。他们本想着占沈川便宜，没想到沈川如此机敏，上来就把事情挑透，反而让他们不好再混淆。行了，爸，这既然是之意签署的，那就算他个人的项目吧。沈川冷笑一声，转身便让1号给人结算尾款。在1号的统计下，一大部分人结清了账单，拿到了尾款，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没有账单无法结算，吵着说忘带了，想要回去取。等一下，我让你们离开了吗？你们员工的账算完了，那也该算我的账。你们擅闯江家，殴打江氏员工，又该当何罪？你们把江家当成什么地方？1号打电话报官，就说秦远被这群不法分子吓到精神受损，可能导致终身无法工作，让律师全程介入处理，不把他们告得家破人亡，我不罢休。说到最后一句，沈川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杀伐气息，为首之人顿时恐惧的不行，当即便慌了。先生，大哥，算我求您了，您饶了我们吧，我现在就走行不？结算单我也不回去拿了。1号愣着干什么？打电话。等一下，不全都是我们的错，是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姓秦的在这里，还说门口的门卫会主动开门放我们进来，不然以我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强闯进来？沈川等的就是这句话，想必对方是想给自己一个下马威，所以才故意制造这一出，真是越来越有意思。1号，去叫门卫过来。小川，那位是我的下属，这些员工的话不可信，门卫都在江家多年，十分有规矩，怎么可能会放他们进来呢？别听外人瞎说，不如你卖我一个面子，这事就这么算了。卖你一个面子？你有什么面子？你家这4%的股份还是你爹死皮赖脸的求江老求来，更何况你凭什么直呼我的名字？你难道不清楚我现在是江氏总裁？你应该叫我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女保镖站在沈川身后，手已经搭在腰间，最终还是江城败下阵来。他笑容加深，看上去比往日多了一抹阴寒。沈总，对不起，是我僭越了。一旁门卫没想到江城会对这个小白脸服软，他对上沈川冰冷的目光，眼中闪过一抹坚定之色。我坦白，这件事是江城让我说话前最好动动脑子，否则蠢货的下场可是很惨的。赤裸裸的威胁让门卫打了个寒战，到嘴边的话还是咽了下去。不过此时大家已经心知肚明，江城并无被戳穿后的尴尬，反而不卑不亢地冲着沈川道：沈总，这件事确实是我的疏忽，这门卫既然能力不行，早就应该撤下去。是吗？既然如此，那就赔偿吧。秦远受到了惊吓，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这给公司和他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损伤，你就把该赔的钱赔了，把该受的伤偿还，咱们也不占你便宜。好，我赔500万，算是我的一片心意了。至于受的伤，这回可以了吗？不知道沈总满不满意？沈川深深地看了江城一眼，心中暗道这家伙也是个狠角色。满意？怎么不满意？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过我还是希望某些人能把自己地位放对位置，不然后果可不是他能承担的。你说呢？沈总，你说的对，我江城记下来了。我儿，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别急，这才是一道开胃菜，重头戏才刚刚开始。就在这时，1号突然接到一封电话，神情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沈少，不好了，江氏集团那边出事了。别慌，先把这浑水摸鱼的送到工作人员那里，也该让集团有些人知道妄想不义之财是要付出代价。好的，沈少。
妻子离开之前给我留下万亿集团，不料江家有人动起歪心思。街上及沈川刚处理完闹事之人，就收到江氏传来急报。沈少，我们得去一趟江氏集团，股东们都在会议室等着。走吧，我倒要看看他们给我们又准备了什么惊喜。此时江氏集团会议室内，我是城主府督察组的陈立，你就是江家新上任的总裁吧？江氏集团旗下涉嫌项目违规，暂停所有营业，需要整改。这位领导，既然违规，那我请问哪里违规？又需要整改到什么地步？怎么，你对我的决定有意见，还是你听不懂人话？我说有违规，肯定是抓到了证据，你自己不好好反思，大力整改，却来反问我。小子是农工商，商人永远在最低的位置，有些东西你把握不住的，做人还是得看清自己的身份。眼看着陈立转身就要离开，在场的众股东都慌了。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江城上前一步，一脸笑容的喊了一声：“陈组长，好久不见！”江城少年，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江二爷，你儿子竟然还认识督察组的人啊！让大家见笑了，犬子不才也就在外界结识了一点点人脉罢了，可比不上咱们尊贵的沈总。大家说呢？小白脸，就算你有点手段又如何？可终归是没有人脉。我倒要看看这次江家暂停营业又该如何处理。沈少，这父子看来是明摆着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要不要我待会？别急，你知道什么叫色厉内荏吗？咱们刚到京都，他就3番5次想要给咱们下马威，反而说明他心中发虚。一个跳梁小丑吧，蹦跶不了多长时间了。江城啊，看来你们江氏的未来还是得靠你啊！这总裁可不是谁都能当的，尤其还是靠女人上位的男人。我说的条件你好好考虑考虑吧。说完，陈立讥讽地瞥了沈川一眼，便大步离开。他一走，江家几位股东顿时急了。陈组长，这是什么意思？他有没有说为什么突然要江家休整？陈组长说，江家是被行内人恶意举报的，所以必须停止一切项目进行整改，等待解封。毕竟江老还有大小姐现在都不在江家，江家更换总裁的事情被有心人注意到了。我怀疑这次只是试探，若是咱们没有扛过去，下一次就不一定是什么招式了。江城啊，我看你跟那个陈组长关系不错，他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江氏集团虽然是龙头公司，但毕竟流动资金有限，若是短时间内不能解除限制，不仅公司中的各种项目要被搁置，最重要的是，如此一来，江家的形象便要受损，首当其冲利益受损的便是他们这些股东。我与陈组长关系是不错，若是我出面恳求他帮忙，他应该会同意解封。但这江氏也不是我做主，我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求人家解决这么大的麻烦？是员工还是总裁？这算什么回事？在场都是聪明人，自然立马明白了他的潜台词。众人的视线再次落到沈川身上。沈总，这番话你听见了吗？你有什么想法？是呀，你虽然掌握了公司很多股份，但是你能力确实有些东西还真不是能用钱解决的，不如你还是让江城处理公司事务吧，可别让我们这一群股东难办啊！难办是吗？沈川微笑着一拳砸在桌子上，坚硬的桌子霎时间凹陷下去，裂纹四处扩散。现在还难办吗？一个个好歹也是京都有头有脸的人物，连这点风波都经不住吗？照你们这说，若是发生江家解决不了的事，是不是得拱手把产业让给能解决的外人？以1个月为期限，我会让江氏集团正常运行。若是失败，我总裁的位置让出来你们来做。当真？沈总，希望你说话算话。1月之后，若是江氏不能正常运行，你便主动退位，由我而江城上任。到时候你要是反悔，那就别怪我带着一众股东撤资退股。沈川眸子中闪过一道冷芒，即使是江氏这种龙头公司，也无法承受多位股东撤出公司，这很容易引发公司动荡。江城这帮人是在逼自己让位，这才是他们此番目的。行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双方都得拿出点彩头来吧，这样才好玩。我拿出我的江氏总裁之位，江二爷你拿出什么呢？据我所知，你和江城各有2%的股份，不如就拿他作为彩头。父亲，我们接了。沈总出来京都，正是他需要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不能阻碍他进步啊！江二爷听出了江城言外之意，神情顿时放松下来。好，沈川，1月之后咱们见分晓。你若是输了，可别怪我们做长辈的手下无情，我们也都是为了江家考虑。沈总，那我祝你好运，希望1个月后能看到江氏集团正常运作，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此时众人一脸讽刺地看向沈川，如同避开瘟神一般纷纷离去。沈少，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有什么好生气的？区区一群跳梁小丑吧。走吧，我们回去看看新奎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没，那才是当务之急。此时江家别墅内，哥，按照你要求，在京都绕了好几圈，确认没有人跟踪我，才将江老住进那家私人医院的，就连医院内的人都鲜少知道江老的身份。沈川一直紧绷的内心终于放松下来，既然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便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整顿江家势力上。1号，你在京都待得最久，陈立的上司是谁你知道吗？听说是一位姓韩的高官，京都各大公司稽查情况都由他来负责，据说是从战区转到行政岗的，背后势力不小。从战区转来的吗？那以他为突破口，能打听到他有什么嗜好吗？恐怕很困难，这位韩理事向来洁身自好，何况以他的地位，也不是寻常人能够调查到的。沈川随即通过黑客技术快速收集起对方隐藏起来的资料，最后定为2个关键词：延年益寿跟突破身体极限。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这韩理事是奔着长生不老去的，怪不得没有什么绯闻，天天闭关修炼，哪有时间出门啊？沈少，这种人所求的太过于缥缈了，要不我们还是另寻他法吧。等一下，我记得我老大曾给我服过一枚丹药，虽没夸张的能让人立地修仙，但能重塑根骨，全方位的提升人的机能，突破以往体力的极限。不过这洗髓丹我只记得前7味，后3味药材我记不住了。你能记住这7种药材已经很不错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沈川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有一种奇异的魔力，让人完全信赖他。女保镖原本攥紧的手掌也不知不觉间松开。接下来的几天，江二爷还不放心，派人暗中打听沈川。几次打探发现，沈川每日蜗居在屋内，只有一批又一批的药材往别墅里送，心中的不安逐渐打消。在第8天，别墅厨房内突然爆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成了，成了，小爷我练成了。哥，你不会被崩傻了吧？你看看我伸出这一根手指是几？行了，多大的人了，能不能沉稳点？
点，这次你有功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沈少，难道您洗髓丹炼制成功了？对，这是第一批丹药，你可以尝试一下，建议你最好回屋吃。不等沈川说完，1号毫不犹豫接过一颗，转身便回房间。星葵，咱们去客厅等他吧，排毒清体还是需要一会功夫的。过了半个小时，1号终于从卧室里出来。沈少，这丹药也太神奇了吧！我能感觉到身体变轻了很多，力量、速度、耐力全都有提升，甚至身体内部还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不过有些我现在捕捉不到。这后3味药材是我依靠着药方填补进去的，药材年份不低，所以刚开始药效发挥会有些缓慢。虽然做不到什么立地修仙，但肯定符合那位韩理事的要求。那是不是到了咱们反击的时候了？对，沉寂了这么多天，也该动手了，不然江城那边还真以为咱们是只会唬人的病猫呢。随即沈川拿出手机，当即给待在战区的宋战神拨了过去。宋叔，我是沈川，我想跟您再做一次交易，川以总裁位置作为彩头，定下1月之期，败者走。沈少，咱们后面跟着一群尾巴，用不用我去处理了他们？多半是江城那边的人，不过这月黑风高，很容易认错人。我明白了，这就去办，肯定不会让他们影响到您跟韩理事见面。随后沈川带着星葵走进了私人会所。老韩他就是我跟你说的沈川，之前队里需要的那批止血丹就是他炼制的，因为他对那伤亡大幅度降低。韩理事你好，我是江氏集团新任总裁沈川。原来是你呀！韩理事对于沈川的传闻有所了解，听说是来自雪城的小门小户，之所以能成为江氏总裁，也无非仗着江之意的势力。他向来看不上吃软饭的男人，此时看向沈川的眼神越发淡漠。如果你是为了江家的事来找我的，那你恐怕找错人了。我这个人向来公私分明，就算你搭上老宋这条线，我也爱莫能助。我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来找您的，但我此行一是为了交易，另一个目的也是让您如愿。韩理事接过丹药，一股药材的馨香扑面而来，只一闻便让人心旷神怡，就连身体内的疲惫都一扫而光。这丹药名为吸髓丹，虽不像电视剧里面的那么夸张，但也能洗精伐髓、排毒益寿，甚至能突破个人的极限。看来你对我下的功夫挺足呀，可你的谎言太拙劣了。先不说世上是否真的有这种药，就算有，也不是普通人能炼制出来的。你可以走了，我对你已经没有兴趣了。韩理事，你是不是双腿受伤严重，常年疼痛难忍，严重时连走路都成问题？别看你现在体质不错，但实际上内力已经透支了，没有这丹药，你晚年可能要靠药维持。你什么意思？您是想问我为什么会知道您的病情和爱好，还是问我交易的内容？老宋，你难道是来看热闹的？你可别怀疑我，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个搭桥的。何况你那点事，只要认真打听，总能发现蛛丝马迹。给你一个面子，小子，说说你的要求吧。不急，不如我们换到浴室先试试药效吧，剩下的事情之后再议。以您这种身份的人，总不能跟我耍赖吧？这小兔崽子一肚子坏水，怪不得跟江老的孙女在一起了，他俩倒是般配。什么叫一肚子坏水？说我坏水就认了，可我老婆不是啊，知意可善良了。随着韩理事服下丹药，原本清澈的池水顷刻间变黑。宋战神站在不远处，心脏高高悬起。他之所以帮沈川搭桥，不仅仅是为了还沈川的人情，更重要的是，他也希望能借此机会让老友身体恢复正常。大哥，明明早上1号也服用了这丹药，为什么两人差别这么大？这让人看着有些慌啊。年龄越大，体内毒素越多，吸髓越是痛苦，想要得到什么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小川，你看，好像结束了。只见韩理事身体似乎也与之前不同，明明相貌与之前所差无几，但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气度。宋战神虽然清楚沈川不会说大话，但真正见识到这药效后，还是不免恍惚，甚至心里隐隐有些羡慕。这时站在身边的沈川突然开口：“宋叔这次来的匆忙，只有1颗丹，这药方我已经掌握好了，再炼制1颗吸髓丹并不困难，您不要拒绝，不然我下次还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小沈呢，你这话说的就客气了。不管如何，此事算我欠你个人情。这时韩理事也从浴池清理好走了过来，真是痛快，我的身体好久没有这么轻松了，感觉比我年轻时候还要好。小川啊，这丹药太神奇了，不愧是老宋跑了那么远亲自引荐的人，亏我之前还怀疑你是我格局小了。您真是客气了。你放心，江家的事情包在我身上，我会优先为你处理，你别着急。韩理事，那真是太感谢您了。对了，小川这张请帖给你，你刚到京都也应该参加一些上层聚会，一来让他们认识认识你，二来江氏这头沉寂的狮子也该苏醒了。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对于那些蠢蠢欲动的人，你都应该敲打敲打。到时候我也会跟你一起出席，你不用担心，万事有我在呢。韩理事，我明白了，我不会让江氏的地位在我手里下滑。众人见事情解决，各自都身负要事，时间紧张，寒暄了几句便纷纷离开了。沈少，事情办好了，看看时间，江城那边也应该收到我送的礼物了吧？你们这群废物，让你们监视沈川这点小事都干不好，知不知道抓到你们的是谁？那是京都房地产大亨赵董。我解释了半个小时才把这事给圆过去，差一点我就被你们给搞死了。希望你们下辈子眼睛放亮点。父亲，放了他们吧，眼下有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去做？愿意，江少，我们愿意。先好好回去休息，到时候会有专人送你们去完成下一项任务的。这群废物，你原谅他们干什么？父亲让他们这么消失太便宜了。我听说赵董最近开了个保镖竞技大赛，这样既不浪费他们，又能讨好赵董，解除对我们的敌意，一箭双雕。还得是我儿子，脑袋就是比我好使。不过你怎么还皱着眉呢？我担心沈川会不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来。不过是个小门小户的男人罢了，说的好听是江之意的丈夫，说的不好听就是个赘婿。他立下誓言后，这都8、9天了，一直躲在别墅里，我看他成不了什么气候。都说会咬人的狗不叫，沈川若是折腾几次，我反倒是不担心了。可是他一直没什么动静，我才担心他会憋什么大招。放心吧，陈组长与咱们是统一战线的人，股东们大多数都站在咱们这边。我记得明天京都会有一场大型宴会，陈组长会代表城主府参加。你若是仍不放心的话，到时候咱们在宴会上公开沈川的赌注，明眼人一瞧便能知道谁才是江家真正掌权人。
沈川就算有心折腾，也翻不起什么波浪。这江家总裁的位置一定是属于你的。江澄露出一双泛着幽芒的冷眸，强行将那股不安压下。爸，你说的对，我被江之意那丫头压了这么久，如今她消失了，这江家的一切可就属于我了。接上集，沈川收获到稽查组韩理事的友谊。1号，我先下去透透气，你车停好了，直接来宴会门口找我。沈少，那您万事小心，我担心江城那边不会消停，一旦他得到什么风声，为了江家的产业，他肯定会不择手段的。1号看着沈川眼下的无情与疲惫，心中泛起酸涩之意。沈川是小姐交代好一定要保护的人，他恨不得时刻跟在沈川身边，生怕发生一丁点意外。这位先生，这里不允许。沈川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便将手中的请帖甩到对方手里。尊敬的来宾，请问您需不需要凳子？我可以给您拿过来。不用管我，我只想安静一会。喂，我们又见面了。你是？这人怎么这样啊？竟然不记得我了。我是温彤，我和你在飞机上见过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好吧，当时你救了我。原来是你啊！你想起来了？所以你找我什么事？老娘这么一个标准精致的美女站在他面前，连点反应都没有，他不会是个……沈川只觉得眼前的女人眼神看得他有些发毛。眼看时间差不多了，1号还没来，准备越过温彤先进入宴会。这时温彤注意到沈川四处打量的眼神，心头突然升起一个办法。你想进去对吧？刚刚我都看到你本来是想进酒店的，却被保安拦住了。本小姐看在你之前救过我的份上，带你去长长见识。不过先说好，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可不许给我闯祸。这沙雕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个子矮矮，说话屌屌。然而沈川还没来得及说话，便被温彤不由分说地拉着他的胳膊往宴会内走去。你头一次来，这宴会上有很多说法和规矩的，你别乱走。不过你想喝些什么，我给你拿。哎呦，这不是温彤小姐吗？舍得从国外回来了。丁燕几年不见，你这身材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男人来了。丁燕刚携着男友走到温彤面前，就听到这句话，气得她双目喷。两人自小一起长大就不太对付。此时她将目光放在沈川身上，再看到沈川俊朗的面容时，眼中掠过一抹惊艳之色，紧接着心脏被妒忌充斥。这位先生是温彤的男友吧？现在哪里高就啊？大家都是朋友，以后也有个照应。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恰巧一起进来罢了。你们之间的事更别扯上我。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真的气死我了！你都没有请帖，能进宴会全都靠我，现在居然这么快要跟我撇清关系。话一说完，温彤就后悔了。这么说不仅有损沈川的面子，更是在丁燕面前打自己的脸。此时丁燕和她男友同样没想到沈川还敢这么跟他们说话，一时间心生怒意。尤其是两人听到温彤的话后，彻底没了忌惮之心。这位先生好大的胆子，你刚刚那是什么态度跟眼神？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看在你是温彤带进来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的无礼了。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跪下给我道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丁燕，你怎么可以这样？温彤一时间又后悔又紧张，她没想到自己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会给沈川带来灾难。想让我给你道歉，你配吗？相反，你若是跪下给我道歉，我倒是可以原谅你的无礼。你是不是疯了？你越这么说，他俩越是不会放过你的。怪我就不该把你带进来的，真的烦死！你赶紧走吧，我来跟丁燕好好说。温彤，你这个朋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还是短剧看多了，以为自个是龙王，区区一个无权无势无背景的三无人员，哪来的脸敢跟我叫嚣？丁燕的话没等说完便戛然而止，只觉得眼前出现一片彩虹。建民，你完了，我要你嘎！就你想要我命，区区一个末流家族也敢威胁我？呵，恐怕你没有这个本事。保安呢？这里有人闹事，给我抓住他！你逞一时之气干嘛？他们不是你能惹的人，这社会上不是比谁拳头硬谁就厉害。真是的，现在搞成这样肯定不好收场，算是我倒霉。你赶紧走啊，再不走我都保不住你了。究竟谁惹不起谁还不一定。温彤还想要说些什么，但这时保安已经冲了过来。这位先生，就是你在这里搞事情吧？请问你是自己滚还是我们帮你滚？滚！只怕以你们的身份还动不了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兄弟们，动手！我看谁敢动。众人见到他，表情顿时一变。江之意虽然鲜少出席宴会，但是他身边的这位女保镖大家都认识，可以说1号代表了江之意以及江家的意思。如今他的突然现身，让众人都有些惊惧。放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江氏掌权人动手？自己去城主府申请去战区待满5年，不然就等着消失吧。一姐，对不起，我们错了，这就去城主府报道。沈少，你是那位江氏总裁？温彤有些恍惚地看着沈川，心中升腾起一丝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酸涩。此时沈川没有注意到温彤不断变化的表情，他略显无奈看着1号，我都说不用这么大排场了，你还是让这群保镖走吧。沈少，若是您再出事，我可真是无颜面对小姐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吧。行，分寸把握一下，待会韩理事就要过来了。此时两人恐惧到了极致。虽然江家如今被停业整顿，但是江家依旧是京都产业的龙头，在江家面前那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丑。这是个意外，沈少，对不起，我错了。就是你也敢动我小姐最重要的人。丁燕只觉得身边闪过一道劲风，不等反应过来，就看男友当了一次空中飞人。彤彤，我们是邻居，是好姐妹啊，只要你帮我一把，我让我爸妈给你们温家拉赞助，算我求你了。以后就算耍威风，也要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别一张嘴便让人知道你们蠢笨如猪。一条刚爬上岸的蛆不好好躲着，也敢来沈少面前叫嚣，什么脏东西，把他们全都带出去，别为了这几颗老鼠屎坏了大家的兴趣。
1号这一个大笔都算是打断了丁家的财路。如今众目睽睽之下，丁燕得罪了沈川以后，京都又有谁敢和他家做生意？但从头到尾，沈川连一个同情的眼神都没有给，仿佛只是处理了一只蝼蚁罢了。沈总，好大的威风啊！江二爷也跟在江澄身后，脸色不太好看的样子，显然对于沈川吸引了全场注意的事情不太满意。沈总，如今你与我们的约定已经快过一半了，怎么样？现在有眉目了吗？江澄，你知道有句古话吗？特别符合现在的语境。什么话？皇上不急太监急，你最好少操点，不然真怕你应了这话的。沈总，希望待会你的嘴皮子能像现在这么利索。陈组长，您来了。此话一出，众人的视线全都聚焦在门口。这场能来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商人，但宴会的主角还是陈立。陈立作为督察组的2把手，大多数商人还都要看他的脸色。若是陈立有任何不满，直接找个借口休业整顿，哪怕是江家也只能遵守。江澄，好久不见。陈组长，亏得您还记得我。我当然记得你，我初次见你便觉得你与众不同。说真的，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让我都错以为你才是江家总裁。江二爷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前途无量。众人看到这一幕，神色各异。江家内部的争斗，他们早有所闻。如今江之义突然离职不见踪迹，江澄和沈川都想要成为江家掌权人。江二爷眯了眯眼，决定加1注猛药。陈组长，你还不知道吧？沈总和我们做了个赌注。哦，要是不介意的话，你说来让大伙听听。当然不介意。沈总与我们约定，若是他1月之内不能让江家继续运营，他就让位由江澄担任总裁。而现在已经快10天了。还有这事，那沈总恐怕要提前准备好让位的手续了。据我所知，江家内部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整顿，至少还要1个月的时间。沈总这场打赌你必输无疑啊！沈总听见了吗？不如你现在赶紧下位吧，也省得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毕竟江氏的产业一天不解封就一天没办法正常运转。你若是现在退位，等我儿子担任总裁的时候，还能让你多一些分红。老登现在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陈组长虽然知晓内部消息，但不代表他能替督察组发声吧？我似乎记得陈组长的上面还有一位吧？此话一出，众人神色一变。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道冷笑声：“贝尔拉来靠山逼我让出万亿集团总裁位置，谁知却被我当众打脸。”接上集，沈川面对江澄父子的挑衅轻蔑一笑：“陈组长虽然知晓内部消息，但不能代表整个督察组发声吧？我似乎记得陈组长的上面还有一位吧？”沈总，我劝你不用打韩理事的想法了，他从不参加这种宴会，并且此事也不是他管辖的范围。谁说我从不参加这种宴会了？陈立，你什么时候能代表我发言了？陈立笃定的神情顿时消散，打脸来得太快，可偏偏打他脸的人还是他不敢触怒的上级。韩理事长，您怎么来了？怎么，我来还需要给你汇报吗？而此时江澄等人因为韩理事突然到来，心中升起一丝不安，尤其是江澄用余光瞥了一眼沈川，他那一副尽在掌握的神情，让江澄十分的讨厌。这位沈总怎么迎了上去？难道他不知道韩理事最讨厌的便是攀亲？理解一下，毕竟从小城市来的，看到大腿不得上去抱一下，他不清楚这些内幕也正常。可惜那个让整个京都年轻一代低头的江之义，算是看走了眼，竟然选了他作为丈夫，还当众被人逼着让位，江家也算是落寞了。韩理事您来了。小沈，跟我不用这么见外，你若是不介意，直接喊我一声韩叔。在场所有人瞳孔微缩，脸色直接大变。江二爷跟江澄也没好到哪里去，脸上僵硬的笑容都有些维持不住。然而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韩叔江家一直被封着，我听陈立组长说要至少1个月才能解封，怎么跟您之前说的不一样？是吗？我怎么记得江家明天就应该解封了？陈立这时难道是我记错了？韩理事，您说笑了，您怎么可能会记错？该死的沈川他怎么搭上了韩理事这条线？我布局这么久，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不管了，先把我摘出来，保住我的位置再说。对了，江澄，我记得刚才你们一直叫嚣着我输了，让我交出总裁之位，现在好像是你们输了，该如何来着？这回江二爷父子的脸是丢到家了，他们本以为自己赢定了，没想到沈川居然将韩理事长拉了出来。看来江家这次不仅不会落寞，反而要再上一层楼了。谁说不是？刚才对沈总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现在反过来却一句话不敢说。这议论声虽然小，但却清楚地传入了江二爷父子耳朵里，两人的死死地握着拳头，嘴唇都气得发抖。我们愿赌服输，既然您赢了，那这总裁之位便是您的，我会让父亲把他2%的股份转出来。现在我们还要办理一些手续，就先离开了。沈川，这一次算我输了，可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今日之辱，早晚有一天我要你加倍奉还。理事长，您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现在事情处理好了，我就先告辞了。陈组长，我看你是领导做久了，完全忘记关注基层的感受了。既然这样，那你就重新从基层做起吧，回去准备行李。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下次一定会做好的。这次的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发生了。陈立，我已经看在共同工作多年的份上留情了，你若是再与我念叨，那可就不是这个待遇了。说完，韩理事长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冷意。陈立最终哭丧着脸垂下头，认命的离开了。韩叔，这次真是多谢您帮忙啊！谢什么？要不是你，我的身体不可能这么好，这都是举手之劳。小沈，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只要在规则范围之内，你随时来找我。沈川心中一暖，慎重的接过了名片。他知道韩理事一直无儿无女，这是把他当成自家小辈对待。就在这时，助理突然收到了什么消息，跑过来，一脸严肃，低声开口道：“理事长，总部那边来信说古族安排的人来了，让人好好接待他。我现在就往回赶。小沈，我还有公事就不久留了，你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好的，韩叔您慢走。等到韩理事长身影彻底消失后，沈川顿时失去往日的从容。他记得辛奎曾经说过，绑走之意的神秘人很可能是古族的人。如今他整顿江家势力，就是为了营救江之意做准备。终于熬到宴会结束，他迫不及待就想回去找辛奎问下古族相关情报。那个，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你若是有工作的事情，可以直接通过官方渠道跟我沟通；若是其他的私事，恕我不奉陪。别
别挡着我，让开。喂，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这么冷漠？我又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要感谢你一下。沈川看着他深邃的眼神，似乎能看穿人心。温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有妇之夫吧？飞机上的事情纯属意外，我当时之所以出手，完全是因为他们打扰了我。换句话说，我当时压根没想救你，所以你不用感谢我。话我已经说完了，你能让开吗？混蛋，我可对你没有好感，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的混蛋，不过就是对你说句感谢而已。自恋狂，气死我了！可尽管嘴上这么说，温彤的眼神却始终都在追随着沈川背影，一种不可控制的胜负欲在他心底隐隐产生。星魁，对于古族你还知道什么？我曾听老大说过，不同古族有不同的标志，秘法也各不相同。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族中之事，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出事的。老哥，你今天怎么又提起古族？难道是打听到了绑走你老婆的消息了？听你说的意思，古族还不止一脉。那这次现世的古族又是为了什么？会不会与绑走之意的人同一脉？沈川疑窦重重，但不管如何，他都清楚一件事：不管是要救出之意，还是寻找起死回生的丹药，都要抓住这次的机会。当务之急便是如何才能接近这古族之人。沈少，您给宋战神准备的药材我们已经给您准备好了，您看如何处理？有了，宋战神，他同韩李氏都是从战区出来的，这事的转机或许就在他身上了。沈少，什么有了？没事，1号，你现在帮我约见宋战神，就说我洗髓丹已经炼制好了，但因为药效的特殊性，我必须需要看着他服用。好的，我这就联系下去。次日，宋战神得知沈川洗髓丹炼制成功的消息，预定了最早的航班从雪城赶往京都。小川，你来了。宋叔，既然您准备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小川，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服下丹药后，宋战神体内冒出大量的黑色粘稠液体，仿佛体内有一把刮刀硬生生地刮着附在骨头上的毒素。没过多久，他吐出一口浊气，缓缓睁开眼睛。明明身上的肌肉与之前相比差异不大，但他却能感觉到身体充满了力量。好，这效果称之为仙丹也不为过。宋叔，那你先洗个澡，我在客厅等你。此时沈川坐在客厅，眸光闪烁，思索着一会如何冲宋战神开口。小川，等着急了吧？我看你思绪不定，有什么事情你不妨直说，咱们都什么关系，还这么吞吞吐吐的，只要能帮的，我定然会帮你。宋叔，我想知道韩理事长最近是不是在接待一位古族之人？一听古族二字，宋战神笑容收敛了不少，深深地看了沈川一眼，略微犹豫，终究还是没有隐瞒。没错，这件事上头十分重视，就连我也不太清楚对方的详细信息，只知道对方是古族的一名3等卫官。宋叔，我也不瞒你，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想要接触他，你能否帮我一把？这件事是不是和江之意失踪有关？江之意失踪的事情不知怎么泄露出来，京都的大人物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但沈川没有回话，也没有移开视线，只是等着宋战神的回答。可有时沉默就代表了默认。好吧，之意那丫头虽然有时候冷漠狠辣了些，可终归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只能说尽力一试，毕竟有关于古族的事情都是总部机密，我没那个权利做主，有消息我会通知你。宋叔，麻烦你了。不管如何，小川，我要提醒你一句，古族之人绝非常人，就算和他们接触，也尽量不要惹怒他们，否则将出大祸。我知道了，宋叔你放心，前提是这古族之人并非绑架之意的那一脉，我自然会以礼相待。反之的话，别说得罪古族，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绝不退缩。为救老婆身价万亿的我，不惜在宋战神门前苦苦求了749天，只为求得一丝线索。接上集，沈川从宋战神那边回来。沈少，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暗中派人监视韩理事长了，他们现在正在餐厅吃饭，暂时没有什么其他行动。另外，这是那古族之人的长相，吩咐下去，小心跟着，宁可跟丢也别暴露行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宋战神那边已经有了眉目，现在只能等。在见宋战神前，他就做了2手准备。若是宋战神拒绝他的请求，那么他也只好采取一些强硬手段。为了能找到江之意，他可不管是否会得罪古族之人了。放心，我这就去吩咐。对了，沈少，还有一件事，江家现在已经恢复运行了，这些都是想要找江家合作的公司，比平日多了1倍，还有一些必须要处理的文件，请您过目。沈川接过文件，一个脑袋2个大。如今江家刚刚运行，他不敢放权。此时一旁默不作声的星魁突然将手中的枸杞茶递了过来。老兄，我看电视剧里的皇帝就像你这么辛劳，没等到老直接累嗝屁了，你可要多挺几年，你还没找到老婆呢，可千万不能现在就累死啊！何况我还没找到下个饭票呢。是吗？那我可真得好好谢谢你。不用，都哥们，做兄弟在心中，随便给个800、900万就行。你倒是真不客气，我突然想起来监视古族的队伍还少个人，不如你过去帮我点忙。大哥，你没搞错吧？监视的行动风餐露宿的，会把我皮肤吹坏的，何况这行动一点也不优雅，我可一点都不想去。既然你不去，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渴了喝露水，饿了吃蚂蚱吧，你的那些高档食材也没有了。好吧，你这个无良的奸商，我去。星魁一脸幽怨的看了沈川和女保镖一眼，愤愤不平的离开了。两人对视一眼，笑出了声。就在这时，沈川手机突然响了一下，打开一看，笑容瞬间收敛。1号，我要上楼休息一会儿，你有什么事再跟我汇报。好的，沈少。等进了无关好房门后，沈川才平复心情，重新打开手机。幸运的重生者，你已完成神明赐予你的任务，江家势力已经全部收拢。选择领取。一如既往，沈川又一次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了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丹药，只是放在鼻尖嗅了嗅，体内好像有一股被压上强悍的力开始暴躁的窜动了起来。丁，幸运的重生者，请完成神明赋予的新任务，任务成功你将获得相对应的特殊奖励。这第2个任务是什么意思？我才20多岁，哪来的儿子？难道这神明又一次老糊涂了？不管了，说不定又像上次一样稀里糊涂，任务就完成了。与此同时，温家内姐妹们问个事，女孩子要是想确定一个男人喜不喜欢自己该怎么做？你暗恋的对象是江家新总裁沈川吧？如果我没猜测的话，沈总应该对你也有意思，只是不好意思承认罢了。你的意思是沈川也喜欢我？你仔细想一想，以沈总的身份
完全可以自己先行进入宴会，为什么跟你一起进来？想必当时参加宴会的人都注意到了。另外，他与丁彦发生冲突，要不是真喜欢，你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怒？可若是真如你们所说，为什么沈川对我态度如此冷淡？当时他可是直接和我撇清了关系。我觉得是沈总的身份限制了他不能真情流露，毕竟他掌管的是江家的公司，江之意现在失踪了，就算沈总有心想恋爱，恐怕江家的人也会有意见的。对啊，江家可是京都的龙头公司，何况江二爷父子对江家掌权人位置早起霸占之心，他之所以对我冷淡，也有可能在保护我，毕竟他对于江家来说就是个外姓人。温彤这么一想，心底那点埋怨都少了，甚至泛起几丝心疼与理解。要不是经过姐妹们提醒，恐怕他就因为高傲恨上他。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打直球，你直接跟沈川坦白自己的心思，不管危机与否，你都要与他共同度过。可我不清楚沈川的行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他见面呀。温彤，你快点过来，我见到沈总了，他在我家旗下的餐厅似乎约了人。哼，臭沈川，那次在飞机上就是故意救我的，宴会上也是故意帮我解围的吧？今天我就要问清楚，看看你到底怎么样。与此同时，餐厅内，沈川之所以赴约，是因为宋战神给他打了电话，说约到了古族之人。您是沈川先生吗？您的朋友在楼上等您。沈川没有多想，下意识以为是宋战神，便跟着去了。可当他踏入包间的一瞬间，顿时察觉到情况不对劲。怎么是你？你在算计我？是谁告诉你我在这里？阿川，他也是这么叫你的吧？好了，你不用瞒我了，我都知道了。谁准你这么叫我的？温小姐，我请你自重，别遇到个男人就认为一定会拜倒在你裙下，你还没有这么大的魅力。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叫你？我偏要。我知道你是怕江家的人伤害我，所以才对我如此冷漠。但是这里只有你我，你大可以放下心来。我今天以这种方式与你见面，只想告诉你，我接受你的喜欢。然而他的话不等说完便戛然而止，因为沈川看向他的眼神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越发冰冷无情，那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自作多情的蠢货一般，充满了不屑和厌恶。我不知道我哪些行为让你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但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甚至我很讨厌你，你的行为恶心到我了。你若是在搞这些小把戏，就算你是女的，我也照打不。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你明明就喜欢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江之意根本回不来了，你又何必执着于他？他能为你做的，我温彤同样也能做好。话还不等说出后，温彤瞳孔猛地一缩，只见沈川一个箭步迅速冲到他的面前，四目相对，温彤清楚的看到沈川双目中跳动着毫不掩饰的杀意。你算什么东西，也敢与之意相提并论？长几片绿叶就当自己是根葱了？我最后再说一次，别来惹我，不然我真的会杀了你，听懂了吗？沈川像是扔脏东西一般，将他重重的毫不心疼的扔在地上，拂袖而去。不，我不接受，他心里没有我。这些天他为了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是温彤啊，我长得那么好看，只要是个男人就不可能对我这么心狠，这中间一定出了什么差错，明明之前他对我不是这样的。说完，温彤不顾身体的疼痛，朝着沈川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坏了，要出事了，赶紧想办法拦住温彤，不然沈总发怒怪罪起来，咱们都要倒霉。他有必要这么自恋吗？还只要是个男人就不可能这么对他。众姐妹内心不屑，但表面还是一副情深模样，随即转身冲着温彤离开的方向追去。而此时沈川刚出包厢，正好遇到宋战神。小川，你可算到了，邱卫官我已经帮你约来了，想必他等你有一段时间了。宋叔真的太感谢你了。行了，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套，快进去吧。上集宋战神帮沈川将古族之人约见出来。邱卫官，这位是沈川江家江氏集团的总裁。既然是宋战神介绍的，那咱们就认识一下，正好日后我在祖龙的任务也需要宋战神配合。哈哈，不知邱卫官来祖龙市有什么紧急任务？听说是古族与总部两方下达的秘密指令。过来找点东西，该告诉你的时候会告诉你的。明白，是我冒昧了，我先出去拿点东西。小川，你跟邱卫官好好聊聊。邱明眼中掠过一抹不耐，他本来是不想赴约的，可他来之前了解了一下，宋战神是东部战区的统帅，手下兵力无数，所以他就算心中不耐，但保持着几分礼貌与客气。你有什么事直说吧，别耽误我的时间。我这个人对古族既有好奇又有敬意，不知邱卫官可有听说过一种秘法？我最近结交了一位奇人，他自称是古族之人，能控制一种非人非尸的怪物。沈川眼睛紧紧地盯着邱明，若是他这话有半分的异常反应，那便证明带走江之意之人与他所在的古族有牵连。这人也太自吹自擂了，我都没听说过有这种秘法，他是忽悠你的吧？那邱卫官所在的古族是以什么技能闻名的？看您气质所掌握的能力肯定非同一般。邱明被捧得有些飘然，下意识就要开口说什么，可就在这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沈川，你刚才是什么意思？给我说清楚。你是真该死，早不出现晚不出现，今天我就给你长长记性。沈川猛地一挥，一股劲风朝着温彤逼来，温彤当即踉跄的后退两步，眼看着就要摔倒。关键时刻，邱明一个闪身接住了温彤。小姐，你没事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尽管跟我说啊。你给我放尊重点，我是沈川女朋友温彤。想不到沈川你还有这种福气，但福祸相依福薄的人，就算得到了宝物，也无法长久的拥有，只能得到灾祸吧？你说是不是？邱卫官，你误会了，我与温彤毫无关系，更不想跟他有分毫关系。我来只是想问古族。好了好了，随你怎么说，你与温彤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直接通知你，现在起她就是我的女朋友，你明白吗？她我无所谓，毕竟她确实跟我没关系，但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听闻古族中有起死回生的丹药，你所在的古族是否能够炼制？古族之中确实有人能炼制此丹，但他们的地位超然，就连我都没有资格见到这种大人物。你不要以为是宋战神介绍的，我就会给你面子，允许你在我面前嚣张放肆。区区一个平民
百姓也配来问我这种问题？秋明的话彻底惹怒了沈川，一股浓郁的气势自他身体中散发出来。这一刻，沈川开始考虑要不要直接抓走秋明，逼问他所知道的古族一切。我去，这人气势怎么这么强，还带着一股特殊血脉压制，在美人面前我可不能丢人。今天心情好，我给宋战神一个面子，不跟你计较。若是下次再来对我这副态度，别怪我不客气。沈川，你就这么看着我被带走吗？你简直不是人，我讨厌你，你可别后悔。沈川面无表情看着两人离去，原因很简单，通过只言片语能感觉到秋明在古族地位不高。另外，若是现在绑走秋明，劫走之意的神秘人反而会有所警觉。至于温童这种敢算计他的自恋女人，不管怎么狼狈惨死在他的面前，他都不会眨一下眼。邱大人可算是遇见您了，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我是徐震，总部让我跟韩理事一起接您的那位。哦，看来你在京都也算有点身份。沈川你认识吗？江氏集团新总裁，有所耳闻，但交往不深。怎么，他得罪您了？他胆子很大，对我不仅不尊重，甚至还敢公然跟我抢人。你说这种商人有必要存在吗？邱大人您放心，若是江家那两位嫡系在也就罢了，可就凭他一个吃软饭没人脉的小白脸而已，我会让这小子后悔得罪您的。徐震，你放心，我会跟上级汇报的。在执行任务中，你帮了我不少忙，那就多谢邱大人了。两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忍不住狼狈为奸的齐声笑。你究竟是什么人？京都稽查组的二把手，在你面前这么卑微。我叫秋明，至于我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你不用知晓，你只需要知道我是10个沈川加起来都得罪不起的存在。此话一出，温童眼神中闪烁着挣扎、唾弃与异样的情绪。沈川，你3番2次的贬低我、羞辱我，甚至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就算你是江家总裁又如何？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扳倒你，我要让你后悔错过我。而此时，沈川办公室内，沈少出事了，江家港口全都被关了，现在旗下的所有海外生意全都停了。沈川刚准备开口，江二爷急冲冲跑了进来。沈川，你这个总裁是干什么吃的？前2天江氏集团内部才解封，才恢复运转不久，现在又搞出个什么进出口停运，你能不能解决？不能就赶紧让地方。老登，话说完了吗？沈川，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沈川一生行事何须向人解释？现在我是江家总裁，不服给我憋着。沈川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有力，一股上位者的威严自他身上散发出来。江二爷被吓得不由后退了几步。总裁怎么了？我这不是担心公司吗？这是用你担心吗？要不是看在江老和之意的面上，你以为我会容你和江城继续待在公司吗？你们要是真有本事，那就使出来把这总裁之位抢走；没本事，那就给我把嘴闭上，把本职工作给我做好，其他的等我安排。哼，我倒要看看接下来你怎么办。对了，1号，你帮我吩咐下去，通知公司员工各尽其职，让他们尽可能的稳住海内外商户。另外发布官方声明，就说一切都是正常程序，江家很快就会解决问题。沈少，我知道了，但是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这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搞鬼，难道是江二爷他们？他俩没有这个本事，不过确实有人在暗中搞鬼。那该怎么办？别慌，接下来有件事我需要你帮我办。沈川压低声音冲着1号吩咐了一句。1号先是有些惊讶，但看到沈川肯定的眼神，不敢犹豫，重重的点头。黑手随即找上韩理事长，韩叔，这事就麻烦你了。小事，我这就给你处理。此时办公室内，徐震看着眼前的文件，一抹厉色自眼底闪过。他没想到沈川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整理了这么多资料，甚至还查到了自己的头上。徐震，看看你干的好事。你都知道了，那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这是以权谋私，你别以为我不清楚沈川得罪了秋明，你是为了讨好秋明而故意针对江家。何必说的这么大义凛然？你难道就没有以权谋私过吗？陈立可是您亲自弄走的。没错，陈立是我赶走的，但你难道不了解内情吗？他在京都做了多少阿杂之事情？你只看到了我为沈川出头，那是因为只有沈川能承受其他人的报复。你换个其他人试试，我无愧于心，也经得起调查。但是徐震，你经得起吗？韩理事长，你我只有半级之差，何必拿这些大道理来压我？我只知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真理。你应该知道上面对古族的重视程度吧？他们绝对不会因为一介商户就改变丘卫官的计划。何况我们也不是强盗，只是暂时扣押，不允许出境而已。韩云龙看他如此嚣张得意的样子，恨得牙根直痒痒。虽然他不想承认，但是徐震说的是对的，他这是打的一个时间差，将一切都算计进去了，包括自己。你会后悔的，你毫无底线的帮助秋明，就算你和他一起完成了任务，上级也绝对不会提升你的。那咱们走着瞧，看看谁笑到最后。而此时门口一辆黑车停在路边，沈川正在一旁静候着消息。小川，这件事可能暂时没办法解决，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协调此事，还你一个公道。韩叔，既然如此，这件事就拜托您了，我这边也会尽量想一些其他办法。你放心，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你，不会让你等太久的。韩云龙看向沈川的目光中多了一分赞赏，即使事情危急，依旧镇定自若，有一股大将之风。而此时神秘的古族内，任务进展如何？找到人了吗？大长老属下还在寻找中，消息很快就有了。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办事的？这么长时间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说，你都到祖龙几天了？你知道要找的人是谁吗？要找的人究竟是谁？秋明露出清澈的愚蠢，虽然他是古族之人，但并不在核心势力中，只知道让他找异常之人，因此秋明一直没放在心上，打算狐假虎威来祖龙国享受一番，等到最后已找不到人应付过去。是少主，你这个蠢货！
货！您说什么？少主？可是少主多年前不是已经……话没说完，他猛地反应过来，他想起大长老曾经预言少主还有一线生机能重归当世，所以这些年族长和夫人都在等这个转机。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咱们帅气强大的少主他终于要回来了，所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资源找到少主。只要少主他能回归本族，我们将一改颓势，如雄狮苏醒，重回巅峰，立于云霄之上。大长老放心，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绝不会让您失望的。过了数天，某神秘地下基地内，主上，您当时特意吩咐要留下阿城区的那种古堡，说要守株待兔。如今有一伙古族之人的小队闯入了古堡，现在该怎么办？吩咐下去，带上一小队回师，务必把他们拿下，不然你们也别回来了。知道了，主上。一定是古族内察觉到什么了？难道他们已经先我一步发现他了？江之意，你骗走了我的起死回生丹，却不履行约定，你真是该死！随后快步朝着实验室深处走去。江之意，你还没死呢。是你不想我死吧？反反复复折磨我又救我，不就是想从我口中套出有用的讯息吗？何必在这假装慈悲？江之意三番五次的挑衅，彻底惹怒了神秘人。若是往常，他还能耐着心与江之意耗下去，可如今古族那边有了行动，万一古族先他一步找到那个人，想到这眼底不由闪过一抹杀意。看看这个，这是我自己研发的，它能高效刺激细胞，会加剧很多反应。你说若是用它来刺激你的命脉，会发生什么呢？我最后再问你最后一遍，它在哪里？告诉我。我不知道，你就别在我身上白费心思了。可回应他的是强劲的电流。神秘人眼中闪烁着疯狂的怒意和恨意，这一刻他真的准备杀了江之意。然而检测仪器发出的刺耳声音将他的理智拉了回来。看着倒在手术台上吐血不止的江之意，只觉得一拳砸在了棉花上。为什么不说他到底在哪里？你这个疯女人，为了他竟然连命都不要了。主子，古堡那支小队已经抓到审讯室了，你要过去看看吗？自然是要去看看的。不仅如此，我还要亲自审他们，看好江之意，别让他死了。此时审讯室，秋明焦灼不安地坐在座位上。原本他刚通过情报查到古堡有异常能量反应，就被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抓了进来。你到底是什么人？抓我又是为了什么？不要着急，在我们对话之前，先玩一个游戏。看到我手上的遥控器了吗？只要我按下，你将会感受到不同等级的电流。你要干什么？我没开口问，你怎么能擅自开口？第一个问题，你是古族之人吗？秋明犹豫了一秒，电流再次传了过来，甚至隐约闻到了自己身上传来了烧焦的味道，钻心的疼痛也开始蔓延。我是古族人，记住不要犹豫，不然等待你的就只有惩罚。第二个问题，你来古堡目的是什么？我的下属发现古堡有异常波动，所以才进来调查。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调查异常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下子秋明犹豫了，他不知道该不该说。少主是古族的希望，何况敌人身份未知，若是说出，很有可能牵连到少主给他带去威胁。我最后问你一遍，你说不说？不要妄图欺骗我，你只有5秒钟，5、1。你数学是不是没学好？你加5过了就是1嘛？是大长老让我来祖龙寻找少主，古族的少主归来了。他果然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预言果然是真的。这么多年的寻找终究是没有白费，他还是被我发现了。说他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找到。大长老只说少主会在祖龙边境出现，具体什么位置没人清楚。是吗？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去死吧。我可以帮你，你也在找少主吧？只要你放了我，我找到少主定然会汇报给你。好，我饶你一命。这袋药是断肠丸，3天需要1次解药，我会提前给你2枚，剩下的我会准时派人送给你。一旦让我发现你妄图将今天的事情告诉他人，到时候你就等着穿肠破肚而死吧。秋明暗自叫苦，他本想回去以后就立马联系大长老，然后来一个反间之计，可如今计划全部泡汤了，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接下来我要你完成的任务是，听懂了吗？我知道了，主子。随后秋明在黑袍人的安排下重新坐上了返回祖龙的飞机。主上，您真的要用这种人吗？若是他回去后背叛咱们该如何？他怕死，不会用自己的性命来打赌的。另外，江之意不是依旧不说吗？既然我找不到他的软肋，那我就毁了他的全部。我就不信他要隐藏的信息比他爷爷和江氏还要重要。而此时江家办公室内，1号神色焦灼，匆匆地走了进来。沈少，又出事了，江家再次被下令整改，这次显然与上次不太一样，已经不是个人想要为难江家，看起来像是最上面插手了。那现在江家内部情况如何？江二爷他们正游说其他股东，准备联合起来撤掉你这个总裁。沈少，江家是小姐的家产，若是再这么下去，江家只能破产了。1号，你放心，江家是知意交给我的，我不会让江家在我手里落败。在他回来前，我会好好守着他的。你收拾一下心情，缓一缓，此事我会解决好。就在此时，辛奎走了进来。大哥，韩理事过来找你，要让他进来吗？1号，你先去调用江家流动资金，尽可能先安抚住公司的员工。辛奎，你也去叫韩理事进来吧。我知道了。过了一会，韩理事便走了进来。小川，你应该已经收到这消息了吧？现在上面口风变了，如今不只是徐震一人执意与江家作对，就连古族也参与进来了。要不你主动跟秋明道个歉，缓和一下关系吧。韩叔退1万步讲，就算我真的和秋明道歉，你觉得秋明会放了我，放了江家吗？另外，我江家隐忍到现在还不够表明我的态度，从始至终想要闹事的不是我，而是对方。小川，韩理事长，您这次特意来江家找我谈话，而不是约我去办公室，所以这是上面的意思吧？您请回，这事我不会同意。沈川，你年轻气盛，不懂其中道理，你去跟秋明道歉，大家都有台阶下。现在已经不是个人之间的事情了，我向你保证，只要你公开道歉。
歉，我会想办法帮你尽快恢复江家产业，可好？韩叔，江家是百商之首，这些年争的就是这口气。玉可碎而不可损其柏，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我要守住江家，不只是守住江家的财产，还有这口气。何况江家还没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地步。沈川，你要干什么？您请回吧，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韩云龙看着沈川样子有些恍惚与感慨，他仿佛看到了曾经叱咤风云独当一面的江老爷子。罢了罢了，有些东西或许真的比输赢还要重要吧。小川，你到时候真坚持不下去了，那就打我电话，我会尽可能的帮你。此时门外辛奎将两人对话听完，面色霎时间变得凝重起来。一开始他只是想缠着沈川，把他当一个给自己提供吃住的冤大头。随着相处，他发现沈川身上的闪光点，心态发生了一点不同。难怪他不让我听这些，想来是不愿把我牵扯在里面吧。也罢，吃了你这么多东西，也该为你做点事了。眼前这小伙为报一饭之恩，竟然孤身一人找上祖龙国最为神秘强大的古族之人，只为给沈川找回场。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主子，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故意与大长老说江家阻拦我的行动，现在已经成功挑起江家和古族的矛盾了。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江老的位置。他在哪？江家对外一直宣称江老在外休养，实际上他一直在京都一家私人医院内。抓了他，把他带给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今夜就动手。不好，你这个蠢货，你家进老鼠了。此话一出，邱明和躲在窗外的辛奎同时脸色一变。然而辛奎刚回头就看到邱明面色阴沉的站在后面。小老鼠还想往哪里跑？两拳相撞，一招一式都没有花招，比的就是力量。对峙间，在力量上终究是辛奎落了下风。该死的，要不是小爷经脉只恢复了一半，实力岂会只有这点？不行，这样下来多半得交代在这里了。我还要把这消息传给饭票哥，不然江家这次真要完蛋了。辛奎脸上闪过一抹决然，以手做刀，朝着自己被僵持中的胳膊砍去，准备壮士断腕。然而邱明又怎么会让他如愿，随即加大了力量。小东西，脑袋倒是转得挺快，可惜实力不行啊。随后邱明用力将辛奎甩回屋内，咣当一声清脆的响声，辛奎兜里掉出一个吊坠。还给我，把玉坠还给我。刚才准备断腕都没这么紧张，区区一个吊坠就这么激动，我倒要看看这东西究竟是什么。说着，邱明仔细的拿着玉坠看了起来，下一秒眼中翻滚着怒意和震惊。你告诉我，这东西从哪里来的？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你的东西？你是五人组的成员？该死的，这人怎么知道我的身份？还真是你们呢，终于让我抓到你了。当年就是你们五人组害死我们古族少主的，对吧？什么少主？你到底在说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你给我闭嘴！若不是你们，我们古族怎么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少主死亡，族长和夫人更是常年闭关，古族也因此彻彻底底掩饰。你们五人组真是罪该万死。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少主，你一定是误会了。随你怎么说吧，今日我要为少主报仇。至于你有什么冤枉的地方，那就到地下跟阎王爷说去吧。说罢，邱明不再犹豫，提着拳头准备朝着辛奎的心口砸去。好不甘心啊，老大，我还没找到你，你到底去哪里了啊？算了，下辈子咱们再相遇吧。还有沈川哥，我已经尽力了，可惜没能把消息给你带回去，希望下辈子还能抱到你的大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旁视频电话还没挂断的神秘人开口：慢着，让他这么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了？不如将他送去边境黑场吧。此话一出，辛奎面色又惊又慌，被送进去边境黑场的人求生不成，求死不能，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如野狗一样战斗。工人观看毫无尊严，在那里死亡不再是惩罚，而是一种解脱。主子，您说的对，这么杀死他太便宜他了，但给他送到边境黑场，我现在腾不出时间。没关系，把他交给我，我来安排。沈川，队友们永别了。邱明隐约间听到了辛奎喊了沈川的名字，眼中闪过一抹疑惑，这也为接下来埋下了伏笔。而此时京都某私立医院内偌大的病房突然一黑，正准备暗杀江老的邱明吓了一跳，回头时身后多了一群人。邱卫官，我们又见面了。沈川，你敢算计我？江老的消息是你故意泄露给我的吧？没错，若我不露出破绽，怎么引你上钩呢？你想置江家于死地，定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毕竟江老若是真的死了，江家也就散。不过有件事我想不通。想不通什么？我想不通你为什么会恨江家到这种地步？难道仅仅是因为温统？他应该没有这么大魅力，让你不惜以身犯险，深夜来杀江老。这绝非因为利益冲突能产生的仇恨。所以你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你想知道？等你死了下去问阎王吧。邱明怒吼一声，提拳朝着沈川所在的方向奔来，以两拳为中心势浪汹。周遭一些实力差的人直接被掀翻在地。沈川，就算你算计我又如何？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计谋都是垃圾。普通人有什么资格跟古族之人相提并论？如今你送上门来，今日便就是你的死期。看来还是我不够强，仅仅是古族的外派卫官就有如此恐怖的实力，还是要服用那枚丹药。沈川之所以没有一开始服用丹药，就是想要测试自己与古族之人差距究竟有多少。如此一来，也便能推算出绑走江之意之人的大概差距。这股气息，这是蛊。邱明神色大变，刚要开口询问，却被沈川这一股恐怖的气息压得说不出话来。邱明，胜负未定，游戏才刚刚开始。沈川，你不能杀我，我是古族的人，你杀了我就是得罪了古族，我的族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只要你现在放了我。邱明的话没有说完，骤然瞪大了眼睛，只见地上的武器在无人控制下突然刺入了他的心脏，相比较疼痛，邱明这一刻震惊的魂都散了。金属控制噬域，这不是少主的秘法吗？沈川怎么会这招？还有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古族气息。邱明不等想明白，猛地吐出一大滩彩虹，只剩下最后一口气。1号，清洗整个医院，带人将邱明的人全部灭了。今天的事不许任何人透露风声。沈少，我绝对不会让一只蚊子堆出这所
所医院。沈川决定干掉秋明，纯粹是逼不得已。若是让这件事传到古族耳朵里，以江家现在的实力，就如螳臂当车，他这也算是兵行险招。沈川，你不要走，不要走！你还有什么话想说？你是哪里出生的？父母是谁？你刚才那招又是跟谁学的？告诉我，求你！沈川本不想回答他的问题，可看到秋明用着期待又激动的神色望着自己，好像这便是他临死前的唯一遗愿，莫名的开了口：“你说的我都不清楚，我不知道我父母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哪里出生的。至于最后一者，我也不知道。”少主，是您，我找到你了。我还没有把这个消息传回古族，更没有告诉大长老关于神秘人想要杀你的消息，我不甘心呢。然而秋明说的话实在是太过轻微，沈川压根没有听清楚。可他感觉到秋明这句话似乎蕴藏很大的信息量，立马蹲下身来：“你说什么？声音太小了，大一点，再说一遍。”秋明真的想重复刚刚的话，但是时间却不允许他把所有的信息说出来。他不能害了古族的希望，不能害死什么都不知情的少主。为使神差间，秋明突然想到了被送往边境黑场的星魁，只有他知道神秘人的存在。星魁就星魁，边境黑场。说完这6个字，他再也坚持不住，彻底没了气息。星魁，边境黑场，什么边境黑场？沈川随即给星魁打去电话，可一直无人接通，他的心一点一点的沉了下去。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道急促的脚步声。小川，你真的把他爱，这下真的出大事了。韩叔，您怎么知道秋明在这里的？我是收到命令才赶过来的。古族之人身上有特殊秘法，濒临死亡之时会将自己的位置和状态传回古族。你干掉秋明这件事根本瞒不住，古族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尽力为你拖延时间，趁着现在无人发现你，你赶紧逃。韩叔，多谢你的好意，但我不会逃也不能逃。我要是走了江家怎么办？何况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沈川虽然不知道星魁怎么落入秋明之手，但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被送往边境黑场。在临死的前几秒，秋明看自己的眼神明显变了，眼里好像隐藏着什么可怕的秘密。不管是从情义还是从利益来说，他都要赶去救星魁。我不管你了，你愿意如何就如何吧。今日我就当没在这里看过你。至于你要做什么，我也完全不知道。你赶紧走。韩叔，多谢了。小子，你这次可是真惹大麻烦了，古族肯定会暴怒的。祝你好运吧。小伙为报答一饭之恩，不惜孤身面对实力强大的古族之人，不料实力悬殊，场子没找回来，反倒将自己搭了进去。接上级函里释放了沈川一马。沈少星魁的踪迹查到了，这小子还算有点机智，去找秋明的时候在身上放了一个定位器，可最后信号在青州某个酒店就消失了。1号，现在去安排航班，我们得赶紧过去，不然星魁就危险。而此时某酒店房间内，我主人我已经带过来了，现在准备送去边境黑场。慢着，血女，把人直接送到我这边来。你这个混蛋，你究竟要干什么？放心吧，很快你就会知道答案了，我们马上就会见面，到时候你便会知道一切。挂断电话后，血女眯着眼，带着几分玩味之色看着床上的星魁，让我看看你哪里值得主上如此大费周章的得到你。星魁正准备友好的用祖安话问候对方家人时，哪成想无意间突然看到血女胳膊上的手环，顿时脸色一变。这手环你从哪里来的？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敢跟我这么说话？星魁趁着血女不注意，猛地从床头柜的果盘中抓起一把香蕉，抵在自己的脖子上，脸色带着几分疯狂和执着。我最后问一遍，这手环是你从哪里得到的？如果你不说，那我就去死。我知道你不在乎我这条命，但是你运回去一具死尸，你的主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对吧？该死的混蛋！不过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我的手环？血女看着星魁，明明是一张稚嫩的脸，却是那么的坚定，仿佛有什么信仰在支撑着他一样，恍惚间与他记忆中的那张脸不断重合。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五人组其中之一的，对吧？这东西一直是我的，你难道忘了咱们曾经还交过手？一句话让星魁恍然大悟，他彻底想明白了为什么他对神秘人会感觉到莫名的熟悉，也是因为这句话，星魁逐渐陷入回忆中。那几年是他们五人组最黑暗的日子，不仅老大失踪，他们五人组还被人扣上害死古族少主的罪名。是你，竟然是你们！你们不是古族人！你觉得我像古族之人吗？这么多年，古族和你们五人组竟然无一人怀疑，足见我主计谋之高明，一招祸水东引，直接加剧了你们的仇恨。被骗了，我们都被骗了，全都被利用了。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如此针对我们？星魁气得气血翻涌，顿时吐出一口彩虹。血女也趁着这个机会猛地冲上前，一个大笔都打落星魁手中的香蕉。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威胁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吧，垃圾！不只是你，还有你背后的那个主子，他一直躲在暗处，难道是见不得人吗？还是因为恐惧和害怕？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臭虫罢了。放肆！你敢侮辱我主，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主上只要你活着回去，可没说是不是一个残疾。血女彻底萌生出一股强大的杀意。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房门被人一脚踹开，一条咸鱼对准了血女的脑袋飞了过来。沈川，饭票哥！沈川看着床上的伤痕累累的星魁，心脏几乎漏了一拍，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的愤怒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浓郁。行了，别哭了，我来救你了，你先睡一觉，剩下的都交给我。放心，我绝对会带你出去。你是什么人？是怎么找到的？等你死后，我会告诉你的。说罢，沈川一个箭步冲了上去，跟着血女对打起来。此时1号趁机冲到床上，背起晕倒的星魁便往外跑。不是他不帮助沈川，只有救出星魁，沈川才有机会进行下一步。他们留在屋里，恐怕只会添乱。该死的，给我站住！先顾好你自己吧，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那么轻松。你给星魁的疼痛，我要你100倍偿还。怎么办？这家伙实力怎么这么强？相比较而言，沈川此时像是进入了无人之境。自从服用过半神丹后，他感觉身体似乎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武功更胜从前，一切都变得游刃有余起来。你不是好奇我怎么找到星魁的吗？下去问阎王爷吧。
血女抽搐了一下，彻底没了气息。沈川起身不再久留，便大步离开。1号，星葵情况怎么样？他身上的伤倒还算好处理，但最严重的是这双腿，本来就受伤严重，结果又拖了这么久，如今又添新伤，恐怕需要养一阵了。不过幕后之人绑走星葵又是为了什么？这只有等他醒了，咱们才能知道答案。与此同时，古族祠堂内，大长老秋明死之前发生了一场混战，身上有其他的伤口，但都不致命，最致命的是心脏那一击。目前还暂时无法判断杀死秋明的人是谁。祖龙那边怎么说？那边说还在调查中，一切等到调查结果出来才能给咱们一个解释。放屁！秋明濒临死亡之前，我便已经提前一步通知了祖龙掌权人，这中间必然有猫腻。您的意思是他们在故意骗咱们？我不清楚，现在少主的踪迹就在祖龙国附近，找到少主比一切都重要。另外，魏馆长快到华夏了吧？魏馆长是古族所有卫官的统领，身份仅次于古族嫡系人员之下。这时祠堂上那盏魂灯噌的一下亮了起来。大长老，魂灯塔！我的神通广大的少主啊，你有什么命令想与我？我就是豁出我这条命，也绝对会帮你完成。大长老潜心的看着魂灯，静静的等待着。可魂灯自然不会发生，在他的注视下，短短数秒突然熄灭。少主一定是责怪咱们办事不力，传急令给魏馆长，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不管耗费多少资源，一定要将人给我找到。是，属下这就去办。少主，请您再等待一阵。虽然我不知道您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没关系，您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我们便去接您回家。您回归之日，便是这天下重温我古族威名之时。此时家北国某地下基地内，主子，秋明跟血女都死了。都死了？谁干的？主子给我1天时间，1天内我一定会查到线索。就1天，我等待你的好消息，不然自行去实验室报道，滚吧！多谢主子。秋明这个废物死了就死了，可是血女是谁杀的？刚带走星葵就被杀掉，这么的巧，他的队友们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去救。难道说是他？为什么找了那么多年都查不到踪迹？对了，江之意。此时实验室内的江之意像是感受到了黑袍人的气息，缓缓睁开眼睛，恰好对上了黑袍人阴鸷的目光。还有什么招式，尽管动手吧。江之意，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悉听尊便。好，江之意，我倒要看看你的嘴巴究竟有多硬。使用 A11世纪给他注射。主子 ，A11世纪这种疼痛比抓心断肠还要强100倍。咱们这些试验品到现在为止，可没有一人通过这测试。您确定要这么做？怎么，你在质疑我的决定？是我错了，我只是提醒您一声。医生缓缓将试剂给江之意打了进去。尽管江之意已经做好了准备，但铺天盖地的疼痛涌上来的这一刻，他无法控制的大叫了出来。江之意，只要你告诉我他的位置，我就给你一个痛快。我知道你已经不堪忍受这种疼痛了，只要说出来，一切都轻松了。为了一个外人，一个普通人，这么虐待自己，值得吗？江之意猝然睁开眼，即便面目一片狰狞，可依旧保持着最后的理智和清醒。你做梦！给我加大药剂！江之意此时就像是坠入一片沼泽之中，他越是挣扎越是难以挣脱，他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自从被抓走后，他受尽各种折磨，别说他一个女人，就连再坚强的男人都受不了。在无人对话、无人接触的日子里，每日还要承受各种实验。不，江之意，你不能就这样放弃。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还要跟阿川在一起很久很久，给我醒来啊！江之意心中对沈川的思念，让原本已经准备放弃的他再次燃起了求生的意志。主子，你看，这简直是奇迹！他的身体素质在众多试验品中也算不上最强，可就只有他撑下来了。此时神秘人神色复杂，分不清是庆幸江之意活下来，还是在恨他到现在都没有松口。但这一局是他落入了下风。江之意，我倒要看看你我之间究竟是谁先认输。就在这时，神秘人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看到屏幕上的名字，眉宇间落了一层阴霾，冲着一旁做了个手势。众人立马明白，迅速的退离了屋内。大长老，你有什么事情吗？少主已经现身于世，需要你来配合寻找。一会我把具体的信息发给你，一旦发现少主的消息，立马汇报于我。真的，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终于等到他回来了。您放心，我会全力配合。等到挂断电话后，神秘人眸子立马变得冰冷无比。姐，少主，我不会再给你第2次机会的，你就给我乖乖去死吧。随即扫了台上的江之意一眼，看他依旧闭着眼睛没有苏醒，便不再久留。就在这时，江之意猛然睁开双眸，不知道是不是使用药剂的作用，刚才黑袍人与对方的通话他竟听得一清二楚。大长老，古族，难道他是？江之意像是猜到什么，脸色顿时变得格外难看。而此时祖龙国青州1号只能开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越往前距离京都越近，路上不少卡口都在检查，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是绑架星葵之人派过来的，咱们最好多加小心。沈少，我们分开走吧，我在明处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带着星葵坐船出发返回京都，如何？那你准备怎么走？我当然是要坐飞机，并且我还要闹得人尽皆知，这样才能保证您的安全。1号不管是什么时候，安全第一，不然之意回来的时候发现你若是受伤了，定然不会原谅我。放心吧，我还要跟小姐见面呢，到时候我可要跟小姐好好打你的小报告，还要告诉她你就参加了一场京都宴会，结果把上流圈子里某些小姐迷的都倒追你了。你呀，路上还是要多加小心。沈少，我知道的，我走了，保重。
男人为报答一饭之恩，不惜一人面对实力强大的古族之人，不料实力悬殊，场子没找回来，反倒将自己搭进去。接上集，沈川与1号商议好回京路线，刚准备上车，突然被人拦住了去路。如果还想要你那双手，就别碰我。你是沈川吗？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下子被叫出本名，沈川立马变得戒备起来，一把掐住了女人的脖子。你是谁派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最后问你一遍，不说我就拧断你的脖子。我是你同学啊！沈川愣了一下，仔细地端详了女人几秒，这才从她妖艳的妆容中感受到几分熟悉与相似。抱歉，没认出来。我还有事，这笔钱你拿着去医院检查，就当给你的补偿了。老同学，别着急走啊！我看新闻说沈川你现在是江氏总裁了，你怎么不在京都反而来青州市了？我还听说被沈家赶出去后找了个老婆，结婚没多久，老婆好像还失踪了。你这嘴能活到现在，真得感谢这个社会。沈川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将心中的不悦咽了下去。要不是他不想惹是生非，他真想教对方怎么说人话。我其实一直想问，你还记得我闺蜜孙玲吗？要知道你大学的时候满心都是陈明珠，孙玲其实一直想跟你说。行了，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钱我已经给你，另外我与陈明珠已经毫无关系，你也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还有就你这情商，以后还是少开口吧。有必要走这么快吗？还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家人们谁懂呀？她站在原地略微犹豫，还是拿出电话给闺蜜发去沈川来青州的消息。这举动也为沈川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码头上，沈川带着星葵加快脚步，正要快速登船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只见这群卫兵中明显有一个身高十分突兀的人，最重要的是沈川和他们擦肩的那一瞬间，他敏锐地嗅到了那一抹熟悉的腐臭味。这一瞬间，沈川汗毛都立起来，不是害怕是兴奋，抓走之意的人再次现身了。大哥，不要冲动，这绝对是陷阱。您若是这么做了，不仅就不回你老婆，就连你自己也要搭进去，到时候江小姐可就白白牺牲了。这句话像是一盆凉水骤然浇在沈川的头上。先不说其他人，就说那怪物上次他和之意连起手来，竟然都无法撼动分毫，最后还是靠那颗丹药才打败了那鬼东西。如今他和星葵单枪匹马，现在去只能是找死。喂，后面的那个，你站住！不好，星葵，我们撤！停止前进，这人一定有问题。兵分两路，一队跟我去追，2队在这里守着。一旦发现星葵和他的同伙，便立马发射信号弹。此时沈川带着星葵小心翼翼地躲在码头一个仓库附近。给我分开搜，他们跑不了多远。还真是倒霉透了。大哥，你怎么感觉到他是怪物的？我也说不出来，就是感觉得到。先不说这些，你现在身体觉得怎么样？你就放心吧，有你这样大冤种式的大哥，我还没享受够呢，怎么会死呢？你这小子！趁着这个机会，沈川本想问出究竟是谁绑架了他，然而不等开口，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叫声。沈川，是你吗？只见孙玲一脸惊喜地看向沈川，兴奋之意无以言表。可沈川和星葵笑容骤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惊骇跟炫了一吨不明物的难受。暴露了，大哥，快跑！还想往哪里跑，小子？让我们找到了吧。现在投降也省得浪费时间。若是动起手来，我不小心打断你们的胳膊腿，可就不好了。断的是谁的胳膊腿还不一定呢。大哥，看来我们是跑不了，这队就交给我吧。那你行吗？哥，男人最听不得就是这3个字。我现在身体里充满了力量，虽然没有恢复全部的实力，但是对付这群小喽啰还是绰绰有余的。虽然星葵伤口愈合的缓慢，但经过这么长时间恢复，腿上和重创的伤口已经好的七七八八。可沈川仍然不放心，从口袋拿出一颗丹药塞给星葵。这枚丹药只能短暂的恢复，一会我来牵制这个怪物，你去解决那群杂鱼。记住，千万不要让他们发出信号，不然咱们就麻烦了。大哥，我办事您放心，不过咱们2人作战也该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不如就叫采花双盗吧。我看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星葵，等我回去一定把你屋子里的电视砸了。不等星葵再次开口，沈川犹如一道闪电迅速的掠了出去。星葵也不再耽误，2个呼吸间便已经冲到小队面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可怕？天呐，好厉害！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人，这一招一式简直太帅了。话刚说完，下一秒沈川就被怪物一拳击飞出去。大哥，你没事吧？我还好，别看他力气大，但是速度迟缓，明显要比咱们之前在阿城遇到的那只怪物要弱上不少。沈川四下环顾，突然看到周围装有不少油罐，心中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当即将身上衣服撕出部分布条。大哥，你打不过没必要耍流氓吧？这又不是女尸体，完全不吃你那一套好吗？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把你为魁师算了。我这不是活跃一下气氛吗？闭嘴！你帮我吸引这个怪物，剩下的交给我。我说让你跑你就跑，千万不要回头，知道吗？星葵本能的察觉到不对劲，却只能压下心中的疑问。喂，那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臭家伙，看我！告诉你，不要迷恋小爷，小爷只是一个传说，快来追我呀！然而下一秒，星葵就失去了从容。怪物虽然眼睛不好使，但是却能敏锐的察觉到他的位置。几拳下来，他本来就没有好力所，顿时有些承受不住。痛死我了！大哥，还没好吗？好了，快跑，星葵！只见沈川拧着2个尾部着火的油罐，快速朝魁师跑去。为了防止失误，沈川只能距离魁师近一点。下一秒，一声巨响，另一部在附近蹲守的小队成员听到这声音，对视一眼，暗道不好，快发射信号弹，请求支援，这一定是出事了。而另一边，孙玲将爆炸昏迷的沈川和星葵带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川哥，我终于再一次见到你了。大学的时候，我是真的喜欢你，可你从来没有回头看过我。现在你成了江氏集团的总裁，我真害怕，害怕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因为你的钱。孙玲看着沈川突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正当他准备靠近的时候，一双狭长的眸子突然睁开，里面是一望无际的森寒之意。怎么是你？星葵呢？大哥，我在这里，咱们刚才不是在码头边上吗？怎么突然
然进屋了。我是孙玲，是我救的你们。星葵，咱们走，此地不宜久留。等一下，沈川，你难道不认识我吗？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表白会引起你的误会，可我真的不是因为你有钱才喜欢你的。停！第一，我完全不记得你。说句实话，我是今天才知道你长什么样。第二，你虽然救了我们俩，但你别忘了，要不是你突然出生，我俩也不可能被对方发现。说真的，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真想掐死你。如今你我之间就算两清。说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与此同时，京都内，韩理事长，上面有任务，请您查看。古族又派人过来了呀？居然这么快？不仅快，对方来头还不小。这次是古族内部之人，身份地位仅次于嫡系之下，与秋明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完全不一样。这次来的是3000卫官之首卫官长，那他手下才有3000人啊，看来也不过如此。你小子有没有文化？3000是泛指。理事长，我是武职，不是文职，这是我哪知道？那您说接下来怎么办？能怎么办？凉拌。现在古族之人到哪里了？按理来说，此时应该到京都了，但是据说中间有工作耽误，临时修改了行程，现在应该在青州市。韩云龙听到这话，眼中闪过一抹异样之色，他没再多问，摆了摆手。等下属走后，韩云龙犹豫再三，还是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给沈川拨了过去。韩叔，您找我。小川，你在哪？沈川沉默没有回答。韩云龙心中叹息，但也只能劝道：你不告诉我也没有关系，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要通知你，你的事情上面已经知道了。之所以瞒着古族，是因为我和你宋叔联名给你担保，再加上姜老的面子，这才没有对外公开。但古族又派人过来了。韩叔，我明白您和宋叔的意思，但是您应该比我更明白，躲是躲不掉的。韩叔，我还有事，等我回到京都后，我会告诉您的。小川，这小子真是……他眉头紧皱，越发的深沉，随即将电话给宋战神打了过去。老宋，是我，这次来的可不是什么饭桶，若是让他真的查出秋明死亡真相，到时候沈川该如何处置？到时候该如何跟姜老交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保住他这条性命。你是说那个办法？这太危险了，万一沈川受伤或者回不来了，咱们岂不是最大的罪人？不说姜老，若是姜小姐回来，你我可就真的要倒霉了。不然呢？除了这个办法，现在还有其他办法能保住沈川吗？他若是想要回到京都，这就是他唯一的免死金牌。既然如此，那就交给沈川自己决定吧。挂断电话后，韩理事只觉得心中升腾起一丝怅然若失和无法言语的担忧。真是风雨欲来吹满楼啊！小川这次是死是活，就看你的造化了。堂堂京都商界之首姜家总裁参加营救任务，不料却被人嫌弃是一个拖油瓶。大哥，我不明白，咱们刚才在码头闹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还回来？你就不怕那群人没走吗？正所谓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何况1号那边已经造出很大的声势，吸引了其他人注意。咱们想要回到京都，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就在这时，沈川余光突然瞥到远处几辆黑色车辆急速的驶了过来。卫官长，咱们明明可以直接坐飞机，您为何非要舍近求远？为什么？这就是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对了，卫官长，大长老要我们寻找少主，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少主绝非普通人，咱们先从华夏特殊部队找起，若是没有再扩大范围。沈川由于服用过半神丹，听力变得十分灵敏，可时间不等人，他想要乘上的那艘船就要开走了，只能放弃偷听。上船后便直接拿出随身携带的电脑开始查询。星葵也一脸好奇看过来，这人是古族之人，难道秋明之所以来到祖龙是寻找古族的少主？可是多年前古族的少主不就已经死了吗？他们还来找什么？你说古族的少主已经死了？提到这里，星葵想起那暗中作恶的神秘人，他直接将五人组和古族的恩怨说了出来。沈川心中一沉，后背涌上一股寒意。只可惜那血女死得太早，那酒店又比较特殊，所有房间都没有射流信号，不然还能跟古族证明我们五人组的清白。看来这人心思很深，他布了这么大的局，想必目标不仅仅是古族跟五人组。幸亏你回到京都后先暂时隐藏起来，否则不只是你，就连姜家也要有危险。小川，你应该快到京都了吧？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只要你踏入京都，我的人一旦发现你，便会立马逮捕你。宋叔，您就别吓唬我了，直说吧，您想让我干什么？哈哈哈，臭小子，不如咱们做一笔交易。有一名重要的科学家被抓到了贝维湾，只要你能加入特殊部队，将他解救出来，你与秋明之间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行，不过我有个条件，我要带星葵与我一同参与此次任务。另外，我不在的时候请保护姜家，我不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姜家已经倒下了。可以，我答应你。很快船便靠了岸，沈川和星葵刚下船就被一批特种部队包围。你们就是宋战神塞进来的吧？我黑豹队是特种部队之一，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记住别给我们添麻烦。另外各位，我们一会便要飞往贝维湾，就按照之前制定好的计划行动。什么计划？然而赵队长根本没有搭理星葵。大哥，上一个这么屌的人坟头草已经长8米高了。行了，你还不懂吗？他们根本不在乎咱们知不知道计划，只要不拖后腿就行。说到底，这只是韩理事跟宋战神保下姜家跟咱俩的一个借口，对上面的一个交代。与此同时，京都韩云龙热情地迎接了魏官长。韩理事长对吧？立马召集华夏所有特殊部队，我要一一检验他们的血液。不好意思，魏官长，这可能不符合规矩，我需要向上汇报，等得到上面的答案后才能告诉你结果。规矩，我的规矩就是规矩，谁能做主就找谁汇报。我今天晚上就要得到准确答复，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四目相对，韩云龙清楚地看到了魏官长眼中充满了狠厉跟不容置疑。我会尽快给你答复，还有什么要求？我需要休整一下，至于我的住所就安排到秋明之前住的地方就行。没问题，我这就让人送你们过去。韩云龙目送着魏官长离开后，脸上的笑容霎时间消失殆尽，他能感觉到接下来的京都将风起云涌。与此同时，沈川越靠近目的地，心里不安越重。
重。赵队长，我总感觉这里面不太对劲，我建议先派出一小部分先遣部队探查里面的情况，之后再做研究。沈川，你那套谨小慎微的方法已经过时了，知道这是什么吗？现在的最新科技产品，在落下前我就已经全面检测过这实验室，里面路过的蚂蚁我都知道公母。可是这种检测装置还是有出错的可能，不管怎么说，至少留一队在外接应，万一什么？你在教我做事吗？你别忘了宋战神是怎么交代的，要是害怕就待在这里吧，功劳也不会缺你的。你怎么跟我大哥说话的？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好了，星魁，不用跟他们计较。赵队长瞥了一眼沈川，随即带着小队出发。而此时目标人物关在牢笼之中，神志不清的嘟囔着什么。沈川看到了吗？以后别大惊小怪，现在是科技的时代，把你神神秘秘那套收起来吧。大哥，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要不你先出去吧，这里交给我就行。我没事，既然赵队长救了人，那咱们迅速离开吧。可赵队长没有搭理沈川，而是自顾自地走到科学家面前。走，你们快走！不好，星魁，我们撤！其他人看到沈川这副大惊小怪的样子，正想要出声嘲笑，下一秒只听一声巨响，一道黑影自地下破土而出，原本已经打开的大门再次锁上，甚至比之前的还要结实。这是什么鬼东西？只见魁师抡着拳头朝着赵队长所在的位置砸去，关键时刻折回来的沈川低等下着致命一击。自大的蠢货，现在你相信了吧？这东西刀枪不入，只有打开门我们才能逃出去，要不然咱们全都要死在这里。该死的，分成2队，一队想办法打开实验室大门，另一队跟着我牵制这怪物，为离开争取时间。终究是特殊部队，在短暂的慌乱后很快恢复了秩序。赵队长举着武器对准魁师直接打了一梭子。这怪物是什么做的？金刚不坏吗？就连子弹都打不穿他的皮肤，你们怎么样？能打开大门吗？队长，这门根本打不开。还有炸药吗？用炸药强行炸开门？不行，这室内空间太小了，若是真动了炸药，不等打开门，咱们最先被波及。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就这么消耗下去，一直到死？你们看，那是什么？那是总开关。这开关原本应该镶嵌在墙壁上，看样子是因为这怪物攻击导致它暴露出来。只要咱们按下这开关，定然能离开。先别高兴太早，你看那开关就在这魁师附近，他就像是知道一样，根本不离开。他的拳头你们可都看到，正常人根本承受不住他的一拳，非死即残。我去，你们来给我打掩护！赵队长，你沈川之前的事情是我狭隘了，以为你是关系户，就一直没把你放在心上。若是当时按照你所说的，也不会发生现在的状况了。另外，我是队长，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好了，还是你来掩护我吧，不是我小瞧你，而是以你的能力根本应付不了这魁师，就别添伤亡了。大哥，等我跟你一起。全体小队掩护沈川2人，绝对不能让他们受伤。魁师虽然刀枪不入，力大无比，但是同样的他的行动也相对有些缓慢。在沈川和星魁的配合下，沈川趁机窜到魁师附近，眼疾手快一把按下了开关。可实验室的大门不仅没有打开，反而墙壁开始往下塌陷。不好，这是摧毁装置，有人故意将开关和摧毁装置互换了。下一秒，魁师拳头快速朝着沈川身上落去，一招下来，当即喷出一大口彩虹雾。大哥，此时魁师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随即又是一拳挥去，眼看着拳头就要落下，关键时刻一道略显瘦弱的身影硬生生的替沈川抗了这一击。星魁，沈川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变暗了，这一刻有什么东西似乎在他的脑海中破碎开来，一股无比浩瀚的威压自沈川身上徐徐散发出来，恐怖的力量似乎要将一切都撕碎。在找死！下一秒，沈川动了，与之前不同，这一拳直接将魁师干得粉碎。队长，这就是宋战神塞过来的关系户吗？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差点错过了真大佬。随着魁师倒地，一直紧闭的大门此时突然开了。快把他们带上，我们赶紧撤！一行人刚刚跑出不久，便彻底坍塌，一切都被淹没在尘土之中。星魁，能听见我说话吗？大哥，别拍了，我还没死呢。你真是吓死我了。放心吧，大哥，再没找到下个大冤种，我是舍不得死的。你这个臭小子！就在这时，星魁的脖子处突然迸发出一道冲天的亮光，是他在召唤我。怎么回事？大哥，这玉坠我们5人组每人都有一块，它不仅象征了我们的身份，玉坠内还藏有一道秘法，当2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又或者其中有一方面临生死危机时，那玉坠便会迸发出强光。现在我的队友可能遇到危险，我要过去找他，您就别跟着了。你想什么呢？你别忘了，你这条命都是我救下的，怎么现在想要抛下我？大哥你真好，我真是没有白跟你。行了，我先跟其他人说一声，让他们先回去汇报。女人为了报复商界之手，将家不惜使用美人计，可嘴还没有张开就挨了800个大比洞。女人，给我收起你这一套！我在菜市场杀了99年的鱼，心早已跟我的刀一样冷。接上集，星魁通过玉佩的反应得知到队员的下落，随即沿着灯光一路寻找下去。大哥，你看这和刚才的实验室外形简直一模一样。看来上一个解救任务就是引咱们过来的噱头，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不管了，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既然如此，我就陪你走上一遭，我倒要看看他能奈我何。与此同时，阿城某地下基地内，星魁旁边这个人是谁？主上，他可能是特殊部队的人吧。另外，被围湾实验室那边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鬼章注射了试剂，不过这样一来，鬼章将彻底失去自己的意识，成为敌我不分的鬼师，再无研究价值了。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何况我很想看他注射试剂后究竟是否能克制住杀人的本能。那么5人组不是为了同伴可以牺牲自我吗？马上好戏就要上演了，星魁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而此时实验室内，星魁总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寒意笼罩着心头。大哥，你快看，是他，是我队友。慢着，星魁，小心机关。此刻星魁什么也顾不上，拔腿就往鬼章所在的位置跑去，全然
然忘记了沈川的提醒。鬼张，你这蠢货怎么成这样了？醒醒！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沈川站在一侧，敏锐地注意到鬼张手指抖了一下，本能一把扯过星葵。只见原本还闭着眼睛的鬼张骤然睁开泛红的双眸。大哥，别拉着我！你是不是疯了？之前还说让我不要一碰到知意的事情就失去理智，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队友。一旦他进化成魁狮，我们就得交代在这，要么趁现在杀了他，要么我俩就在这等死。完了，一切完了！鬼张这是被注射了实验药剂。就在这时，鬼张动了，沈川连忙上前迎战，可在上一个实验室时就受了不轻的伤，此时又对上快进化成魁狮的鬼张，身体开始出现疲态，不受控制的捂住胸口，喷了鬼张一脸的彩虹。鬼张，你醒醒！你难道甘心充当别人的棋子吗？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吗？快住手啊！你这副鬼样子，我怎么打得过你？难不成我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说来也怪，鬼张竟然停了下来，闻了闻洒在自己脸上的血液气味，嘴巴有些费力的张合。老大，老大，鬼张，你是不是能听到我说话了？你不是老大。我去，等等，鬼张，我找到老大了。拳头在星葵还有1寸的位置骤然停下，星葵心里重重的松了口气。他曾经听人说过，被注射魁狮药剂的实验者，若是生前有着宁死不屈的遗憾，将有1/1000的可能性保存一丝人性的理智。对，我找到老大了。鬼张，你先把拳头放下了，不然老大被你吓到可就走了。不要骗我，老大在哪？老大他在。原本还有些糊涂的鬼张见星葵半天回答不上来，再次抡起拳头砸来。我去，怎么还带这样的？等等，在这，他就是老大。星葵，你搞什么名堂？我哪里是你们的老大？大哥，你虽然比我们英俊神武的老大差一些，但这不是为了糊弄鬼张吗？反正他现在看上去智商不高，只要能稳住他，您就委屈吧。沈川还想再说些什么，却发现鬼张又开始暴躁起来。他不是老大，你骗我！我就说你这办法一点都不靠谱。等等，他就是老大。鬼张，你忘了吗？老大会打拳，还会给你唱歌跳舞，你怎么能质疑他呢？你忘了老大对你多好吗？你这样他会有多伤心啊？他真是老大？他当然是老大，不信我让他打拳给你看。大哥，求求你了，来一段吧。星葵，你小子给我等着！本以为这就过去了，不曾想鬼张像是看上瘾了，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唱歌。我去，星葵，你们老大到底是干什么的？又唱歌又打拳，这难道是马戏团吗？你这话说的，老大爱好比较多，我也没办法。不过大哥，你最好快一点表演，不然等一会鬼张又要敌我不分了。此时一旁的鬼张已经等得没有耐心了，又开始往外冒黑色气体。我去，这家伙不是智商不高吗？怎么还懂威胁？情急之下，沈川随口唱了一首摇篮曲。说来也奇怪，随着沈川开口，鬼张慢慢变得平静下来。老大，我找到你了，真的好想你。沈川看着面前鬼张，想到了妻子江之意，心中五味陈杂。不过此时不是感慨的时候。星葵，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离开。好，鬼张，我们走了。不，莫爱我。我去，你疯了吧？我才是你队友。好了，鬼张，星葵是自己人，别动手，真是风水轮流转了。星葵，你以后还是对我放尊敬一点点。与此同时，祖龙京都内，你是谁？给我滚出去！等一下，我知道秋明被谁杀死的，是沈川。沈川，他是江家现任总裁，他与邱先生有私仇，整个祖龙内也只有他会对秋明下手。你叫什么？我叫温童。温童好不容易放下高傲拉低姿态，用美色去依附秋明，想利用他扳倒沈川，哪成想江家不等倒闭，秋明先传出死亡讯息，但他依然没有死心。直到今日，他无意间看到韩理士带着人住进了这家酒店，最重要的是住进了秋明曾经的房间。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大人，您看我美吗？温童话刚开口就挨了800个大比斗。下次不要再使这种小伎俩。我和秋明那个蠢货不同，你真以为你这种见不得人的下作手段能够左右我的决定？你的话我会考虑的。不过若是让我查出你敢欺瞒于我，那第一个死的便是你。滚吧！待温童走，后卫官长的助理走了进来。你去派人暗中查一下秋明生前与江家或者与沈川是否有恩怨，越详细越好。魏官长，您真的相信这女人的话？我看她另有图谋。祖龙有句古话，无风不起浪。秋明之死绝不简单。虽然他说的话并没有太大价值，不过至少也算给咱们一个切入点，不是吗？好的，属下这就安排下去。接上集，沈川刚出实验室，还不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只见一群身穿黑色劲装的队伍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看来敌人是不准备放过咱们。星葵，接下来有一场恶战要打，战就战，也该让他们知道我们5人组的厉害。虽然鬼张理智不多，但实力还在。就在沈川准备动手之际，人群中突然一个男人走了出来。小子，我奶里大嘴是被围湾的领主，虽然你会死在我的手下，但也应该知道我的大名。喝几杯啊，就醉成这样？我看你小子别的本事没有，恶心人倒是有一套，癞蛤蟆不咬人恶心人，难不成你想恶心死我们？臭小子，给我闭嘴！星葵，鬼张，我们准备上了，能动手尽量少避避。李大嘴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板涌到大脑，只见他精心培养出来的守卫就像是大白菜一样被星葵和鬼张2人收割，尤其是所向披靡的鬼张。哥们，你这也不行啊，整这么大的阵容，连5秒钟都没撑下去。大哥，你们不要过来，饶我一命，我只是一个跑腿的。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若是不说，我有100种方式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说，我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每次见面，他都戴着黑色面具。我与其他人一样，称呼他为主人。我这次奉命带走星葵和鬼张，至于你就得格杀。那你能解开鬼张身上的药剂吗？这个我没有。那你见过他吗？沈川拿出手机调出了江之意的照片，李大嘴仔细的看了2眼。没见过，主人的势力很强，我不过是其中一个下属罢了。我只是听从他的命令，其余的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他的总部在哪吗？我真的不清楚，我一直待在北围湾，主人不会跟我们下属多说什么的，他向来很谨慎。看来你就是一个跑龙套，真是浪费我时间，下辈子记得擦亮眼。
大哥你别着急，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已经有目标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这个神秘人一直在暗中捣鬼，说不定就是他带走了江小姐。沈川没有说话，只是目光幽深地冲着东方望去。星魁，我们该回京都了，那边还有一场大战等着我们。而此时京都内1号站在江家别墅门口，正焦急地等待着。沈少您可算回来了。1号我不在的时候真的辛苦你了。我没事，能看到沈少您安全归来我就很开心了。不过古族的魏官长正在客厅等着您。是吗？看来古族的消息还真灵通。星魁你先带着鬼章去洗漱，目前你可不能与古族之人碰面。大哥我知道的，接下来你得千万小心。我会的。1号走吧，去会一会这古族之人。随着沈川走到客厅内，屋内气氛霎时间剑拔弩张起来。沈川，我这次来只有一个目的，只要你配合我，我也不会与你产生冲突。魏官长您请说。那就是交出星魁。若魏官长是为此而来，恐怕要空手而归了。星魁我是不可能交出去的。所以你这是要与我古族为敌？话落，魏官长身后的侍从猝然上前一步，掏出手中的武器对准沈川。1号同样也不甘示弱。1号把东西放下，来者是客。不过魏官长，刚才你这话说的就严重了。我知道你们古族与5人族有恩怨。你既然知道，还敢包庇5人族，你以为你在阻龙我便不敢动手吗？不，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不是我要包庇，而是你们古族被人利用了。5人族从来不是你们古族的敌人，更不是导致你们少主失踪或死亡的真凶，是藏在暗中的神秘人在中间故意干扰你们两方。5人族算什么东西？对于我们古族来说，他们就是一群蝼蚁。至于你说的神秘人，我从未听说过。你不妨直接说出他的身份，我倒要去证实，看看谁敢算计我们古族。沈川一时噎住，他虽然知道神秘人的存在，但却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他本以为说出来此人魏官长或许会有印象，可没想到藏得连古族都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够了，我不清楚5人族究竟跟你说了什么，我也没兴趣知道。我最后问你一遍，星魁你交不交出来？既然你不信我，那我也不用继续浪费口舌了。不过星魁我不能交给你。好，区区一介商户，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叫板。既然你不交，那我就只能强搜了。我看谁敢！沈川一股强大气息自他身上散发出来，他看出魏官长脸上的坚定，在没有证据前，他无论说什么对方都不会相信，只能收起想要和对方好好谈谈的想法。沈川，看来你是决心与我古族为敌。既然如此，那便让我教教你什么是规矩。规矩？这里是江家，我的规矩便是规矩。我沈川一生行事何须向他人解释？都给我住手！魏官长，这里是祖龙，你还想不想完成任务了？韩叔，您来了。沈川似乎早就料到这一幕，将目光看向快步走来的韩理事长。韩理事，你在命令我？魏官长，我们虽然奉命要配合你完成任务，但是你最好不要忘了，这里是祖龙，不是你们古族，除非你们不再需要总部的帮忙，自己单独去找你们要的人。魏官长想到自己那从小离家可怜多难的少主，只能恨恨地收起自己的杀心。好，你们好得很。沈川，我记住你了。星魁总不会一辈子都躲在你眼皮下面，你也没那个能力是可守着的。那就拭目以待吧。好了，魏官长，我这次来还有其他的事情通知你。嘉北国阿城查出有异常波动，说不定那里有你要寻找的人。好，我这就启程，这次就卖你一个面子。魏官长，此次出行你最好多加小心。神秘人一直蛰伏在暗中，他恐怕已经知道我与你见面，应该能猜测出我会告知你古族与5人族之间的真相。不管你信与不信，他为了防止此事暴露，定然会设法的除掉你。真是无稽之谈，谁敢对我们古族之人下手？若是真有不轨之人，那就让他试试，看看最后死的是他还是我。另外，我与你之间的恩怨，等我回来再算。说罢，魏官长也不管沈川的反应，带着人冷着脸离开了。韩叔，多谢您及时赶到，帮我解决了大麻烦。没事，我不知道魏官长哪来的消息，他对江家似乎很有兴趣。上次你帮了特殊队的大忙，上面说可以给予江家保护，不过魏官长他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你自己还是多加小心。韩叔，我知道的。两人简单的交谈2句，韩理事长看沈川眉眼间充斥着无法掩盖的疲倦，也不多耽误下去，直接离开了。沈川正有些头疼，思索去哪里找证据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1号，我有点累，先去休息了，你下去忙吧。好的，那你有事叫我。沈川来到更衣室，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了手机。丁，幸运的重生者，神明将赋予你任务完成的奖励。我去，我啥时候找到儿子的？难道是鬼章？可如果这么推理的话，那星魁岂不也是我的孩子？恰好此时星魁过来更衣室拿衣服。大哥，你干嘛这副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有点发毛。星魁，那什么，你有爸爸吗？大哥，你这话问的我当然有爸爸，不然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你觉得我当你爸爸合适吗？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是我的儿子？好啊，我拿你当兄弟，你居然拿我当父子。虽然说你供我吃穿，但你这个要求也太过分了吧。沈川对比一下自己的年龄以及星魁和鬼章的年龄，他蒙圈了，怎么也想不明白。没事，星魁你先出去吧，我想静静了。大哥，静静是谁啊？江小姐她知道吗？滚，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上辈子我是被人报错的假少爷，为了沈家我放弃了一切，可却错过了一个爱我爱到骨子的女人。如今重活一世，她更是为了救我选择西川。接上级古族魏官长得知情报，连忙赶去阿城，可刚到目的地就遭到了伏击。魏官长，这会不会是韩理是为了保护沈川故意做的手脚啊？我看你脑子要是不用就捐了，他没必要留下一个让人能抓住把柄的谎言，除非他是傻子。魏官长，可我看他们绝对不是普通人，实力和身体机能非比寻常，就连手中的武器好像都是专门来对付我们似的。我知道，难道沈川说的是真的？全体都给我往门口挪动，只要出了这地方，他们绝对不是咱们的对手。众人听到魏官长的命令，燃起了一丝希望。随着魏官长和助理殿后，原本还想往上扑的黑衣人全都倒在了两人的刀下。这群人是见光死吗？咱们一退出来，
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我还想报仇呢。行了，别吹牛了，准备回京。既然有人要害咱们，咱们也得调查清楚敌人是谁。与此同时，京都江家内，大哥，别人都说女人会影响拔刀的速度，可你为啥结婚后实力反而变强了？星葵，知识点来了，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但富婆不会，她只会给我换一把更好的刀。就在两人调侃11号，急匆匆跑了过来。沈少，魏官长又来了。他不是出任务去了吗？怎么又来了？星葵，你先上去吧。好的，大哥，你自己小心点，有事就招呼一声。过了一会，魏官长带着助理走了进来。沈川，你上次说的那个神秘人，你还知道多少？这副架势肯定受到埋伏了。神秘人，我说过他吗？魏官长他很清楚沈川这是故意在打趣自己，但偏偏他理亏也只能忍下对方的调侃。我昨晚去了阿城一处荒废的城堡，在那里遭遇了埋伏，差点就回不来了。回来后我调查发现，江家的人也曾出现在此。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城堡中的战斗痕迹就是江家和神秘人对战留下来的吧？魏官长，我知道你说这些还是在怀疑五人组，毕竟古族和五人组的恩怨太深。但我有一个办法，至少能让你认清真相。什么办法？引蛇出洞。随即沈川压低声音，用着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了几句。行，就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咱们要约法3章，在事成之前你不能对星葵动手。好，我答应你。但若是事情与你所说的相反，我可不会客气。沈川一口答应下来，随后2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魏官长这才离开。沈少，您真的相信他吗？万一这只是他的计谋呢？虽然接触不多，但我能感觉到他绝非不择手段之人。何况我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若是真引得神秘人现身，那便证明古族一直被蒙骗。他们古族人心高气傲，怎么能忍受自己跟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可若是神秘人不上当该怎么办？他一定会上当的。我手中的筹码足够引他上钩了，咱们就等着瞧吧。我现在已经确定他便是卢走之意的。老婆再等等，我一定会救你出来。此时，家北国某处地下实验室内，主子出事了，我一直派人在暗中盯着星葵，他今夜突然从江家别墅离开，与魏官长的部队会合，看样子似乎在往古族方向赶去。你再说一遍。主子，我可以肯定，五人组和古族现在似乎达成了什么协议，至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能确定。神秘人面上乌云密布，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让一旁的下属承受不住，当即喷出一口彩虹，跪倒在地。这怎么可能？古族之人怎么会和五人组和平共处？难道他们已经发现了真相？你回答我，你怎么不说话呀？主子，他们虽然朝着古族的方向前进，但说到底还是没有到古族。只要咱们抢在他们到达古族之前拦住他们。说的没错，去叫殷九明，让他带着人去伏击星葵等人，不管是古族之人也好，还是五人族也罢，一律杀无赦。还有不要动用鬼师，鬼师身上蕴含着古族的秘法波动，一旦动用鬼师，魏官长便会察觉到波动，很有可能会怀疑到他的身上。下属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自然不敢莽。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我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属于我的东西。什么少主，什么五人组，你们早就该死了。另一边京都内，沈川，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全部准备好了，计划可以开始了。我知道了，我这就安排。注意安全，你要是死了，我就直接带走星葵。放心，你不会有这个机会。通话结束后，沈川给星葵发了一条短信，内容十分简单，只有一个数字1。星葵立马秒回，同样只有一个数字1。明明只有一个数字，沈川却仔细的看了好几遍，直到眼睛有些泛酸，他才收起了手机。起风了，一切也该有个答案了。几乎同一时刻，阿城边境一处别墅内，大哥找到了，在哪里？在儿城地底下内有一处秘密基地，我蹲守很久，终于抓住一个活口。严刑拷打后，他终于松口了。他说鬼章很大程度被当成试验品对待了，按照时间推算，恐怕已经变成鬼尸了。话落，男人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威压，女人只觉得呼吸困难，连忙垂下头。他们找死，竟然敢对鬼章做实验！大哥，这幕后之人的身份暂时还没有打听出来，但是他们实验基地的总部位置我已经确定了，咱们要采取行动吗？通知下去，所有人准备好，天一亮跟我一起出发，不管鬼章是生是死，我都要救他出来，哪怕是牺牲掉我福渊的命，我也在所不惜。我这就通知下去，天亮就出发。鬼章，再等等，兄弟，我马上就来救你，就算我的实力大打折扣，我都会救你出来。老大，你若是能听到我的祈祷，那就保佑我和鬼章没事吧。这一夜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不眠夜。上辈子我是被人报错的假少爷，为了沈家我放弃了一切，可却错过了一个爱我爱到骨子的女人。如今重活一世，他为了救我再次选择牺牲自己。接上集，沈川与古族魏官长为了引出神秘人达成合作。哥们，还有多远？咱们就不能开个车吗？一定要不行吗？不是不开车，而是通往下一个中转点的路十分难走。怪不得你们古族一直隐士，这位置疯狂星期4都点不了，你们就不考虑换个地方吗？就在这句话落下的那刹，两边缓缓走出一批身穿黑色劲装的队伍。现在投降，我可以让你们痛快的死去。大言不惭，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就敢跟我们动手？冥顽不灵，全体动手！一时间打斗的声音和惨叫声不绝于耳，星葵等人陷入苦战，完全没有注意到山坡上多了一道黑影。主子，殷九明的实力你是知道的，何必大费周章亲自过来监视？闭嘴！你没发现魏官长并不在其中吗？赶紧派人去给我查到他的位置。好的，主子。而此时星葵等人已经出现了颓态，明显无法抵御殷九明带来的部队。小鬼，下一招我要你彻底倒地！你废话可真多，小爷要是哼一下，就算我输。主子，出事了，咱们地下实验总部被人攻击了，现在对方恐怕已经闯进去了。该死的，调
虎离山之计。我说魏馆长怎么消失了？原来他一直打的是这个主意。可是他是怎么知道实验室基地的？此时他也顾不上星葵的死活了，毕竟实验室的基地内还藏着江之意。恰好与此同时，星葵又承受了殷九明一记重击。大哥，你要是在旁边继续看下去，我可就要完了。话落，一柄咸鱼破空而出，直奔着殷九明而去。大哥，你可算来了，你看他给我伤的。沈川还没来得及说话，守在旁边的鬼章犹如一道残影，直奔着殷九明所在的方向冲去。我去，这不愧是被魁石药剂强化过的。大哥你瞧，鬼章智商全换成了刀枪不入，还挺直。不到3秒，鬼章抓住殷九明的脖子，像是拽死狗一样将他拽到星葵面前。给你报仇了，兄弟，我没白疼你。你弱我强。大哥，他这是什么意思啊？鬼章的意思说你是废物，他保护你是正常的。那我可真得谢谢你的翻译。此时魏馆长上前一步打断了3人的对话。他和沈川一直躲在暗处，本想着等到神秘人露面再行动，可眼看着星葵就要支撑不住了，无奈之下2人只能放弃，选择主动出击。你们头领在哪里？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想从我的嘴里套话，绝不可能。主子若是知道我被你们杀害了，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会给我报仇。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的主子在哪里？就你还想知道主子的位置？下去问阎王爷吧。殷九明突然从舌尖吐出一枚银针，直冲着魏馆长喉咙而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川一把拽走魏馆长，以一股神奇的念力改变了银针的走势。殷九明瞪大双眼，想要张口说些什么，可最后还是不甘心的倒地。沈川这招为何跟少主生前的控金属招式有几分神似？魏馆长神色复杂的看着沈川，突然想起全民验血的名单内似乎没有沈川，随后不动声色的收敛了目光。魏馆长，你没事吧？我没事，可惜他死了，本来还想从他嘴里套出有用的信息呢。没事，这不是还有这些下属吗？您身为古族的魏馆长，应该有办法打开他们的嘴巴吧？你放心，给我5分钟，他们的嘴巴我还是有办法撬开的。失忆，你会在这里吗？你可千万要等我。与此同时，某处地下实验室，福渊，我这边有线索，他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据他交代，所有的实验体都在地下3楼。别杀我，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给我带路，若是耍花样，你这条狗命就不用要了。医生哪敢违抗，颤颤巍巍朝着存放实验体的位置走去。大人，所有成功的实验体全都被存放在这里。不对，我的队友呢？被你们抓走的少年呢？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所有成功的实验体都放在这，若是没有要找的人，那他可能就实验失败了。实验失败是什么意思？就是彻底死亡。涂岩眼中的杀意犹如寒冰轰然炸开，散发出一股逼人的气势，宛若大山压在医生的心口。你再说一遍。大佬请息怒，或许还有一个可能，地下深处还关着一个神秘人。赶紧带我去。只见房间内一个消瘦清冷的女人正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吗？还有其他的人吗？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我们都是他的医生，任务是不让他死掉。至于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涂岩听到这话，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之色，紧接着一旁女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福渊，我看到有2道人影正在往咱们的方向赶过来，其中一个身戴面具的，从气息上看实力十分恐怖，恐怕不是咱们能应付的，最好趁着他回来前咱们迅速撤退。该死的！你现在实力没有恢复，既然这里没有要找的人，说不定是情报有误，咱们不如先回去再做打算，你可千万别冲动。我知道的，通知弟兄们撤退。临走时，他鬼使神差地看了一眼江之意，想到江之意对神秘人估计十分重要，否则不会关在最深处，还用如此多的珍贵药材吊着他的命，把这台子上的女人也一并带走。而此时神秘人带着手下急匆匆回到实验基地的时候，一入眼便看到满地数不尽的尸体，直到走到关押江之意的房间，看着空荡荡的屋子，他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愤怒。古族秘法的气息，我的人不是古族杀的，到底是谁？是谁救了江之意？主子不好了，殷九明败了，魏馆长带着一大批人正气势汹汹地朝着咱们基地赶来。什么？前世我是被人报错的假少爷，为了沈家我放弃了一切，却错过了一个爱我爱到骨子的女人。如今重活一世，他为了救我再次选择牺牲。接上集沈川与古族魏馆长终于找到神秘人的老巢，这怎么回事？难道是有人先我们一步赶来？不管了，我们分开搜，见到黑衣人立马发信号，留下一队人守在门口，不许任何人踏出基地一步，宁可错杀，也绝对不能放过。是。另一边，沈川刚一踏入大门，便感觉到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突然前方一道黑影闪过，黑袍人，你给我站住！沈川慢着，小心陷阱，等等我。而此时沈川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抓住他，一定能得到之意的下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扑哧一声，黑袍人硬生生挨了一击咸鱼。你是谁？为什么要杀他？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质问我？表少爷，你怎么在这？魏馆长，他是你们古族的人。对，不过沈川这是怎么回事？他把人杀了，我晚来了一步没阻止上。什么？黑袍人死了？那咱们不是白演戏了吗？魏馆长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他们做这场戏就是为了抓住黑袍人拷问他，这样一来便能知道当年少主被害的真相。可现在全都白费了，并且5人组的清白再也无法证明。可沈川眼中的怀疑之色并未消除，他总觉得这古族的表少爷出现的未免也太过巧合了。这位表少爷，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另外，这地下基地是你一个人破开的吗？区区一个普通人也敢问我古族的
事。魏馆长，大长老不是吩咐你待在祖龙完成任务吗？怎么现在突然跑到阿城来，还和五人组混在一起？他们可是害死少主的罪魁祸首，今天就让我为少主报仇雪恨！你敢过来试试？都给我出手！此事情况特殊，表少爷你不要插手，具体情况我会直接跟大长老汇报。情况特殊，魏馆长，我看你是脑子不清楚了吧？他们是罪大恶极的五人组，你居然要我放过他们？还是你觉得你这个魏馆长位置坐腻了？这是我自有决断，你不要插手。表少爷，你别忘了，大长老只是让你配合我完成任务，没有让你插手我的决定。我虽然尊称你一声表少爷，但你流淌的并不是我们古族的血，更不是我们古族真正的主子。表少爷听到这话，脸色微变，眼中更是闪过一抹怒意，但他神色变化迅速，快到几乎以为是错觉。既然如此，那我便不插手了。不过今日之事，我会如实跟大长老汇报。放心，我自会跟大长老解释清楚。不过现在你最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是收到线报说此处有一秘密基地，有五人组藏在其中，而且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伙人先我一步洗劫了此处。至于他们是谁，我也不清楚。那你为什么要杀黑袍人？不是我要杀他，是他要杀我。我一进来便发现此人躲藏在暗处，他直接对我下死手，我自然要反抗。我哪里想到你们留他有用？不过他是什么人？抓他干什么？算了，这件事解释起来比较复杂，你先让开吧，我要让兄弟们仔细搜索此处。过了一会，一名队员跑了过来。魏馆长有新发现，地下深处有一处隐藏空间，里面似乎是关押重要人物的地方。在哪里？带我去！沈川有一种近乎直觉的感觉，江之意在这里待过。很快他们到了目的地，可屋内只有医生不知死活的倒在地上，再无任何婚戒，是我给之意买的婚戒，差一点，就差一点，我就找到他。沈川只觉得眼前一片空白，浑身无力，直接晕倒在地上。王助理，赶紧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他没什么事情，只不过忧思过度导致伤势伤身，只要服下这枚安神丹，好好休息，定能好转。沈川服用下丹药后，虽然依旧陷入昏迷，但气色明显好转了不少。魏馆长看沈川没有什么大碍，冲着其他人吩咐道：星魁和鬼章在这里守护沈川，剩下人继续搜索。表少爷，我有件事需要你来帮我办，咱们换个地方谈谈吧。两人快步走了出去，找了一处无人的地方。此事事关重大，表少爷，我需要你亲手将此信交给大长老。你放心，我一定会亲自将信件交给大长老的。魏馆长虽然对表少爷出现的时机有些疑惑，但是并未怀疑他，毕竟两人都是古族人，更何况大长老还亲自下令让两人一同完成任务。既然如此，趁着这个时候，你悄无声息的离开，不要引人注意，迅速回到古族。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魏馆长注视着表少爷，直到他消失不见。信件里的事情太过重大，他不敢在电话里汇报。他很怀疑古族内部也有内鬼，否则怎么会被神秘人轻易玩弄的团团转？万一通话被谁监听，可就麻烦了。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最笨最原始的办法，就是写信。主子，究竟何事，竟然让您亲自跑一趟？您请吩咐，我一定办到。表少爷没有立马说话，反而从兜里拿出一封信。赤鬼不知道表少爷的意思，也不敢打扰，只能站在原地静静的等待着。魏馆长这个拦路虎，果真还是让他查到了什么？看来这根刺必须要除掉他了，不能再等了。对了，赤鬼有一件隐蔽任务，需要你亲自去完成。主子，您请吩咐。随即表少爷用着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低声吩咐起来：属下明白了。那便快点去办，越快越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古族了。什么少主，什么嫡亲兄弟，若是没有他，整个古族都是我的。而此时古族祠堂内，你说什么？你看到魏馆长跟五人组混在一起了？大长老，不瞒你说，当时我在阿城追查到有五人组的消息，便想着先查清楚，再跟您汇报。没成想就看到魏馆长竟然与五人组的星魁和鬼章混在一起。这怎么可能？魏馆长对古族的忠心可是有目共睹的。另外，魏馆长给我留言说有一封信让你转交给我。大长老，我可以对天发誓，而且当时我还想跟鬼章和星魁动手，魏馆长不仅不帮我，甚至还阻拦我。另外，我刚离开后不久，便在路上遭到他们二人的伏击，就连魏馆长让我带回来的信封也被他们毁了。我怀疑这都是他们的算计。什么？该死的！现在族内的信号塔被人恶意摧毁，无法与外界联系。你去通知东西两护法，让他们亲自前往祖龙。是，大长老。上辈子我是被人报错的假少爷，为了沈家我放弃了一切，可却错过了一个爱我爱到骨子的女人。如今重活一世，她更是为了救我选择牺牲。接上集，沈川从阿城后一直将自己关在房间内。金魁，沈少还是一口饭没吃吗？这都已经第3天了。对呀，大哥从阿城回来之后便把自己关在屋内。你又不是不知道江小姐对大哥有多重要，可现在黑袍人死了，江小姐又被人掳走，对方身份不明，完全没有丝毫头绪。可是他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要去把门给砸开。就在这时，一旁传来一道低沉男声：沈川还没有出来吗？魏馆长如今心急如焚，想要回古族，但还惦记着给沈川验血，一时间又舍不得离开。一想到沈川有可能是他的少主，魏馆长心中的担忧又深了2分。就在这时，门外一股浓郁的杀意笼罩了整个江家。不好，来者不善！1号你去保护大哥，鬼章跟我出去看看。随即星魁3人朝着屋外赶去。五人族，你们2个不仅害我少主，更是杀我族人。今日我们要取你项上人头，以为族人在天之灵。东西两护法，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魏馆长，你到底有没有跟古族解释我们五人组是被冤枉的？我已经安排好了，现在这情况我也不知道啊。可此时东西两护法丝毫没有给两人对话的时间，犹如2道闪电直奔着星魁和鬼章冲来。你们古族人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动手，真当小爷是病猫吗？1个2个都把黑锅往我们脑袋上扣，我们也是有脾气的。来的好小子，吃我一拳！
看来你的嘴巴没有你拳头硬，现在认输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不然你就等着被我活活打死吧。慢着，东护法，你不能杀他。魏馆长，你难道真的背叛古族了？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可是致死少主的凶手，并且他们还杀了咱们古族的人。这不可能，我一直在他们身边，他们的行动我都清楚。大长老呢？让我跟大长老说话，他一定会明白我的想法的。实话告诉你吧，这次行动就是大长老吩咐的，你若是再阻拦下去，可就是违抗族内命令，后果你比我更清楚。这不对劲，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如我跟你回到古族，亲自跟大长老解释清楚。我会带你回古族的，不过要在杀了他们俩之后。东护法声音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猛地冲到星魁身边，对着他太阳穴砸去，显然是想一招致命。不要啊！浓烟散去，只见鬼杖用着后背硬是替星魁接下这一拳。鬼杖，别怕，哥护住你了。老家伙，你在找死！星魁别冲动，交给我。鬼杖只是受了伤，并无性命之忧，你不是他们两个的对手，若是强行冲过去，只会牵连自己。滚开！今日我就算是死也要拉下去一个垫背的。你们古族欺人太甚，我们处处忍让，却换来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压。既然如此，那就战吧！说罢，星魁不惜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向前冲去。东护法心中一突，一抬头，只见七虎把抢先一拳打飞了星魁。此时魏馆长完全无措，一面是同族人，一面是承诺过的伙伴，脸色不断变化，最终还是站在星魁身前。你们若是真要杀了他，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我不会对你们动手，我只能用我的命来证明五人组是无辜的。魏馆长，看来你是真的被五人组策反了。既然如此，留着你这样的叛徒也无用了，去死吧！然而就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凌厉的剑意直奔着东护法射来。古族办事，何人插手？大哥，你终于出来了！老家伙，就你也敢动我的人，真是活腻了！该死，这家伙气势竟然如此强大，这等人物在族内也是数一数二，怎么情报里没写？星魁，这丹药你和鬼章一人一颗，吃了它。好的，大哥。阁下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非要参与到这场纷争之中？若是愿意卖我们古族一个面子，不干涉我们的行为，我们愿意重金酬谢，您看如何？卖你们古族一个面子？你们古族的面子在我这里可不值钱。今日你们两人自断双臂，我就饶了你们一命，否则就去死吧！好大的口气！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既然你非要搅进这趟浑水，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西哑巴，我们一起上！星魁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他知道这东西两护法的权力绝非一般人能接下的。在众人神色复杂的注视下，沈川硬生生地接下了东西护法的拳头。老东西，你们要是就只有这一点实力，今天就给我留下来吧！随即两人宛若破碎的蜂蜜，重重地砸在地上。不等两人挣扎爬起来，只觉得胳膊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魏馆长皱眉上前一步，想要阻止。沈川察觉到他的意图，淡淡地瞥了他一眼，这一眼带着杀意。这手臂算是你们伤害鬼章和星魁的代价，下次记住了，不该动的人不要动。这次看在魏馆长的份上，我饶你们一命。你们回去告诉古族人，古族少主之死与五人组无半分关系，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五人组身上，不如回去好好查查你们究竟被谁蒙骗了吧。行，阁下的话我自然会带到。沈川确定他们离开后，再也忍不住胸口翻涌的气息喷出一大口彩虹。大哥，我没事，只是突然用力，身体有些承受不住，缓和一会就好。实际上他之所以能打败东西护法，完全是因为服用了任务奖励的古族秘丹，也是因为这条消息，沈川确认江之意还活着。大哥，还好你及时现身了，要是再晚一步，我这条小命可就没了。放心吧，你这条命金贵，阎王养不起你，他不会收你的。沈川，看你出来，你这是想明白了。想明白了。既然如此，我也不耽误了，我要亲自回古族一趟。魏馆长，古族把你当作叛徒，你这个时候回去，恐怕他们会对你不利。不会的，在阿城，我托表少爷带了一封信给大长老，解释了五人组的冤情，可大长老不仅没有回复我，还派了人过来攻击，这中间肯定有问题。何况我现在联系不上古族的人了，急需回去看看情况。事实上，他本想给沈川验血后再离开，可如今这个情况已经等不及了。他怕再耽误下去，沈川跟星魁怕是会死在这里。不如我们与你一同回去，至少能保证你的安全。我总觉得那个表少爷有些不太对劲。没事的，你不了解表少爷，他不是什么坏人。那什么表少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族长夫人亲妹妹的儿子，算不上我族的血脉。当初他母亲未婚先孕诞下表少爷，也算是古族内一大丑闻了。至今表少爷还不知道父亲是谁，但毕竟同族，族长还是赐表少爷古族姓氏，姓荒名利。九下不停的雨，是为恩泽之意。沈川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说出这句话。魏馆长愣了一下，看向沈川的眼神多了一抹意味深长。没错，是这个意思。沈川若是在我离开后有古族人袭击你们，请留他一条命。我知道我这个提议十分冒昧，但他们毕竟是我的族人，他们不清楚事情的内幕，只是被人利用了。若他们识时务，我愿意留他们一条命，反之的话，我可不会留手。不管如何，我先替古族谢谢你了。你放心，我会尽快解决此事的。等我回来。说罢，他不再多留，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星魁，魏馆长回古族解释，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你们先好好休养，等你们好了，我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去办。大哥，什么事？沈川没有说话，只是眼中闪烁着幽深的光芒。上辈子我是被人报错的假少爷，为了沈家我放弃了一切，可却错过了一个爱我爱到骨子的女人。重活一世，他更是为了救我选择牺牲自己。
接上集，沈川成功将古族东西两护法赶走。大哥，你之前不是说等我们身体恢复后有件事需要我们去调查吗？现在我们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你到底有什么安排？算了算时间，想必他们应该也快到了。什么人？话音刚落，宋战神和韩理事长就走了进来。宋叔、韩叔，古族与祖龙交往密切，想必你们应该知道古族最近发生了什么吧？既然你想知道，那我便告诉你，古族信号塔被人破坏了，古族内的侍卫也被人杀害，据传言是五人组干的。那现在有魏关长回到古族的消息吗？没有，古族那边彻底断了联系，这些也是我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到的。不过之前来刺杀你们的东西两护法死了，这事是你们干的吗？什么？这肯定不是我们干的。那天大哥看在魏关长的面上，我们就放了他们。看来这是有人在蓄意挑起争斗啊！小川，此事我们这边恐怕无法出面帮你解释，毕竟这是古族和五人组的恩怨。不，宋叔、韩叔，我这次邀请你们过来不是为了寻求保护的，相反，我要你们把星魁和鬼章交给古族。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现在古族可是恨我们恨得入骨，你要给我们交出去，我们必死无疑。星魁，别急，听我说完，我要这幕后谋划之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沈川说完，随即将桌上的信封递给了宋战神和韩理事长。小川，这个计划恐怕很危险，若是出现意外的话……不，你们相信我，这幕后之人绝对不会允许意外发生的。既然如此，那我这次豁出去帮你一把。大哥，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明白呢？没事，等一会我会亲自跟你解释。小川，既然老宋都同意了，我这老头子就陪你再疯一次。宋叔、韩叔，这次真的麻烦您两位了。你小子别跟我装客气，有时间给我炼制点提升武功的丹药，让我彻底打服你韩叔，省得他不服气。你这个老小子怎么这么狡猾？小川我也要。没问题，我若是炼制成功，定然不会忘记你们二位。沈川看着两人吵闹的样子，脸上难得多了一抹笑容。待两人走后，星魁再也忍不住了。大哥，你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古族那群蠢货都恨不得扒我的皮。星魁，你觉得东西两护法是谁杀的？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是谁一直在暗中盯着五人组，盯着古族？大哥，你是说黑袍人？咱们可是亲眼看到他死了呀！谁说穿黑袍的就是黑袍人了？自从魏关长离开后，我一直在想妄图挑拨古族和五人组的关系，除了黑袍人，又有谁会这么做？如果当初死的压根就不是真正的黑袍人，而是替身呢？老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说吧，让我和鬼章做什么？沈川不再隐瞒，当即低声说了起来。星魁听到沈川的吩咐，眼神不断变换，最终化作欣喜之色。大哥，你太神了！要是按照你所说的，到时候我们不仅能试探到黑袍人究竟死没死，说不定还能问清楚他的底细。我现在就去准备，一旦宋战神他们发射信号，我立马就配合。照顾好鬼章，剩下的交给我，我不会让你们受伤的。大哥，我信你。神秘人，我一定会查清楚你的身份，为之意报仇。咱们且斗上一斗，看看谁更技高一筹。纵使付出我这条命也在所不惜，我只要无妻之意能平安归来。与此同时，江之意似乎听到了沈川的呼喊，倏然睁开双眼。你终于醒了，你和黑袍人是什么关系？你是谁？戒备心别这么强，黑袍人带走了我的兄弟，对他做了实验。我是在寻找我兄弟的过程中发现了你，所以才救出了你。我想从你这边知道有关黑袍人的讯息，我们可以合作。黑袍人抓我是因为我们的私人恩怨，我这点不便透露。但是黑袍人应该是古族人，他在基地中大肆研究魁师。那你知道他的样貌或者名字吗？江之意眼神闪了闪，骤然想起黑袍人与大长老的那通电话，但面上却没有任何显露。其他的我不清楚。然而就在这时，一名下属走了进来。老大，我们查到了有关五人组的消息。快说，是什么消息？3天前古族的信号塔被破坏，甚至还杀害了古族的东西两护法，说是五人组其中的2人干的。这消息可靠吗？应该不会错，这消息是我从古族内部花高价打听到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古族内有传言说魏关长背叛古族，现在正与五人组在一起。还有这事，那岂不是说只要找到他的踪迹，便能找到其他队友的消息？对，我已经查出了他的位置，他现在正往古族赶去的路上，现在大概到阿城边境了。咱们现在赶过去的话，说不定可以赶在他回到古族前见到他。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我随你一起去。行。江之意看了他一眼，对方的眼神清澈，只有身为同类人的欣赏和一目了然。和聪明人交谈就是方便，想必对方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跟着去了。阿川，等我查清楚魏关长这边的情况，便即可回去找你。再等我一会，我会为你扫清一切危险。与此同时，古族祠堂内，这帮畜生竟然杀了东西两护法！大长老，咱们绝对不能饶了五人组，此番行为这是当众打咱们的脸呢。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先咱们一步找到少主，并对他出手。我建议全力剿灭五人组。你说的不错，但是东西两护法在古族内也算是佼佼者，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五人组才现其二，便已经展现出如此实力，若是他们5个全部集齐，恐怕就危险了。大长老，我们2大执事愿意跑这一趟。大长老朝着2大执事看去，悬着的心稍微放缓了一些。这2大执事乃是族长的血缘至亲，要按辈分，少主也要称他们一声姑。那就麻烦2位了，请务必杀掉五人组，同时请将魏关长这个叛徒带回来，我倒要看看他究竟为什么要背叛古族。您放心，我们务必完成任务，定然用敌人之血来洗刷古族之耻。2大执事们，看来也要除掉你们了。算了算时间，魏关长也该上路了。
上辈子我是被人报错的贾少爷，为了沈家我放弃了一切，可却错过了一个爱我爱到骨子的女人。如今重活一世，他更是为了救我选择牺牲自己。接上集沈川与宋战神等人达成秘密合作，星魁此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哪怕计划失败也无所谓。大哥放心吧，江湖上谁不知道我跑得快？你这小子！另一边，阿城边境卫官长带着助理还有几名随从朝着古族赶去。卫官长怎么突然停下了？通知弟兄们提起12分的精神来，这里有点不对劲，太安静了。话音刚落，数队人马从四周冲了出来。不愧是古族的卫官长，确实有点手段，可惜碰到东西两护法的时候，他们已经受伤了。希望你能让我打得尽兴。什么？你把他们怎么了？别急，很快你就会去阎罗殿与他们会合，给我上，一个不留。卫官长，现在敌人众多怎么办？你们几个人相互配合，我给你们打出一个缺口，看准机会立刻返回古族报信。该死的，这家伙力量怎么这么大？卫官长认输吧，就算你们拼死一战，也扭转不了最后的结局。不如现在投降，我还能让你们死个痛快。卫官长不住地喘着粗气，咬着牙强行维持着自己的冷静，突兀地说了一句：“你是黑袍人的下属，他没死对吧？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也妄想杀死主人，也太高估自己了吧！”卫官长眼中闪过一道金光，这时沈川临别时候的话突然在他脑海中闪现，一个无法相信的真相摆在了他的眼前。不跟你废话了，算时间你也应该倒下。你下毒，这是生死斗争，谁能活下来，就算谁厉害。下毒又算得了什么？卫官长虽然愤怒到了极点，但却没有力气反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把长刀破空而出，打断了赤虎的进攻。你们是谁？不该管的事情别管，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搭上的可是你们的命。那人受伤严重，支撑不了多久，得速战速决。没问题，区区一群蝼蚁罢了。说完，福渊犹如一道利剑冲了出去，江之意没有参与其中，快步来到了卫官长面前。你再坚持一下，随行的医生马上赶来。没用的，我中了毒，无药可解。而这时，一旁福渊也处理完战斗走了过来。该死的，那家伙竟然牙齿里藏着东西，宁可自裁也不愿意被活抓。你是五人组的人对吧？你认识我？被骗了，我们古族跟五人组都被骗了，有人在暗中挑拨离间。你知道是谁吗？卫官长张了张口，刚要说出一个字，不幸一下发作起来，当即没了呼吸。差一点，就差一点，我就要知道真相了。我要去古族将这件事说清楚。这么多年，五人组背负的骂名已经够多了。你现在去就是找死。古族与五人组积怨许久，怎么可能是三言两语能理清的？真要是能理清，当年就说开了，何至于仇恨越来越深？更何况这中间还有人在捣乱。你是说我要找到证据，或者说找到暗中捣乱的人？没错，看样子你恢复理智了。一时听到队友的消息有些激动。对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不如加入我们，我绝不会亏待你的。江之意朝着遥远的东方看去，眼中多了一抹少见的温柔。我要回家，那里有人还在等我。既然如此，那便祝你一路顺风。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那你的名字又是什么？福渊也没有说话，两人同样的性格，绝不可能先透露自己的信息。江之意神色并无变化，点了点头，以示感谢，头也不回的离开。然而在众人都没有发现远处一道黑影悄然现身。江之意，我又找到你了，不过我现在不会抓你，我还要指望你带我找到他。只要我找到他，一切就都结束了。主子，我收到消息，金魁和鬼张二人被祖龙那边逮捕，据说他们今晚便会被送到古族。你说什么？这消息准确吗？消息属实，金魁与祖龙高层叫嚣说他并不畏惧古族的审判，他手里有卫官长亲笔信，有明确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五人组是被冤枉的。什么？只听咔嚓一声传来，以表少爷为中心，大地寸寸皲裂开来。主子，请您息怒。你让我息怒？我问你，两大执事围剿之事，你办得如何？差一点就能将他们杀掉，可关键时刻他们施展古族秘术被他们跑了，一个朝着阿城边境，另一个快到祖龙边境了。你这个废物，我留你有何用？主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给我解决掉两位执事，把他们的尸体带到祖龙，再去监狱救出鬼张和星魁，将二位执事的尸体放到他俩身边。如此一来，他俩将彻底洗清不掉冤屈了。是，您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辜负您的信任。3天后，祖龙高级监狱必经路口处，5辆经过改装的车辆正往前行驶时，突然一声巨响。计划一切顺利，那两大执事的尸体呢？队长，目前人还没有抓到。什么？你们这群饭桶，我不是已经将他俩的位置给你们了吗？我们当时已经抓到大姑了，眼看着就要杀了他，却被一个陌生人给救下了。至于二姑，她太狡猾了，就跟泥鳅一样。不过您放心，我留了几人去抓他，定能回来复命。一群蠢货，难不成我让后面祖龙的追兵等我半小时？算了，把执事下属们的尸体带着，只要能把这个罪名栽到五人组的头上就行。众人应了一声，便朝着中间关押星魁跟鬼张的车辆走去。不好，快撤，里面没人，我们中计了。还想往哪里逃？你不是想要找他俩吗？只见沈川缓缓走了出来，一双眸子散发出来的冰冷寒意给人极强的压迫感，而他身后赫然便是星魁和鬼张。这所有的计谋都是你出的？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状况啊！以你的身份还不配问我，你若是想活就回答我的问题。你们的主子是黑袍人，对吧？你想知道，去地狱问阎王爷吧。全体准备，给我拿出最后一枚手雷。想必你们也知道任务失败那生不如死的下场了。现在能拉一个垫背算一个。下一秒火光冲天，硝烟四起。我去，这群人真是疯了。不过大哥，咱们这次岂不是白折腾了？
了，什么都没有问出来。怎么会？咱们这次可是收获满满，现在已经确定黑袍人没死，并且刚才我把他们准备栽赃的行为录下来，完全可以证明五人组是被人陷害的。那咱们直接把这录像发给古族，是不是就能证明清白了？哪有这么简单？他虽然能证明五人组被人陷害，但却无法指认凶手反而会打草惊蛇。幸亏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打断了他要说的话。队长已经发现二股踪迹，你们若是撤退后请速来增援，我已经将位置发给你了。大哥，看样子神秘人又打算整什么幺蛾子，我们要过去吗？当然，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